念念的生灭，凡夫见理呀，记之为常。咱凡夫看到该动作是常。善男子，知因缘相啊，可破坏故。这个因缘呐，汇合的，它呢可以破坏。亦名啊无常。所谓因缘、因色、因名，因思维，生于眼识。咱的眼识得爱有咱的目睭有形象，有光明，搁咱有心，才会当生演示出来。那么耳识啊，生的时候啊，手因各异，它的因呢，又不一样。归眼识因缘乃至意识，亦如是。所以啊，眼耳鼻舌身意，整个全部啊，都不同，都是呢这个样子。那么坏知行因缘异故啊，心名无常。所以啊，我们呢，整个心呐，都变化无常。所谓啊，修无常心意啊，修苦空无我心意。整个那个心呐，都变化，都不一样。那么心若常则啊，应常修无常。心假如说它都不变化的话，我们呢要常修无常。上不得观苦空无我，况不得观呢常乐我净。所以我们了解还没有办法观到苦空以及无我。何况呢能够得观呢常乐我净，就是已经呢证悟啊，证悟呢得到呢常乐我净是得。那常乐我净呢，我们都有了，我们都有常乐我净。常就是佛性啊，不变之体啊。乐你已经得到那个常了，乐就跟着。跟着常就有，因为它没有相对的。我们一般的乐啊都有苦，可是啊，我们得到是得的那个乐啊，它没有苦，全部都是乐。所以常乐，我不是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是如来，是佛。净啊就清净啊，所以啊，或者都一直讲。之前为什么都跟各位讲？你只要听或讲课，照或者讲的去做，没有成佛，或者在陪你们修，有没有？为什么那么笃定的？就是因为或者已经体会到常乐我净。那既然都常乐我净啊，这个生变化都是小事啦，跟佛性都没有关系啦。这个现象啊，都是啊，转眼就够了。那我们佛性它永远在，常永远在，而且啊，落入现象像台北前都一直跟后学讲，哎呦，你身躯遐歹啊，搁发心要来干修都买啦，都这样跟后学说。我说那个身体这么糟糕啊，那个都是短暂，佛性它不会啦，佛性都是超越的。所以啊，我已经体会到那个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我一定要教人也一样体会到这一种状态。佛性这么宽广，这么奥妙，一定要体会啦。你体会了以后，领悟了以后，你就脱离这个苦海，不要六道轮回了啦。那我们在六道轮回真的很苦啦。尤其年岁大了越大越苦啊！年岁轻了还很好奇呀，不觉得苦。等到年岁大了，哎呦，不要来了。所以啊，现在假如说再一次给我们选择，重来一次，都一样的过生活啊，拢为细到大汉，拢甲即马共款各一届，各位现在要不要？买啊啦买，这艰苦的买啊买啊，一定拢安尼啦，买啊买啊，那个苦啊，有的真的很苦，就不要了不要了，
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可以选择不要了，我要回归本位，我要当佛了，当如来了。可是啊，我想到凡尘，我又可以来，我可以发愿来，来救度众生。不是说我们回归本位的无一样啦，感官也当过来，而且有的又可以留业论生，就是留下一些迷惑的罪业啊，然后又来出生来度化众生。因为我们要发愿来的那个动力啊无强，啊你若留业认生，你一定爱来，就已经现象把你推来，推来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度化众生，那个是比较能够实现我们那个愿愿你发愿要去实现，你了解到了说这么殊胜法一定要告诉人，不能牵令圣法，因为我们中国人拢有一个坑步啦，你看，其他拢绝对袂坑步，拢惊你无身份俩，拢对你讲，你都安那才会行，有没有？都可以体会出来所以一点都不牵令圣法，我都希望我们众生都修正成佛，都不用来了，不用来凡尘受苦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心若常的话呢，应呢常修无常，伤不得观呢苦空无我，况不得观呢常乐我净，没有到呢这个常乐我净我们就是都在生灭之中了。一般生灭真的会疲厌，会疲倦会厌弃的，不要都会有那一种这个心。可是你到常乐我净就没有，它不生不灭，不会变化，都如如不动。以是义故外道法中呢不能摄取常乐我净，那个外道法它就呢没有办法来摄取呢这个常乐我净。善男子，当知心法必定无常，这个心这个心的法它就变化无常了。心跟性异，心跟性不一样，名为无常。所谓声闻心性异，缘觉心性异。声闻缘觉呢，他们的心就不同了。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呢就是必知佛。然后呢，知佛呢心性异，到佛呢又不一样。那么一切的外道心有三种：一则呢出家心，二则呢在家心，三则呢在家远离心。乐相应心意，苦相应心意，不苦不乐相应心意。就是乐跟我们的心相应，乐跟心不同。苦呢相应心也不同，不苦不乐相应的心也不同。贪欲相应的心也不同，嗔恚相应那个心一样。愚痴相应心也不同。一切外道心相异异，他的心相都不一样。心若常者亦复不能分别之色，所谓青黄赤白紫色。叫做心是常，我像无法度分辨所有的颜色，就变成一个颜色。心若常者意念知意念法不应忘失就是那个这个能够呢，我们有经历学过知道那应该不会呢忘失。心若常者凡所读诵呢不应增长。你一直读诵呢已经长了，再读诵也是长了，不会再增长。就已经呢对你的作用利的作用利他呢都没有。
那么心肉长者啊，不应收言哦，宇宙今宙当宙哦，宇宙过去啊，今宙是现在，当宙是未来哦，心肉长了就没有哦，就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若有宇宙哦，今宙当宙啊，当知是心啊，必定无常，就是啊，不是常心。心若常者啊，则无厌亲呐，非厌呐，非亲，心都常的话，也没有亲，没有我们现在生活这么灵敏呐，一点点嘛都拢知影。心若常者啊，则不应言，我恶他恶啊，肉劳肉生，心啊拢常，就不应该说，迄物件是我的，迄是谁的。还是老，还是生，心若常者啊，虽有所作，不应增长，已经呢，不变化。善男子，以是义故啊，当知心性啊，各个别异，有别异故啊，当知无常，都是啊无常变化。善男子，我今以此非色华中呢，演说无常。其意啊，已显，这灰色啊，就是心法，心法呢，从心法里面演说无常，无常变化，那么义理啊，都已经呢明显的已经出来，复当为汝啊，说色啊无常，形象，是色呢无常，本无有生，生以昧故啊，那个形象。它呢无常变化，本来呢，这个色啊，它没有生，可是啊，现在有生，生出来以后呢，又灭了，我们都在凡尘啊，看很多的这个万物啊，它都这样，本来无的啊，你甲种伊就生出来，生出来无偌久伊个无伊啊，个死去啊啦，个拢灭去啊，内生处胎，哥罗罗时啊，这个就是怀孕的时候那个名称啊，就是我们在那个母胎里面，本无有生啊，生以变故啊，本来没有生，可是生了以后啊，它一直变化，我们也都是一样啊，生下来以后，一粒仔囝它未行未食。拢袂半项，伫咧床顶啊，两只手两只脚伫咧踢伫咧摇，可是啊，它会慢慢长大，都一直啊，生以变故啊，生了以后啊，它就慢慢变化，外之牙尽啊，本意无生，生以变故啊，是故当知一切色法，悉皆无常。就是有形有相啊，一样呢，都是无常变化。因为无常啊，小孩子才会长大，我们长大以后才会老，老了以后才会死。因为都是无常变化啦，拢变尽正常的啦，拢是安尼。善男子，所有内色啊，随时而变，自出生时啊，亦不同。婴孩时异啊，乃至老时啊，各个别异。囡仔时阵甲已经食到老啊，拢一直咧变化啦。所以那个新陈代谢，像我们那个血液啊，咱会生出来120天啦，生出来甲消灭720天，所以那个捐血也没关系啦，你无捐伊嘛全无呀。你若煎伊都甲个肉溜掉，好诶，个生出来。那么所有的外色啊，亦复如是。芽意、茎意、枝意、叶意啊、花意、果意啊，拢伫咧变化。凡夫无智啊，见香是生，即为常。把它呢认为都是常态。各个变异啊，故名无常。无常即是苦啊，若苦啊，即是不见。苦啊就是不见，
所以我们那个常乐我净的净啊，就是不苦，很清净。复次啊，知行无我，总一切法为色啊，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破可坏，那个色啊，可以破坏，可类可折，生长故啊。我者不可破坏，则类生长。这个我，讲如来我，他呢不可破坏，也不会生长。以是义故啊，知色非我，形象啊不是我，非色之法亦如是，那个心法也是这样，非我。何以故？因缘生故，它是因缘所产生的。我们的佛性呢，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它超越因缘，超越自然，所以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当下都是空，都是没有，都会呢不见。若知外道啊，以专念故啊，知有我者，专念之性呢，实非我也。那个外道啊，以为说专念，那个就是我。那我就讲这个专念性啊，是我。若以专念为我性者，过去之事啊，则有忘失，有忘失故啊，定之无我。会袂记哩，迄个记都不是我。若知外道啊，以意想故啊，知有我者，无意想故啊，定之无我。外道呢就想。就讲说意想啊，那个呢就是我，因为没有意想啊，那一定就是无我。那收见啊，人手有六指，即便问言，我先何处啊？共相见也。若有我者啊，不应互问，以相问故啊，定之无我。说看到人，这个手啊，我们的手都5个手指头，看到有6个人，就问他，以前我哪里见过你呀？那我就讲，若有我啊，不应互问，不应该呢在一处的问，以相问故啊，所以定知道呢没有我。善男子，是之外道无慧方便，没有智慧啊，用方便法门。不能了达常与无常，苦与乐，净与不净，我与无我，寿命啊非寿命，众生啊非众生，时非时。以佛法中，取少许分，虚妄既有，常乐我净。在佛法之中呢，取一点点，然后说我有常乐我净。而实不知啊，常乐我净，实在呢不知道，常乐我净的义理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么以是义故啊，我佛法中呢有真实谛啊，非以外道，佛法之中呢有真实谛。那么文殊师利呢，白佛言：悉有是真，如来于今啊。临波涅盘，方便转移啊，无上法人，乃作如是啊，分别真谛。这个文殊呢，都跟释迦牟尼佛讲。那佛告文殊：汝今因何？故以如来生涅盘想。你现在为什么呢？对如来啊，产生这个涅盘想？善男子，如来实是啊，常住不变，不波涅盘。还小刮胡说此断的细思。善男子，若有记我是佛，我成阿耨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所，我即是道，道是我所，我能说法，令他听说。我即是真，是真即是我所，我转法人，愚人等。这个佛呢，就跟文殊讲，如来终不作如是记。
如来拢无安尼咧想的啦，拢无讲我就是佛，我成阿耨菩提，我就是华，华是我所，那个如来说呢，都没有这一种念头。是故如来不转法轮。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讲的一般要流通就讲说大转法轮，对不对？那佛这边为什么说不转法轮呢？就是已经进入实际的状态了，就是你已经得到法的内容，你已经得到法的最上乘。那假如说你在转法轮，那这一些最上乘的法你没有得到，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已经不落入文字语言啦，已经进入实际状况，这样知道吗？所以佛讲我不转法轮，所以佛会讲我不度众生。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真理的角度啦。为什么呢？众生都是佛啊，那我度众生的话，我把众生当成真的是众生啦，那我是佛，跟众生就变成对立，这样了解吗？所以说我不度众生，等于说众生呢已经是佛，我为什么要度他？一样平等所以佛度众生是众生的增上缘。增加向上的因缘啦，佛那个本质没有，他讲经说法49年，讲得那么努力，到涅盘的时候弟子说我怎么样来处理你讲的这一些话？佛说我一个字没说，我们说我会讲遐久啦，伊个妄言，遐久啦讲一字都无讲，即马唔才有迄咱世间人讲伊无讲的49年无讲的，都留来互我讲。各位先生，你听到未啊？哎呦，你嘛较知影真理耶。所以那个菩萨就问佛说：你根据什么来讲？你从成道到涅盘，一个字也没说。那佛就讲2个法，一个是本住法。一个是自证法，本住法就是咱本身的佛性啦。你依本身的佛性它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没有能说，没有所说，说一个字也没说啦，这样知道吗？个自证法就是讲，伊修所有的万法。都来集中以后归纳了以后，已经进入到也佛性，所以他没有一样，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他没有能说，就等于进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你知影无？所以后日你听了讲，迄释迦佛做49年无讲，人老的讲，今仔听看卖，到底在讲啥？不知道真理啦，知道了吗？我们要知道真理它是根据就是没有能所双泯灭，能所拢无能所拢无讲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没有我相，没有法相，就已经全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咱嘛是要爱回来这个，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说我能说，你来听我说，能说就有所说之前后学不是一直在讲，那个达赖喇嘛跟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在纽约对谈，有没有？我们的博士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不知道他到归空都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
因为回来台湾以后啊，跟大导演李安，还有跟那个金庸武侠小说那个作者在对谈在闲聊真的他都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因为当然了嘛，他也没讲，他只有那个样子了。你能体会就体会，不能体会就算了。所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是那样了。所以我就讲，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就在这一句话。等到我讲完了，我想讲完了，那个讲就是法相，就是已经生灭了。你念到国士呢，你还在生灭你看太阳妈他的第二次的讲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用我们凡人的脑袋瓜来想，迄答案嘛记忆那嘛，只是要顾俩嘞，那谁没记忆？不是他是说刚才已经过去了没有过去心了。刚才要问，刚才过去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解意思吗？那个不是说记性很不好了，不是，那个是真正的真理所在，没有过去心，当下。你讲那么理论一大堆人听不入去啦，你也敢讲活在当下，你就好了，有简单吗？简单你唔教，你教一大堆，等下好下课无半项，要安怎做都袂晓。讲伫个当下，原来我们当下具备万年，万年前、万年后，拢伫咱当下。所以要知道我们前贤还很会问，当下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很会问我说现在有，过去有，未来，当下没有。所以我们就了解到那个当下就是我那个一念不生前提线有没有？那个张轴悟道基我们全部一念不生的话，佛性整个都呈现了，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六根才动被云遮，就这样了。我们很多书了，希望各拿回去看，无限量供应。对都希望各位拿能够呢修正成佛。是故汝今不应说言，如来方便转于法人。那么此段呢为究竟了义不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三男子譬如因眼、眼色、眼明、眼思维，因眼合得生眼识。所以我们眼识的产生就是要有形象，要有光明，要有思维，就是心要有眼睛要有形象，要有光明，要有我们的心这么四个眼合了，我们眼识才产生这样了解吗？四眼都会咱的眼识才产生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之前我们都鼓励那个文殊常触目有没有？观音赛耳根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佛性借着眼睛，然后对外面看万象，了了不明那个文思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不能够应用，就看我们当下的判断。被形象引诱咱就被这大伫变化无常的现象之中。
那你假如说用文思的般若妙智慧，你就会看到这个形象之中啊，它有真理在。事啊都不离理，事情啊都有理在里面的。所以你看到相也都是现，你看到境啊，所以看到现跟看到相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我们要了解到你假如说是看到相，你就会注意伊是水歹，老少年的查甫查某。你假如说看到性只要它会动，你就已经看到相，是不是容易平等？对不对？就不会去管它是漂亮还是丑陋，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男的还是女的，都不会注意了。就注意说他有佛性，所以那个文思就出来。就文思常触目，就是文思自在你的眼根你应用看到现象，你都应用文思的妙智慧这样的生活会造业吗？不会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要受苦吗？不要了。懂了没？都解脱了所以要自己努力的这个解脱呢，不是说我们跪在佛前，哎呦，我都很苦呢，帮托了，拜托了，一直帮我解脱了，可不可能？不可能啦所以要自己研究真理，从因都不造你因都不造哪有苦受没有苦受就解脱了就可以回到本位了。三男子言不念言我能生色生事这个眼睛呢，他不会讲说我可以生出眼识色乃至思维终不念言我生眼识所以这个整个我们都佛呢都把它分开把里面的内容它全部把它分开，言归言，然后形象归形象，然后光明归光明，然后我们心归心四个合在一起你的眼识才产生结果佛都把四个分开眼睛也分开，然后形象也分开，然后光明也分开，然后心也分开，四个全部把它分开。分开了以后，你的眼识从哪里来？要汇合合在一起眼识才产生可以了解意思吗？你看你欠一项这个四项内底目睭形象光明甲这个心，你欠一项拢无法度呈现咱的眼识的产生没办法产生，你要切一个就不行要四个全部汇合，因缘汇合产生了产生了，你看我们那个怎么产生的都不管是产生了以后我们才应用我们应用了以后又不朝好的方向努力又都朝的那个负面的多演示了以后或者就讲你得卖去百货公司去逛，你若去逛这声的心拢去扭这项水无买怕生，你的身躯甲拖转去甲厝的咧困倒位面前还搁咧想迄领无买回来怕生。什么人的关系？眼识。你看多厉害，很厉害，眼识很厉害。所以我们就可以既然它会引诱我们就是走路我们喜欢的那个内容，我们可以把它训练、改训练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众生的受苦，爱安看到众生受苦要努力来救他，会不会不一样？
跟你看到很漂亮的衣服不买很可惜啊，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一样我们可以训练。你看到演示演示它怎么样你能了了分明说这个可以穿就好了啦。或许都讲我们看到都会用很多钱在化妆品很多钱在装扮。我讲你吃到老大家拢同款，形象嘛一样你看起来大家拢一样，你分不出来了。吃老哎呦那拢大家同款，吃老拢变成一个样子了，都一样了。安尼就唔免化妆啊啦，就可以省掉很多钱。无你看嘛，贵年安尼甲摕来抹，你困佫洗掉。我讲你洗敢袂使？袂使啊，迄皮肤会变啊。你看有够讨债，迄老一辈拢嘛讲，你有够讨债，遐贵的物件买来抹，佫甲洗掉，好啊。我们的这个素颜最漂亮，不用化妆也是最好看。那么演示亦复不作念言我能自生。那个演示它不会有那个念的，说我可以自己产生演示，它也没办法产生那个想念的话也不是演示是我们的意识第六的意识演示没办法。善男子，如是等华因缘和合得名为见，就是因缘和合了，然后才叫做见。你有看无？有看到什么？你看迄内底有遮济啦，爱有目睭，爱有现象，爱有光明，佮爱有心，有四项的因缘合作伙，咱才有看。所以这个见眼识眼睛的认识就是由4个因缘你看拢因缘汇合才产生的啦。你因缘消失了其中一个即马安尼光明都消失，暗无半行，看无半行个景象也没眼睛也闭起来，你看都没办法呈现了那个识就没办法呈现。如来欲尔因6波罗蜜37菩提之法37智菩提之法，解了之法，复因烟佛舍持成果这个言语音声为成桥如此时说法即如来这个不漏能守真无为法没有3心4相所以那个连那个怎么讲都讲为内底为咽喉，然后为喙齿、喙齿、嘴唇咱嘴语言音声安尼讲你看很多呢，很多因缘聚合才呈现这个现象。善男子譬如因睡因转因熟因甘潮而得生活以前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火柴打火机加的多爱用水爱用转爱用手直直练到草出烟才有火出来虽亦不言我能呢生活，转熟甘潮各不念言我能生活，佛亦不言我能自生所以这个呢就在讲它的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要了解到都不是单一的，很多因缘汇合，然后来产生现象。那么这一些现象的产生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的根源你知道它的纲要。凡是因缘所生
当下即是空，安尼就掌握的重要的所在。你能了解，凡因缘所生的东西本身没有性，伊本身无性啦。敢若像咱的身躯你看父亲母亲甲咱生出来对无？咱身躯的本身无性，咱身躯的性是佛性，身躯的佛性毋是父母亲生，安尼知无？承认？想讲是啊，我的佛性嘛，爸母甲我生出来啊，不是父母只有生身体没有办法生佛性那么如来育儿因六波罗蜜乃至成桥如名转法轮如来亦复生念言我转法轮如来伊无讲我伫咧转法轮伊无讲我伫咧讲上乘佛法，没有啦，没有那个念头，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很重要啦，就是内心里面他没有那个心在，伊无讲我就是佛，我就是要甲众生讲话，无啦，伊原众生同款平等地位啦，所以这样。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能所双泯。咱能所双泯道法都入于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这样对吗？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许就想我们最容易去了解的没有能手是哪个动作？有没有能手？或许昨天晚上才去想，记得他真的没有能手，有没有能手？林金行，我买有没有能手？有。三男子若不生者，是则名为转正法人是转法人呢，即名如来假如说没有生出那个念头，都是真的是要转正法人那个法就是正确的是转法轮即名如来立在呢不生不灭的角度说实相法。所以那个小刮胡就把那个整个那个现况标出来，所以已经立在不生不灭的角度来说实相法。三男子譬如因落、因水、因转、因频、因绳、因人所周而得出书那个肉乳肉了这个就讲那个牛奶五味那个乳肉。乳肉了以后，我们这个台湾只有生产到乳肉，牛奶12杯大很大杯的那个牛奶炼成一片的乳肉了然后再提炼就生酥，再提炼熟酥，再提炼就提糊了。到提糊的时候我们拿来吃的话喝就身体的病都消失了。所以或许看到经这么写我很高兴，赶快要去买。咱台湾讲这乳肉啦，只有到乳肉，佮贵无那酥就要去吃饼。他没有用喝的，所以佛就讲所从乳肉都要个水要钻因频因绳个人手做都会当出书啦生酥熟酥。那肉不念言，我能出书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书。书亦不念言我能自出。众言和合故得出书那个是书熟书。
记得啊，往后啊，各位先生有到印度去的话哦，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提舞啊，看他们那边哦有没有念啊哦提舞，有的话哦买，因为那个可以治百病，吃病都没了，比为什么药较好，就怕没有了，他们买不到。所以如来一耳终不念言啊，我转法轮如来他也不会说我在转法轮有说转法轮的话，就有我相，还有法相。三男子若不出得，是则名为啊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假如说他呢没有那个心不出呢说我在转法轮的心，这样你就真的在转正法轮。三子譬如因池、因地、因水、因佛、因风、因分因时、因人昼夜而雅得生有籽啦不管遐树籽、菜籽啊，有籽，搁有土骹搁有水搁有这个迄个日头咧晒有火搁有风搁有肥粉搁因时间你若咧落雪迄个时阵迄个袂出芽啦都爱时间拄啊好温暖安尼芽伊就会孵出来就生出来。三男子子亦不言，迄经济嘛会讲，我能生芽乃至昼夜啊，亦不念言，我能生芽认真静坐啊，嘛袂讲我会生芽，芽亦不言啊，我能自生，伊嘛袂讲我会生。如来耳终不念言啊，我转法轮。若不作者啊，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所以伊拢无迄个念头，安尼呢才好做健康健康的转呢正法轮是转法轮呢，即是如来那个如来呢在转法轮。三男子转法轮者，乃是知佛是真的境界，非知声闻眼界所知啊。要转法轮得爱甲佛世尊迄个境界那个阿罗汉甲辟支佛因拢唔知影要安怎转唔知。三男子虚空呢非生非出这个虚空呢无法度生啦，嘛无法度出来非作非造，非有为法讲咱的佛性就是虚空同款袂生袂出袂做啦，伊袂去做物件毋是有为法。那么如来欲耳，如来也是跟虚空一样，非生非出啊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来性啊，佛性亦耳那个如来性佛性也是一样。知佛是真呢，已有两种一则啊是语二呢出是语知佛是真的讲话呢有两种角度啊，一个呢是讲凡尘用的，一个呢已经呢出世离开呢这个凡尘。三男子如来为之声闻眼界说于是语，谓之菩萨说出是语所以程度就有不同。三男子是之大众呢互有两种大众也有两种，一则求小圣呢二则求大圣这个人就这个有巧我们的几有米几百有人啊，就是有的他求的不高啦，有的求就很高都不一样那个所求呢都不一样。我于昔日婆罗那一城就是入院居延，为之声闻转离法轮我11金即是那城为之菩萨呢转大法轮这个即是那城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要入灭的那个地方那婆罗那呢
就是那个佛逃离皇宫以后第一个到的地方入院跟居延。复次三男子，复有二人，中根上根，为中根人于波罗奈转于法人，为上根人人中向往，迦摄菩萨等以今于此间即是那尘转大法人。所以有那个讲小乘法，有讲这个大乘法。三男子极下根者如来中部会转法人。所以就可以了解，假如说在非洲那个地区那个人民程度就是很低，那个就是极下根那极下根的话，如来中部会转法人。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佛讲极下根就是一忏提，一点善根也没有。复次三男子，求佛道者复有两种一中精进二上精进。为上精进转到大法人，说常乐我见。中精进言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讲凡尘的现象。知佛是真，凡有所说皆悉名为转华人也。无量烦恼未调伏者，能令调伏；以调伏者，令生这个善根。哇，还剩下7分钟，给各位提问题。好，请说。这没人有。有讲是，请问一下，那个《清净经》里面讲光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即无物，即物即湛然常体。这种空无极境，如果你信你心法的角度，怎么去说它？好，因为那个我们这个观空就是要了解那个是跟有相对了。观空个空跟有相对嘛。观空亦空，这个有跟空的空，它也空了，这样了解吗？就是已经拼除到两个相对了，观空亦空，空无所空，这个空无所空就是已经没有两边相对了，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空。那绝对的这个空因为它还没有融入到我们整个佛性所以它没有能空所空没有能所没有能空所空。那所空既无，无无亦无，这个就把那个一层一层的遣除，把它遣除掉，然后遣除掉到后来就湛然常寂。那个湛就已经进入到我们那个佛性的原始状态，那个湛然常寂，感而遂通，那个就已经进入我们佛性的本来状态所以即无所即，又没有两边对待所以那个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突然问这个。讲不通，因为从对待开始啦，对待开始以后去掉就已经进到绝对，绝对它有能跟守的微细能跟守的微细最重要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那个空里面融进我们佛性你只要说到湛然常寂，那就有了。可是到那个空无所空那个状态它还是在还没有说佛性融入，还在那个空的状态，一直在展示那个微细的能所能空所空等到那些都减除了以后才进入湛然湛然常寂就是佛性本体了，那已经是有了。所以这个清净经它的或许就讲说应该记得它那个
开头2个字清，一尘不染，一尘不染，净一念不生。你应该把那个清净这一尘不染，一念不生，把它更深入，你就可以远远一直进入到那个老子所讲的那个状态。好，再说。那刚刚有讲到六祖会那个就是慧能无伎俩嘛，百思想，然后对境心速起，最后去菩提这么长。那最后那一句是不是刚刚有讲心若常者，反手读诵，不应增长，就是也是这个意味。那个六祖的意思啊，他是有一点说菩提这么长，意思说菩提怎么可以生长？因为菩提是觉嘛，你生长就变生灭啊，有生有灭就不是菩提呀。那个六祖的意思说这么长，菩提这么长，菩提不能长，不能生长，是这个意思。它跟这个不同。它跟这个里面讲的你住在已经住在那个状态就不变化那又不一样了不一样角度，在不一样的角度。还有吗？还有3分钟。有讲师这个问题。好。请问讲师可以在小孩睡觉时放心灵心法的 CD 给他们听吗？然后让他们中佛种？这是可以啦，可是效果不很显著啦。你一直放给他听的话他会熟悉。熟悉因为在我们都还没有空白一片白纸的时候你一直给他吸收这个最上乘佛法，那是很理想，因为他已经会吸收，但他还有办法去分辨。不过伊的佛性会给他吸来，吸来那假如说是每次又有修那更理想，很好的方式。还有，请问讲师，正见是没有起心动念，正念也是没有起心动念，请问正见和正念有何差异？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正见正念呢都是8正道里面的。他或许就讲只要我们这个一念不生，都不要有念头，那个就属于正念，我们正确的念头啦。然后正见就是佛的正知正见啦。那我们都没有念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佛性发挥出来正知正见所以那个正见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为什么当众人，就是我们的知见已经是众生知见，不是佛的知见啦所以我们要走入佛的知见所以佛的知见就在我们没有念头的时候，全部呢都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就是正见所以跟那个正念它意思是一样，只是说那个我们一般讲正念是在讲我们都放下所有念头你讲正见是已经到佛的那个正知正见已经在佛的领域了不同的那个角度。搞完嘞。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或许会写讲。我们呢这个过年的时候寄了很多书面资料来。有成佛之路，有永嘉大师正道歌，有新心明，有楞伽经概略，有维摩诘经，我真的看不完了。有的蛮深像那个楞伽经概略跟那个维摩诘经那个是比较深。成佛之路还有。那个三宝谢谢你这都比较浅，比较白话那我们呢了解说
研究啊，就是要透彻了解，我们真理都透彻了解了，那我们修起道来啊，就会很容易头头是道，在怎么样的生活状态之下，都是在道中，就会生活得很理想，那我们可以活在当下，也都是在中道之中，所以就可以直接让我们成道成佛，一世修真的可以一世成，不用累积以往都是要累积到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道成佛。那现在呢或者说时机不同，现在上天大海普渡让我们可以不是从凡夫地一下子呢到达佛地，只要我们肯努力都可以到达。只要你看或学所讲的所写的这一些呢你就会有信心可以成道，可以成佛。我们是大家互相勉励啦。因为或许就想又过一个年了，很快啦。我们一生也这样很快就会过去了。所以要把握能够修的当下。我们赶快修，把自己的一些脾气毛病贪嗔痴都去掉。这个呢不困难，只要我们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些脾气毛病贪嗔痴很容易去掉。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了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一些脾气毛病贪嗔痴很难去掉。非常困难。那因为我们进入佛性了以后这一些都不是佛性里面的东西，所以就很容易去掉，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当下都活在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样的那一些脾气毛病贪嗔痴自然呢就没有了。就去掉了，所以我们互相呢，大家勉励，就能够呢成道成佛，就是我们所追求、所希望的。然后我们呢就回来讲这个涅盘经，那各位本那个维摩诘经因为以前我们拿的是本文或许在旁边写那个小字的字解，那么现在这一本是全部从头到尾全部重写你看到那个风骨三相集或许就把它写说两座山在打架，就很活泼了，所以那个维摩诘经或许开头就说。学讲佛经有28年，这一本维摩诘是最难讲，因为它意境太高，就开始讲说不以三界现身意，然后不离道法而现凡夫事，这个很不好解说了，那我们先呢培养那个认识，先培养我们道学。然后我们这一本这个涅盘经讲完了以后再来讲那个维摩诘经。各位假如说有空的时候可以呢事先呢看，已经或许都解说了，都已经写下来，整本全部都解说下来，所以讲的时候我们就按照那一本来讲，这样就容易进入状况。不然或者在想假如说我们都一点也不了解那个讲解的可以说没办法你讲你的，等一下我说我的，所以就先这个我们研究一些别的这个佛学，然后我们都累积
那个根都够了，然后再来研究呢维摩诘经，已经书都印过来了，各位呢可以拿回去看，很多了，我们拿过来花都来不及花，这本的我们手上大概花2本嘛，一本那个成佛之路，这个大家最希望能够成佛，成佛这个怎么走啊，成佛的道路，还有一本呢信心明，对我们自己呀，要有信心，所以啊这一本里面的那个三祖生菜，因为他没有出来凡尘度化众生，他那个朝代二祖就交代，赶快躲在深山，不然皇帝会杀修道人，所以听说你修道就抓去杀，所以那个二祖交代三祖生参说，你赶快躲在深山，把这个道脉能够流传下来，不然全部杀光了没有人传了啦，所以这个三祖都没有出来凡尘跟众生结缘，就在深山里面，因为全部的时间都在深山，就写信心明，所以他的信心明意思就很深，一个字都代表很多意思，他把全身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写信心明，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要了解说不要忽略一个字，或者讲说也把那个每一个字都解说，从那个三祖所讲的我们来看，我们来修，决定成佛啦。信心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相信自己就是佛，很容易就可以成了。那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也是一本很大本讲说的很白话，歌有拿到吗？有的没有的有了我们都有寄过来，这个比较有深一点，还有那个楞伽经开列，那个是释迦牟尼佛对菩萨讲的经，那个楞伽经。那本来呢，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来，只有带4本楞伽经要来中国传，所以我们中国很适合，因为那个朝代大家都在修道，都很努力的潜心在修道，所以他说这个用楞伽经很适合。可是到五祖的时候他觉得说意境太高，所以把那个楞伽经换下来，换金刚经，所以往后就流传金刚经，楞伽经就没传了啦。那我们要了解像说要怎样才一个是修道，这个五祖说这个太深了，尤其他讲那个忤逆罪那个忤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生恶心出佛身血，那个佛都解说不一样他说杀父杀掉无明，杀母杀掉贪爱，杀父杀母，你看你把无明杀掉，把贪爱上到佛的程度了，跟我们凡尘所流传的完全都不同了。那个就在楞伽经，或许也有讲过了，只是把它抽出来讲，那2个地方都是抽出来讲。那现在呢，就是把那个概念，楞伽经概念全部都把它呢，这个比较重要摘录下来，也把它解说，这样呢，我们有一个认识，对那一部经也有一个认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些呢，都是要帮助我们进入修道的轨道，我们修道要这个样子就能成就，所以希望呢各位都有这一些呢都有，了解说我们都会放在后面
都鼓励大家拿那个《金刚经》哦 ，DVD、CD、MP3我们都有做成整套。上次或者都要的就可以拿。因为数量多了，我们就放在一个地方，结果啃来的啃来不会发生作用了。一定要拿来看、拿来听才会发生作用。所以鼓励大家都拿。我们北部会在做，把那个《金刚经》的DVD、CD、MP3整合，连书、连大乘金刚经论，全部都一起。这样研究的话，有一个系统，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已经研究5年半。半年到6年了，不紧才刚开始第一堂课在讲，你要讲多久啊？我们都很忙嘞，还记得吗？忘了或者说要长期看战，哇，真的看战，长期看战，一讲下来5年半，5年半，然后我们回想一下。还没有听跟听了之后有没有差别？绝对有差别啦。我们还没有听、没有研究之前我们对成佛真的是希望，希望成佛。你研究了以后能不能成佛？我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你看差很多，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研究不知道是什么样成佛，是哪里会成佛。那我们研究以后说原来我们透彻了解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成佛就是那个佛性本体成佛。我们已经了解它整个轮廓，而且已经进入领悟。然后用在日常生活，那真的就已经摸到根了，成仙做佛，绝对可以，时间早晚，纵然没成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在性分里面种了佛的种子，一定可以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研究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各位都可以看这个成佛之路。这个成佛之路它是在北部佛堂，那或许也没有准备讲这样是有一个讲师，他问他说我们求道不是已经得到性理真传吗？不是已经都可以成佛吗？就是这样或许才讲成佛之路了。我说是没错可是我们有没有做出来？我们得到性理真传，我们有没有从性理真传里面来行持？或者都讲我们921大地震，一贯道吃钱之力是最多，那个时候中视也现场实况转播，而且那个主持就是每一个单位去帮忙那个救灾的都有派代表去给那个主持人访问。一贯道也派2个点来师，那个主持就连看不看，或许真的难过了。我说那样呢？你看我们给社会的一个观感，对我们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这个一贯道不存在，你看多么伤害人而且我们因为有研究烹饪班，所以煮的是最好吃的。各单位那个煮的后来灾民都不吃，就煮一贯道煮的好去吃，好吃到整个都各单位都收摊的了。就剩下一贯道再吃给大家吃，吃给灾民吃。你吃了带便当的，都一直无限量供应的。那个真的都是吃钱吃力
哦，你菜拢规车载啦，不管是买啊是家己种的吼，拢用的发财车规车载啦。然后你煮饭啊吼，一定要一直轮流啦，迄人唔是去的啊，你煮规顿啊，你就挡袂掉啊啦。哦，佮拢迄举迄大机电视的，哦，迄大鼎啊，哦，炒，迄无较有力的，我那无法哩啦。哦，你若去煮规顿啊，哦，你就投降啊。嘿啊，你看咱安尼长期吼供应，安尼直直互煮互食，煮到大家拢已经自立自强啊，唔免的时阵我们才收摊，都是这样的。你看那个真的，我们把那个精神啊，我们修道的精神都发挥出来，不沾名沾利，拢无默默的为灾民服务，就这样。竟然那个报道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是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发挥这一种精神啊，是我们所希望的。不要名不要利啊，只要利益众生。这个是我们要发挥的。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我们都做到了。只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啊，给社会诟病，真的有话让他们说了。最大原因，家庭没照顾好，都呢佛堂的事重要，家里都放着，这个最让社会啊诟病。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千人老千或许都在他们大德者身边，他们从来也没有讲过把家里放着。要照顾佛堂，从来也没这样说。可是我们后来怎么会传？那个开法会的众圣亲凡啊，圣就是佛堂，凡就是家里，结果你看，都我们呢要顾的根本啊都没顾。老千人都一直讲，你修天道由人道做起，人道要圆满，你人道圆满，天道就可以到达。你人道没有做好，哪能够达到天道啊？所以或许在老千人身边，老千人都一直这样讲。只要你见老千人心的话，老千人会问啊，父母亲求到了没？兄弟姐妹求到了没？你看非常重视啊。就是我们整个伦理，家庭的伦理都非常重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圆满，不能说哪一边重哪一边轻呐，你都全重视。家里也都我们要了解圣就是佛性啊，凡就是现象，现象都是完全是的。然后我们佛性啊都是圣事。所以啊，家人也有佛性啊，你重视他的佛性，也要把他们度成佛啊，也要他们修成佛啊，这样就圆满了，圆不圆满？很理想对不对？希望不希望做？咱拢无够有想要做啊，也无力所以要了解到了我们只要把家人都照顾好了，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家人都在背后支持你，支持你修道，支持你办道。那办起来呢，我们就非常有力所以我们就追求圆满。我们讲到哪边的？第几页？44我们才讲到44哇，还这么多嘞！没关系，我们只要呢就是了解真理。44页的哪一边？善男子，譬如圣王这边啦。哇，都44页开头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或许看跟谁讲的。跟这个文殊师利这个讲说善男子，譬如圣王
所有的人宝，则能消灭一切的阴贼。所以这个圣王的人宝人宝就是他的兵将，他所带领的兵将，可以消灭一切的怨绝。如来言法，如来演说呢这个佛法，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能令一切知烦恼贼，悉耶极尽。所以如来演说佛法，可以让所有的烦恼贼都让它归于极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烦恼贼非常厉害。一来了以后就偷我们的家宝，都被这个烦恼劫偷了。善男子，是故汝今不应赞言，如来以此更转法轮。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是跟这个文殊菩萨讲，说呢现在不用称赞如来在这个地方呢在大转法轮。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瞻礼名不重视这个名，得到这个好的名称佛他都要实质的利益众生，实质的让众生的烦恼贼都消失，没有烦恼了。所以如来在演说法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呢，那个烦恼即是菩提，那个烦恼贼都不见了啦。说我们只要能够认识，能够转个念，因为烦恼是我们的佛性所生花，那我们都进入烦恼的内容。那我们了解，只要我们进入烦恼的内容，我们就烦恼，我们就制造很多的恶法。那假如说我们反过来，我们转个念，说烦恼是从哪里来？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生发。佛性本体生发出来，我们烦恼。那我们反过来看这个佛性本体生发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能够掌握，相信。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如来，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佛这个时候不会进入烦恼的内容，烦恼内容我们不进入，我们没有行为动作所以就已经回到我们生不灭的本体，就已经是佛了。所以烦恼即是菩提。各位了解了吗？差很多烦恼是烦恼后让我们俩拱，可是菩提让我们清凉，一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进入烦恼的内容，你一定要反过来看烦恼是哪里生发出来，就会看到我们的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有力量生发烦恼，不是佛性本体没有办法。既然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生发烦恼来让我们烦恼，咱有够巧无有无？咱拢真巧，大家拢足巧的，咱众生拢跳过头去啦。只要我们肯反过来看，我们的烦恼哪里生发，从哪里出来这样我们就会了解原来是佛性本体。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佛性本体，我们就把烦恼贼已经都让它极尽了，有没有？都不回应所以
这边如来演华，就是如来演说佛法，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能够让一切的烦恼贼呀，全部都这个极尽，有没有极尽呢？有。所以这个从我们内心降伏啦，降伏的烦恼贼，所以释迦牟尼佛跟文殊菩萨讲。说呢你今不用呢来称赞如来的大转法轮，他本来就已经呢在教化众生了，今麦个互你安尼一个称赞那如来拢伫咧注重那个名声所以佛呢说注重实际的重要，实际的对众生有帮助那个重要。那个名倒是不用了。文殊师利呢，白佛也：世尊，我以此意非为不知，所以问者为欲利益之众生故。所以文殊呢就跟释迦牟尼佛讲说：世尊，我以此意我对于这个道理非为不知不是说不知影啦，不是说不知道。而且是已经完全知道，所以问者为什么在问呢？为益利益诸众生，就是为了要利益这个诸众生故。世尊，我久已知转法轮者，实是知佛如来境。所以文殊菩萨说，我久已经知道。这个大转法轮能够利益众生的，一定呢是知佛如来的境界。知佛如来才有办法大转法轮利益众生非是声闻缘觉所及这一种转法轮呢，不是呢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他能够到达的。一定就是呢这个知佛他呢所能够做的阿罗汉呢跟辟支佛不能知佛如来才能够做。尔时世尊呢这个告迦叶：善男子，是名菩萨呢住于大圣大般涅盘经所行圣贤，就是菩萨住在了大圣大般涅盘经所行的圣贤。那么迦叶呢就要问佛，迦叶白佛言：复以何意名为圣贤？是以什么样的义理名称呢叫做圣贤？那佛就回答：善男子，圣名之佛世尊，以是义故名为圣贤。你要称为圣那个名就是知佛世尊，世界所珍贵的已经到佛了，到世界所珍贵的那种程度状态才有那个这个可以称呼名为圣贤。所以不是呢这个简单可以称为的。世尊，若是知佛之所行者，则非声闻缘觉菩萨所能修行。所以迦叶呢又问呢这个佛：假如说呢是知佛他所做的所行的，那就不是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以及菩萨所能修行，就是已经呢太高的这个阿罗汉声闻缘觉辟支佛以及菩萨实地所能够修行。那佛呢又讲：善男子，是知世尊呢安住于此大般涅盘，而作如是分别开示演说其意以是义故名曰圣贤。声闻缘觉及之菩萨如是闻已则奉行故名圣贤。所以佛又呢这个详细解说是知世尊世界所珍贵的世界呢所敬仰的
安住于此大般涅盘，已经呢在不生不灭的这一种内容义理里面，而做如是的分别开示，就把里面所要去进行的加以呢分别开示，然后演说其义把那个义理演说出来。那么以是义故，这样的话里面要怎么做呢？你去做的名称呢叫做圣贤，就已经呢是圣人之贤。那么声闻缘觉以及诸菩萨听到了以后，如是闻语，则能奉行，就可以去做。不是像那个家士所问的说声闻缘觉菩萨呢没办法去修行，不是那样。已经呢演说其义了以后那个名称虽然称为圣贤，可是声闻缘觉菩萨呢都可以做，可以奉行所以故名圣贤。三男子是菩萨得是贤语则得住矣无所谓地所以我们就了解说，菩萨按照这样大般涅盘这一种状态这一种内容内涵，然后去做就可以住在无所谓地我们要了解这个无所谓就是非常的难得都无所谓地，则不复畏贪恚愚痴生老病死就呢不复畏不怕呢贪嗔痴以及生老病死全部都不怕，都不畏所以来凡尘度化众生呢就很自然而然不会怕呢凡尘的生老病死，也不会怕呢贪嗔痴，亦复不会恶道地狱畜生恶鬼，也不会怕呢那个三恶道以及加一个恶道这个呢都不会不怕不会害怕。所以我们看这个内容我们这个在凡尘每一个都怕这个无畏呢，我们所有都畏没有无畏啦贪嗔痴畏，生老病死畏三恶道畏，恶道畏全部都畏惧啦。各位畏不畏惧？畏不畏惧？不畏那么厉害都畏惧不要说别的了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无形的来附身，你怕不怕？被他缠绕着你真的是吃完兜着走，对不对？畏不畏？真的很畏惧。所以我们到不畏地不畏惧的地步那个是要多大的能耐你有功夫了，当然你不畏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还没有功夫的话，畏惧怕，不要来，我跟你没有瓜葛，你不要来找我，是不是这样？我们怕所以要了解到要怎么样可以不畏，就是呢能够在大般涅盘那种内容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生不灭我们已经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中，还怕什么怕不怕？没有可怕的啦，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是凡尘的生花，那凡尘所有一切都是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生花。那既然都是自己生花，自己要不要怕？要不要？要不要？没烂所以我们了解当我们已经进入我们那个大般涅盘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一切
他都要降伏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下，没有在之上的啦。因为它就已经是一个结对体，它就不会呢，在呢被延伸出来的，这个牵连，然后陷害，因为那一些都没有那一种功力啦，大般涅槃是已经最高了，你没有办法再超越它，所以它都不会来危害。到已经安住在大般涅槃的这个我们修持者身上，都已经在不生不灭的我们的佛性本体之中，就不会害怕，所以这个不畏地。那在菩萨来讲的话，就已经呢不动地，就是第八，不动，不会退转啦，他不会说有一些挫折障碍就退转了，不会，所以这个圣行就是能够住无所畏地，就不怕了一切了。善男子恶呢有两种，一则阿修罗，二则呢人中，这个恶不好的呢有两种。这个阿修罗他就是好战斗，他呢要呢这个争取那个地位，跟那个第四就是33天的中央第4天四体还因争，要争那个位置啦，那个呢阿修罗，所以佛把它列为恶。那么恶者人中呢，人里面也有恶。那么人中有3种恶，一则一忏体，一忏体就是没有善根啦。那没有善根的人他已经呢，佛都称为恶，无可救药了。就像那个台北捷运那个杀人56秒竟然杀死4个人，22个受伤。只有56秒跟他都没有那个结怨杀的人都是陌生人你无缘无故去杀陌生人，你这个什么心所以我们就了解那个就一忏体啦，一点善根都没有。所以今天报纸登出来，判4个死刑，然后还有几十年的那个牢狱之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天地不容，这个恶人中之恶，一忏体，一点善根也没有。二则毁谤荒等经典，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荒等就是大圣，大圣经典你毁谤，那个罪过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不了解的话呢，不要这个毁谤，不要说话，那么3则呢，犯4重禁，这个各位姐姐，4重禁还记得吗？舍正法，舍菩提心，然后牵令圣法，跟害众生，好像都忘得光光的有没有？这个或许之前也有一阵子因为记得内容太多了，竟然也想不到那个内容出来。那或许这一次要来讲之前也没有复习也没有看，直接来就讲了。可是我看到了4重禁我还能讲得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舍正法，你正法把它舍掉了然后舍菩提心，菩提心你也把它舍掉了，然后牵令圣法都是法很好，你都不告诉人，那个叫牵令圣法
然后危害众生，就是想办法去害这个众生，所以这个叫四重忌。你有犯了这个罪过你就拼除在佛门之外，就是你没有成佛的机会了。所以修道者跟他讲说你没有成佛的资业，他会怎么样？我想要修我的目标就是底下，竟然我都没有办法成佛，那我这一生还要活着干嘛？就是那个样子。所以这个人中有3种恶，一忏提，毁谤方等经典，然后3则犯4重忌，这个呢都是是最严重的。三男子自是地中呢，知菩萨等终不畏堕。这个自在这个地已经呢进入菩萨呢就是地。各位还记得吗？菩萨有10地欢喜地，然后呢离垢地，过来呢华光地，然后宴会地、南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然后散会地跟法云地，菩萨呢10地。那我们了解我们一般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跟菩萨跟佛还有一个10地可能我们比较少听那个第一个叫前会地，有听过吗？第二个叫现地，第3个叫八人地，第4个呢叫见地，第5个叫佛地，第6个叫离欲地，第7个叫已半地，第8个呢辟支佛地，第9个呢菩萨地，第10个佛地，有听过吗？没有这个是统称就是不管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跟佛，全部都称所以统称10地啦。刚才那个是菩萨的10地那因为佛也有啦，可是因为佛我们都还没有成就都不要去知道才不会呢混淆。所以我们了解说自是地中自在这一种状态之下知菩萨等呢终不畏堕。这个菩萨呢他不畏惧堕入那个三恶道。那么如是恶中呢亦复不畏这一些恶的里面他也不怕沙门、婆罗门、外道、邪见、天魔、波形亦复不畏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呢全部呢都不畏不怕外道、邪见、天魔、波形这个都很厉害的他都不怕。那么受25有故有此地名无所谓。所以因为以前我们就想说平常我们很少去研究这个25有，然后也就详细说欲界有14个有色界有7个有，无色界有4个有，加起来25。说比较详细的25有，说简单的叫3有。那个有就是有因有果叫有那我们欲界有6欲天6个然后又有4大部洲加起来就已经10个。然后4恶趣他把阿修罗也列入恶趣就是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跟阿修罗道加起来是4个了。然后呢色界它有7个这个初禅大梵天、2禅、3禅、4禅5净居天跟呢无想天7个然后呢
无色界呢有4个，空无边处天，事无边此天，无所有此天，非想非想此天，有4个，加起来25。因为佛学一直讲的话，我们听都会听熟了。纵然不知道，也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没办法背出来没关系。我们知道呢，这个有25有。那么菩萨呢是无畏地得25三昧，三昧叫做正定，正定叫做三昧，然后坏25有，就是破坏25有，那个有因有果都把它破坏，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就是说有因有果，在25有里面，善男子得无垢三昧，已经到无垢，没有肮脏的正定，三昧都是正定，已经得到无垢正定，能坏地狱有，就是破坏那个地狱有，得无罪三昧，能坏四生有，就可以破坏畜生的有，有因有果，怎么会去当畜生呢？各位知道吗？知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在凡尘有的拢讲这个偷欠拢不爱害，那天地他很正义你不爱害好啦，你出世做精神来害，你有害无？一定爱害啦。所以各位浅显，我们不要去讲设计想要爱人的钱，爱了解天网恢恢施而不漏，一定有因果报应所以你讲偷爱害，你讲欠不爱害，爱害拢爱害，所以去出世做精生啦，所以你看现在过后禽流感有没有？一杀的话几十万只对不对？要来害无害去用胎死，过来出世要还要，因为没有还，还要再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天地间真的就是那个排的非常你在凡尘接受的法律是另外一个角度，然后天地之间自然又有你已经过往人无去以后有这罪业爱还都一定要还的啦，所以我们要千千百百在凡尘就好像那个石灰户各位还记得吗？石灰户没记我们没有时常讲的话就不容易记深水百念出深山，烈火焚烧肉等闲，有没有？记不记得？不记得讲两句还剩两句。浑身碎骨全不洗，留得清白在人间。石灰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千锤百炼出深山，这个有一点在也是我们修道了。深山是哪里？深山是哪里？无猜咱拢求道讲唔知伫倒位啦，伫玄关啦，知无？要不要千锤百炼？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肉等闲，
哦，迄火伫咧烧，伫咧烧吼，拢无要紧，哦，浑身碎骨啊，全不洗，留得清白在人间，你看有好无？咱拢袂堪的啦，小可练的哀叫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以往他怎么能够写这个这个歌词下来，就是他有那个经历，有那个经过，他就可以把这个写下来，然后给我们后面的人效法。我们后面的人，你只要说有这个精神遇到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哀叫？会不会？有那一种千锤百炼出深山，从玄关出来，烈火焚烧，咱即马刚好遐严重，刚好用烈火来给咱焚烧，那嘛无，对不对？他浑身碎骨全不洗，咱这句话一个扛啊囝哀叫有没有？我们身体受一点病痛有一点点外伤就已经不得了了，哪会说这个浑身碎骨又全不洗，就没有那个情操了，留得清白在人间。你看留下来再怎么讲，它都清白，有没有？石灰啦，咱必爱咧踩的黑啦。所以这个无退三昧能坏畜生有，那么得心乐三昧能坏恶鬼有，把恶鬼那个有呢破坏，得欢喜三昧能坏阿修罗有，欢喜三昧。我们了解就是很难得的得日光三昧能断呢福波体，福波体就是我们四大部洲的东胜神州福波体，然后夜光三昧即耶尼犀牛贺州得夜光三昧就可以断即耶尼油，得热夜三昧能断玉丹月油，玉丹月呢就是北俱泸州，北俱泸州呢都是很善良所以人民的平均寿命有1000岁那么得如幻三昧能断阎浮提有。各位浅显，阎浮提是哪里就是南赡部洲啦，南赡部洲是哪里就是我们红尘咱咧住的所在咱咧住的所在上夭寿不满牌无100岁东胜神州要500岁然后犀牛贺州要250西那个玉丹咧要个1000咱这干那100个无满呢所以我们是寿命最短。那么得一切法不动三昧能断四天处有这个四天王天就是我们欲界的最低的天四天王天。那么得南伏三昧能断33天有33天就是忉利天就是欲界的第2天忉利天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一个第4天，加起来33天忉利天。那得月意三昧能断夜摩天有这个夜摩天就是依空而住得青色三昧能断能断多率天就是我们老祖师
这个以前还没长天盘的时候啊，管理的多帅天。那么得黄色三昧啊，能断化乐天有这个乐变化天啊，欲界的第5天。得次界三昧啊，次色三昧能断呢他化自在天有就是我们欲界的最高的第6天，也就摩西所罗天摩西所罗也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得白色三昧呢，能断痴缠有痴缠得种种的三昧啊，能断大幻网有这个大幻天。得双三昧呢能断二缠有得雷音三昧啊能断3缠有得数语三昧呢能断4缠有得如虚空三昧啊能断无想有这个无想天。得照见三昧啊能断这个5净居里面的阿那含有这个5净居天得无碍三昧能断空处有，这个已经是无色界已经无色界呢那个空得常三昧啊能断4处有就是这个4无边。得乐三昧啊能断不用处有这无所有得我三昧啊能断非想处有就是25有。三男子菩萨得25三昧啊断25有所以都是从正定来断我们正定从佛性发挥的话，就可以断掉凡尘的所有因果。那么如是呢25三昧名知三昧王就是正定之王。三男子菩萨入如是等知三昧王，若欲推坏须弥山王，随意即能我们要把那个须弥山呢把它摧坏这样呢随意所以我们的意念就可以把它摧坏这个须弥山呢就是很高的山。那么亦知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心之所念，亦悉能知所以我们了解说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他心的所念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说3000大千世界我们光一个我们都不知道各位知道吗？各位知道别人的心吗？所以你看这个全部别人的心都能够知道比那个他心通还要厉害。那么亦以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内于己身一毛孔中随即能，要把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然后把它收到我们自己一毛孔之中随意即能，不厉害不？有点像卡通的呢把所有众生都收到一毛孔，一毛孔可以收所有3000大千世界众生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都已经在性分之中了我们性是无量无边你无量无边比众生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众生还没有那么多无量无边更多更大那无量无边都是我们的佛身都是法身，各位了解吗？我们的法身无量无边拢甲修的伫咱的这个毛孔内底，安尼知无？现象无法度啦，佛性内底就有啦，这样知道吗？就在佛性里面我们都把它收在一毛孔亦令众生无破则想
我们收到毛孔里面又让那在毛孔里面的众生啊，不会很折破折的是讲足会啦，哎呦，那会住伫遮那才会安尼拢会定定拢刻刻拢无法度翻身知道意思吗？若欲化作无量众生虚令充满3000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随意我们呢要化作变化，然后做无量的众生千百亿化身了虚令充满3000大千世界中，亦能随意厉不厉害？我们都会想说，超出我们的那个想象之中了，已经超出太多了。你讲我这济所以我们往后看维摩诘经也不是这个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要先让我们知道有这个状态。那么一分一身以为多身复合多身以为一身你看我们用一身来分为多身把很多的身呢把它合成一身虽作如是心无所着，犹如莲花虽然我们这样呢可以到达可以做，可是我们心呢都没有着不住在形象，好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呢出所有现象，可是都不染现象不住在现象。菩萨得入如是三昧王矣就是已经进入这一种正定正定之王，即得住于自在之地可以呢住在自由自在之地，得自在力，随欲生处即得往生要到哪里去出生你就可以去了各位姐姐，我们现在可以吗？可不可以？好像不行这个随意要生在哪里都马上就可以去了看看你喜欢生在哪里。各位先生，梦想之中希望生在哪一个国度？美国、日本、中国大陆、贵州这个随意即得往生看你要去倒一个拢会当去若见地狱一切众生有可化令住善根者，菩萨呢即往而生其中我们都想要享福的地方，结果那个菩萨呢，他见地狱的众生那么可怜有可化令住在善根的菩萨呢，即往而生其中，结果升到地狱去了啦，跟我们想象都不同。各位往后有功夫了，愿不愿意到地狱去？没人答应了。你现在承诺了你现在承诺了，往后你有功夫了你成佛了，你就要去你就我不入地谁入地你就要去度地狱的众生所以不要随便承诺。菩萨呢虽生非本业果虽然生在地狱不是他的本业结的果报要去地狱这个住自在地利因缘故而生其中，所以他呢住在自由地利的因缘然后是在地狱，虽在地狱不受自然
畜生等苦。虽然在地狱啊，可是呢他不接受那一种那个很热烧啊烧热铁那一种环境畜生那个苦啊都没有。三男子菩萨所可成就啊，如是功德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啊尚不可说，何况知佛所有功德而当可说。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菩萨的功德就已经无量无边了。那佛的功德啊，更多了，更呢不可这个讲。那么尔时众中呢，有一菩萨，名字呢叫无垢藏王，有大威德，成就神通，得大总持，三昧具足，得无所谓，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菩萨所可成就功德，智慧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实不可说。我亦犹未故不如是大圣经典。所以这一个无垢藏王，他说这一些功德无量无边，还不如大圣经典。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大圣经典的功德比那个还更多了。在北部或许教授已经讲不出声来了，可以找全贤起来拜托讲一讲。我们在这边我们才会拜托相公。何以故？因是大圣方等经力故，能出生知佛世尊阿耨菩提。所以他的意思说大圣经典的功德比那个菩萨，比那个知佛那个功德还要来得大，来得多。因为可以这个出生知佛世尊阿耨菩提。那么时佛赞言这个时候呢，佛就称赞：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所说是知大圣方等经典，虽复成就无量功德，亦比是经不得为喻。所以佛又呢这个涅盘经说那一些呢方等经典、大圣经典虽然也可以无量功德，可是要比这个涅盘经不得为喻就没办法做比喻。百倍千倍百千万亿倍，乃至算是比喻所不能及。所以这个涅盘经的功德非常的大，非常多。善男子，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肉，从肉呢出生酥，从生酥出醍醐，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肉有福者众病皆除，所有之病所有之药悉入其中。所以或许这个年的时候有一个前贤宝光见德的前贤打电话给后学，他说他托人在泰国买醍醐，买12瓶要送2瓶给后学，叫后学到台中去拿。我说随缘
让我老去再给。到时候啊，试试看，是不是真的体悟哦？因为他要提炼啊，我们那个大杯哈，那个杯子这个大杯的哈，12杯牛奶提炼1片的卤肉了，以这个比例来算，那个提壶啊，那个牛奶唔知几桶，唔知几桶才好多提炼吼做提壶啦。食了百病拢消，我讲真好，我百病拢全身都是，很适合吃。不过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提壶。那时候他有吃伊讲煮绿豆，滚绿豆汤掺喺绿豆顶头，食到甜甜。所以啊，这边就有讲那个提壶啊，若有壶者啊，众病啊皆除。所有的滋药吸入其中。我想那个提炼啊，以那一种比例来算啊，那个牛奶要非常多啊，才可以提炼那个1杯的那个提壶。善男子，佛亦如是啊。从佛出生12部经，就是佛啊讲经说法，我们把那个讲经说法分成12个种类啦。就是因缘比喻啊，方广受记、本事本生、常行重诵、孤起、未曾有、无问自说跟论义，12部，就是12个分类分成种类。我们要研究比较容易。那么从12部经啊，出修多罗，就是契经，契合我们众生来修的经。从修多罗呢出方等经，大方平等啊，大圣经的通称。从方等经呢出般若波罗蜜，就是妙智慧到彼岸。所以我们了解说般若。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具备的那个般若啊妙智慧从般若呢波罗蜜啊吃大涅盘犹如提壶啊。那么言提壶者比喻啊就是佛性，佛性者啊即是如来善男子，以是义故啊，说言如来所有功德无量无边啊，不可称计。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佛性累积的那个功德啊，无量无边。那么迦叶呢，白佛言如佛所赞大涅盘经，犹如提壶啊最上最妙若有能服啊，众病啊悉除，一切之药啊悉入其中。我闻是已啊。切勿思念，若有不能听受是经，当知是人呢为大愚痴，无有善心。假如说每当听涅盘经啊，就是大愚痴。是真，我于今者啊，实能堪忍，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水为水。折骨啊为笔，诗写如是呢。大涅盘经，施以读诵，令其通利，然或为人广说其意。这光看我们就狗皮都压起来，有没有？你看这个剥皮啊为纸。把咱的皮啊、皮肤当成纸啦，刺血为墨，以骨髓啊为水，然后折骨为笔啊，把咱的骨做笔，然后师解如是啊，大涅盘经施以读诵，令其通利，然后为人广说其意啊。
哦，这个不要说实际去做了，你光说就已经不得了了。哦，有那个心呐、哦，这个所有魔鬼都降服了。魔鬼听到你这样说，哦，不敢去找你扰乱了。哦，世尊若有众生安着财物，我当施财。然后以是啊，大涅盘经劝之令读。哦，伊啊贪财，哦，我就布施啊财给伊，然后啊叫伊读。哦，若珍贵者啊，以先爱语，而随其意啊。哦，后当呢，见当以是大圣呢。哦，大涅盘经啊，劝之令读。就是想尽办法哦，让人来看呢《大涅盘经》。若还庶者啊，哦，这个还庶者就是平民百姓啦，哦，平民百姓哦，就还庶啦，哦，当以威势必之令读啊，哦，这平民百姓爱用迄个管哦威势哦，用逼的啦，各位天贤。我们像这个状态之下，被人一逼啊，要不要看？要不要？咱拢学讲吼，卖淫啦。若骄慢者啊，哦，我当为其呀而作呢普使。哦，迄骄慢的哦，伊要去做伊的奴才啊，糟干啊。哦，随顺其意啊，令其欢喜，然后当以啊大般涅盘而教导之。若有毁谤呢大圣经者，当以势力啊摧之令服，既摧服矣，然后便令啊读大涅盘。若有爱乐啊大圣经者，我恭当往。哦，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哦，所以就想尽办法哦推广呢哦涅盘经。尔时佛赞迦摄，善哉善哉，汝甚爱乐呢大圣经典哦，贪大圣大圣经啊哦，受大圣经，为大圣经，信敬尊重供养大圣。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的因缘，哦，当得超越无量无边恒河沙等啊，四大菩萨，哦，在前得成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哦，就是这样啦，哦，比那个大菩萨还要早哦成佛。如亦不久，哦，复当如我，广为大众。演说如是大般涅盘，如来佛性啊，知佛所说秘密之常。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如来佛性啊，哦，知佛所说呢，就是秘密之常。哦，所以啊，我们研究性理心法，都把这个佛的秘密啊，都广为宣传啦。还有人无爱咧，哦。虽然我们广为宣传啊佛的秘密之常，可是我们有的不爱惜呀，哦，听到嘛无爱，哦，要安那？我们要随缘，哦，对不对？随缘啦，或者就讲，假如说哦，从出生到刚出来。你个头扭的来研究伊都无爱啦，哦，你个安那个逼伊都无爱啦，不可能的，所以要种善根，哦，只有3句话：你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安尼尔啦，哦，咱就免哦，事若有成，乐其事啊；事若无成，志不返，哦。我们要度化众生的志向啊，哦，跟平凡都不同。善男子，哦，过去之事啊，佛入未知，我以尔时啊，
做婆罗门，修菩萨行，悉能通达一切外道啊，所有经论，修一昧行，具足威仪，其心啊清净，不为外来啊能生欲想之所破坏。昧啊称慧佛，受持常乐我净之法，周遍求守大圣经典，乃至不闻啊方等名字。所以我们就看佛就讲他要呢找这个心法，找这个修持的方法，怎么找啊？周遍求守都找不到了。所以我们现在送到你的面前，你都不接受，差的太多了。那个佛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成佛之前啊，他一直修，都一直找，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方等名字啊。我以尔时啊，住于雪山，其山清净啊，流泉一池，树林药木啊，充满其地，次次时间有清流水，多枝香花，周遍严饰啊，众鸟禽兽，不可称计，甘果之繁，种别难计啊，富有无量啊，藕根、干根、青木香根，我以时啊，独处其中，为时之国，时以细心啊，思维坐禅，经无量岁，亦不闻有如来出世啊，大圣精明。各位就可以了解，要听到那个如来出世啊，讲经说法没有，遇不到了，听不到，找不到。我们现在真的太幸福了，幸不幸福啊？人在福中要惜福啊，所以一定要努力修持，真的很不容易啦。是一种如来秘藏、秘密的宝贝啦。或者都讲，你只要隔个半年，你都不复习不听，全部你脑袋瓜空空了。跟你说以前有研究心理心法，哪有？有啦，我跟你去的怎么会没有？没有。我们已经遇到蛮多，因为或者就讲学说佛经有28年，各位要想想看，28年啦，要找一个讲有法度来代替我讲找无啦。找到以前很热心的很努力的找来，脑袋瓜空空了。按你所听的呢，那有无听无啊，那有真是该讲要甲伊指甲全阿妈滚筋大细条啦，讲到现有啊，都无啊，一点印象都无。所以或许吓到，为什么？上天的秘宝你不要，全部都要回去了啦，真的都没有。所以或许就讲，你一定要日常生活做你也啦，上天要不回去。你若无做，阁无听，无了了真的或许不是恐吓你拢甲我恐吓。说真话啦，不是恐吓，是真的。要好个就是比较那个时候很熟，都一直拥护或者讲，那跟他讲说你来代替我讲，我无哪有？伊无研究心理学，怎么会差这么多？有啦，你都有无？然后连在斗南讲那个时候要向他借那个时候没有 CD， 只有卡带，要向他借，无。我有啦，你都现有录啊，无。到后来真的投降了，找不到了。你一段
你没有做一段时间没有听，无，唔是咧讲假啦，真是无。所以或是来讲啊，我说哦，我若咧无声要请一个来代替我讲哦，哎呦唔通啦，安那？讲袂出来。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心理心法哈，你一定要听要做，实际的领悟，实际的哈你亲证啊，这样就对的啊，你当然会晓讲啊，哦，你讲出来是你家己做的啊，哦，都袂唔对嘛，哦，然后啊，你那个信心，哦，你的佛性的正定，你佛性的般若。你看吼，我国民小学无毕业证书呢。你看我呢头一天来讲课，我就讲你若有问题提出来，我尽量的回答，有没有？真的是我吗？所以要了解到吼，那个已经啊，哦，当各位在问问题的时候啊，嘿，我都把我这个流欢春配开了啦。拢全部拢是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我从佛性本体发挥般若妙智慧，回答你的问题，不是我啦，真的是我，不然你从六祖坛经、道德经、楞严经，你把它收集所有课后问答，你听听看，哪一个啊有办法？你学的时候学到这个状态？都很超越的啦，有没有？各有有的可能没有说跟到从六祖坛经、道德经、楞严经一直跟下来，没有那么久的时间啦。可是你把它这个全部都收集来听。我们以前寄过来啦，就写英文啦，什么 ANQ 啊，大家看到讲这个是什么？规堆拢唔摕啦，阮尾也拢搬搬登去台北，大家爱啊，随摕了了，是问答，咱伫想讲 Q&A 是咧讲啥？一大堆无人要爱，我们又慢慢的整个搬回去啊，搬回到台北，到台北马上花光光，无啊。然后现在台中有前贤说要再做，他要把六祖坛经、道德经、楞严经整个课后问答全部都集合。我说不用啦，一个一个六祖坛经就六祖坛经，道德经就道德经，你全部集合太多了啦。我们人的习惯性啊，看了遮济，你若摕到这本这大本各位先生，你摕等一定跟拄咧，束之高阁啦，会看咧，迄恶看。恶看就比不爱看，你假如说像这样这好啦，这2张啊尔，这我来蒙看，这个叫做我们人的习惯性你若安尼遮济哎呦买咧。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除非你真的已经深入了，你深入了以后你就会静下心来。好，我来看看里面说什么。以那种心你就会有所得，真的你会进入。已经心放空了，进入了。那我们平常在社会生活的时候很少有这一种状态啦。要公能够放空心来看大概都难不难？心肝在想啦，后面不会那么难很容易的。真的拿回去了以后买了就没时间，往后时间再看。所以我们了解说，
一个要让我们能够实现实行，一定要简单扼要，很容易就接受，很容易就做，很容易就有成效。成效一出现了以后，你自然就有动力了。动力来做就容易。最怕我们这个整个动力又消失，无力。无力什么做为行？都要有力。要有力都要先了解。所以我们研究的就是先让我们明理，理路清晰了，然后怎么做了解，然后什么样的成效做出来会有什么成果，也都出来了。我们呢做的就越做越高兴。当我们越做越高兴我们就自己会追求。不是靠人拉啦，那个自己都会追求，这个是重要。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佛也都是苦口婆心一直要我们众生也都成佛。善男子，我修如是苦难行时四体还因等知天人心大精怪即供即会，各个相位而收记也。那么各公相指示清净雪山中极净离欲足，功德庄严往，以离贪慢嗔慢永断知一痴，口吃未曾收初二等语言而是众中有一天子名曰欢喜复收记也。如是离欲人，清净勤精进，将不求地势即以知天也。那个地势就是33天的中间那一个天王天地就四体还因所以那个我们了解阿修罗道，他就是要争这一个地位要去做这个天地天王。那么世有大王，为众生故不贪己身，为利益之众生故而修种种无量苦恨苦行。如是之人见生死中知过救故射见珍宝满此大地知山大海，不生贪着。所以要救众生的心比迄个所有的宝拢较重要。这宝呢伊拢袂贪如是剔透，敢若看咱批出去的贪婪啦。迄好足讨厌，看到遐财金银财宝敢若迄个咱批出去的贪婪。如是大事弃舍财宝，所爱的妻子，头目骨髓手指肢节，所积的色宅，象马鸡胜奴婢童仆，亦不厌求，生于天上唯求欲令一切众生得受快乐。所以我们现在呢没办法找出一种人这已经超出咱人足济如我所解如是大事，清净无染众劫永尽，拢无隔怕隔拢已经偷开啦。唯欲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敢若要求无上的正等正觉佛的各位，四体还因或作是言如言者世人则为摄取一切世间众生，大仙露齿世间有佛事者，能除一切知天世人及阿修罗烦恼毒蛇，是知众生自是佛术阴凉中则烦恼之毒悉得消灭。
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佛经里面啊，都把那个烦恼啊，比喻啊成毒蛇啦。哦，迄毒蛇，毒蛇咱足惊啦。啊，烦恼有惊无？烦恼袂惊，毒蛇足惊哦。啊，他把烦恼跟毒蛇连在一起，烦恼就像毒蛇哦那样呢，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世人若当呢未来世中啊，做呢善事者，我等悉当呢得灭无量呢自然烦恼。如是之事啊，实为难信。讲这个人做善事啊，就是佛的那个果位名称。那么我等悉当呢，就可以灭掉无量自然的烦恼。那个很炽盛。一直在烧的烦恼，那么这一种事啊，实在是很难相信。何以故？无量百千之众生等，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见少为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即便动转。虽然发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心呐，有一点点很少的。微细的因缘，然后在无上正等正觉啊，即便动转，如水中月，好像水中的月亮都是假的啦，水动则动啊，犹如画像，难成易坏，好像你要画一幅画，要画成很困难呐，你要把它破坏很容易啊，难成易坏，菩提之心啊，亦复如是。难发易坏，很难发菩提心，很快就破坏。我见如是啊，无量的众生发心之后，皆生动也，动转，这个无量很多的众生啊，发心了以后，都遇到困难啊，就动转了。是故我今啊，虽见世人，这修于苦行，无恼无乐啊，至于显道，其行清净啊，未能信也。虽然他这样的来修啊，可是啊，我还是不相信。我今要当呢，自往视之，我要去试试看，知其实能啊，堪任何乎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众担部。看他能不能够呢？挑着无上的正等正觉，负起责任来度化众生。我虽见其啊，坚持境界，未知其人有深智不？不知道这个人他有没有很深的智慧？若有深智啊，当知则能堪任何乎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重担也。众生发心，乃有无量，及其成就啊，少不止也。就无量的发心啊，无量众生啊，都有发心。能够成就呢，那个少不止也呐，足少的，唔免讲啦，迄少啊拢听我算头就甲算会出来。我当往事，我要来甲试看卖，譬如真金啊。三种事宜啊，乃知其真。未稍达磨。确实啊，若是真正金啊，咱用三种方法来甲试，甲烧、甲讲、甲磨，若正金都唔惊啦。真的金啊不怕啦，假金就变呀对吧？所以啊，这个就要试一试看。是比苦恨啊，亦复如是。苦行啊，我们都说苦行比较习惯。尔时四体还因，自遍其身，作罗刹相，行甚可畏。罗刹就是鬼啦，鬼知道吗？鬼啊啦，罗刹。那个形象看得很害怕了这个行甚可畏啊。那么下至雪山呢，去其不言
而变立住啊，伊就去迄个咧修的这个所在。斯时楼煞，心无所谓，永见难当，辩才次第呀，其声清雅。先过去佛呢所说的半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呢，就是句语啦。诸行无常啊，是生灭法，诸行，诸就是很多啦。所有一切行都无常变化，所有一切凡尘的都是无常变化。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是生灭的。那生灭法呢，就是六道轮回啦。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过去法说的句语，那么说是半句语呀，遍往其前，所现形貌甚可怖畏，故免片事观以四方，就行去头前互伊看，互迄咧修的人看，这个故免就是斜视啦，用目睭斜来看人，迄平常时唔通用迄目睭看人，会去用对啊，人来看到甲你对。是苦行者呢，闻是半句呀，心生欢喜。譬如孤客于险难处夜行失伴，恐怖推手，还欲同旅，心生欢喜呀，永业无量。我搁拄着拄好伫迄个很险难的地方失掉同伴，即马搁伫咧找，搁拄着。拄着同伴，心生欢喜，足欢喜的。譬如久病未遇良医，这个沾病好药后主得知拢人来看病，搁摕好药来，尾拢得着。如人莫海，注意传方，跋落伫海，去拄着船啦。如可法人亦清能水，如为愿主忽然得脱，去愿追逐已经脱离了，无咧离吧，后边一寡野狗拢无咧离吧。好像我们要到寺庙去拜拜，今天报纸登的那个韩国一个教授到那个新竹狮头山。因为以前来台湾那个时候还年轻，狮头山没有去就是参观啦。有一个信念，一直在有生之年就是要来看。结果这一次来了去就是没有邀很多人伊家己咧去这么去很多野狗，人家弃养的迄狗第二个堆啦对甲互伊啥惊呀！伫刘公拢找无人啦，都没有人。到寺庙里面讲，寺庙里面竟然也空空的，一寡男的拢眯咧倒去眯到尾打电话110，报警。警察开警车去甲接出来，请伊踮派出所泡茶啦。甲伊讲因为现在都有那个优生保护法，那个狗都不能对它这个怎么样所以他们也时常骑着机车被狗追，也是没办法所以就跟那一个韩国教授就讲说现在这一些法律要保护嘛，保护那个野生动物伊就无人咧饲养袂使甲伊害死安尼结果你看就危害很多人所以我们了解说当你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后面有3、4架迄款流浪狗咧甲你带，个安尼真妖的型，你会怎么样会不会赶快想跑愈安尼伊伫咧走
烧我一个角好啊无啊，搁一个空搁地来啊，他真的是无拍电话啊，报警才袂使，警察甲载，用警车甲载去派出所，泡茶互伊啉，甲伊安慰安尼，讲都即马这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啦，他们警察也无能为力呀，虽然风景区啊，可是啊那一些办法都没办法解决，所以啊这个看到啊芦苇燕竹啊，忽然得脱。这个有影你110一个拍，警察给你载，有没有得脱？这个忽然得脱，真的很高兴呐、如酒戏人啊，足闻得出啊，敢若去用寒加落的你会使出来好啊，欢喜噶。亦如农夫啊，这个严汉的词语，拢足久啊，田拢闭起啊，哇落欢喜噶。亦如行人啊，还得归家，还得归啊，家人见你啊，生大欢喜。你是走去倒安尼，遮久拢无看人，转来欢喜噶。现在有足济有没有？很多啊，这个一出门了以后啊，就失踪了，因为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一直找不到回家的路，结果后来警察把他带回家，带回家了以后，哎呦，你是走去倒？不是走去倒了，找无转来的路。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知道一些新闻啊，有一个南部的来北部念书的学生啊，爱想讲啊，我用骑脚踏车转来，也不怎么远啦，虽然也不很近啦，可是也骑车会到。伊骑，就骑这段我有捷径好行，转行位的蒙啊步去，讲安尼请过就到啊啦等下啊，请过全无的，骑袂出来。各位知道吗？鬼打墙，再怎么撞怎么骑都骑不出来。大家有带手机，怕手机啊求救，然后啊家人又找不到，后来啊又报警，警察帮忙个载家人去找。这就伫咧无啊步边去闯，牵一台脚踏车。伊讲后日啦我就要先共问，抑个后日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一种状况有路了，可是是你的那个整个那个事情。你的心意识啊，整个都是被那一种无形的干扰。本来你安尼行捷径啦，直直出就到对不？你就忽然间讲，安尼我遮就对，一个弯就害啊啦，全有影袂得处理啊，搁较细就伫遐啦，在那个范围，所以到处时常会等啊。讲去阿顺啊，透早去阿顺啊，4天才转来。伊讲我行到足熟的时，迄路啊，足熟的时讲4天才转来个厝。人家问讲都走袂出来，再怎么走都原地在打转。所以啊，我们就讲平常种善就很重要了。不要看这个事因为啊，你假如说有善。你有善根，你佛性又亮，你又平常帮助人，这个时候啊，那一些都不会作弄，都会帮助你啊，给你拥护，给你保护。假如说你没有的话他们也不会存心害你啦，就是想跟你玩一玩，
可是我们就受不了啊，我们受不了他的碗呐，伊要跟咱算一个啦，好无好？该算一个好啊，唔好？一定唔好的啦，对不？哎呀，他已经不用吃饭了，对不？我们要啊，哎呀，所以袂使该算的咱受不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平常你看我们多重要你存着善心帮助人你看那个多重要你累积了，你自然就有那一些保护你，不会作弄了。我们只要求说不作弄就好，保护老师还其次啦莫甲创治就好迄袂堪要互伊创治啦。伊若阁无欢喜，甲你对一下他这声你也去找医生，医生讲你倒位唔好，唔知呢，遮咧听，遐嘛咧听，大位拢咧听。医生一个迄听诊，迄个头听听的，你就拢正常咧，他们就艰苦诶。那个大概就是啦，甲迄咧算，咱袂堪的算安尼所以只要我们的累积善这一种事呢，就会这个减轻减少。所以这一个呢修行的呢遇到这一个鬼来试他。那么善男子，我以尔时闻是半偈心中欢喜，亦复如是即从骤起。他心中的欢喜就像那个灾难都过去的那一个样子。那么以手呢举法事相呢故事而说是言，相得闻偈随之所说。安尼讲迄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是相讲的那么尔时亦更不见一人，唯见罗刹，就敢若看到迄个鬼尔啦。即说是言随开如是解脱之门这个你看我们听到也不会很重视可是那个修行人听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讲这个解脱之门就是随开如是解脱之门，谁能雷震知佛的音声，随于生死瞬眠之中而独觉悟唱如是也。谁能以此世道生死，积谨众生无上的道位，无量众生呢沉在生死海，谁能以中呢做大传师所以一个修道人就跟那个罗刹鬼就讲，那么是众生呢常为烦恼重病所缠，谁能以中为作良医说是半偈起悟我心，犹如半夜见开莲花善男子，我以尔时更无所见，唯见罗刹拢无啦就干那罗刹啦，干那迄个鬼尔复作是念，将是罗刹说是偈也。复生呢疑惑非其说也敢伊讲不是敢是？何以故世人形容是他的形状容貌甚可怖畏伊生迄个形足惊人的若有得闻是惧惧者一切恐怖丑陋即除那听到迄个句言佛讲的那个句言一切的恐怖丑陋就会除掉。何有此人呢？形貌如是能说此偈安尼遮尔歹看都鬼面都鬼爱当讲这个句不应佛中呢出以莲花不应该呢佛中各会生莲花出来非入光中出生能水伫个日光之中呢有法度生冷水出来。善男子，我以尔时复作是念，
我今无智啊，而此罗刹或能得见过去之佛。我今嘛无智慧，这个鬼啊，可怜过去捌看到佛，从之佛手啊，本是半句从佛的地方呢，听到这个句语一半的句语。我今呢当问即便呢前世啊，是罗刹手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嘛个鬼啊切这大士，汝于何处啊得是过去啊离不畏者所说半句。大士复于何处呢？而得如是啊半如意足大士是般具欲啊，乃是过去未来现在知佛是真之正道也。就是那个知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半句。一切世间无量的众生啊，常为知见啊罗网守护。所以各位浅显，我们呢世间无量啊众生呢，就被知见我们的见解啊，我们众生的见解罗网守护啊，拢去互看掉的。咱无幸福，就是拢这知见来把咱害啦。所以我们要把知见去掉。众生于此啊外道法中拢伫外道法，就是心外起法。唔知影讲呢，万象呢都是心，万象都是心。吃不得闻如是出世呢实力呀世雄所说的空义那个实力呀。各位浅显都还记得吗？我咧讲无声讲既然4点这个实力有佛跟这个菩萨。那菩萨呢发一切自心坚固啦，不舍众生大慈，济慈大悲然后信一切佛法精进，然后施行禅定，持两杯智慧然后成熟众生观法实相然后入三解脱门这个无碍智。这个佛的实力下个礼拜再说。谢三道天师得到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了？46页讲完，对，或许在46页最后一行有讲那个实力各位都还有印象吗？这个实力有菩萨实力跟有那个佛的实力那菩萨的实力各位都还记得吗？发一切自心坚固，舍众生大慈，济慈大悲，信一切佛法精进，施行禅定，持两边智慧，成熟众生观法实相，入三解脱门，无碍智这是菩萨的实力。那佛的实力呢知道一切众生的因果业定根戒欲自主天言宿命跟漏尽这个是佛的实力跟菩萨呢不同所以如是出世四雄所说呢这个空义
我问世矣呀，即答我言：大婆罗门，汝今不应问我是义，何以故？我不时来已经多日，没有吃东西已经很多天了，次次求索了不能得，饥渴苦恼，心乱妙语非我本心之所知也。我今力能飞行虚空，至玉丹月。这个玉丹月呢，就是北俱泸州，乃至天上次次求食，亦不能得。以是义故我说是语，就是那个知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呢，这个看到知行无常是生灭法呢，可以说没有觉得它很可贵啦。可是那个修行者，他一听到以后就是讲这个呢就是一种最上圣的一个佛法。知就是很多了，行就是千流，很多的千流都无常变化，是始于生灭法。这个已经把我们凡尘这个所有都归纳在这里面。所以知行无常是生灭法。善男子，我时即复于罗刹也。这个罗刹就是鬼，跟鬼讲大事，若能为我说是寂静，因为句语一句是细故有4句，他只有讲前面2句，还后面没讲。把它讲尽，尽就是完成啦。把这个句讲完成。我当众生，终身呢，为汝弟子，我当你的弟子。大事，他称那个鬼称呼他大事。如所说者名字不忠，义亦不尽，没有讲完。以何因缘不易说也。是什么因缘不把它讲完。夫财施者则有竭尽，法施因缘不可尽也。法施无尽多所利益。这个财施都呢有限度我们的身边财产不会很多，可是那个法施就可以无量无边，不可尽就是不会有这个穷尽的时候。而且法施利益比财施更多。那么我今闻此半句怀疑心生惊疑。汝今幸可为我不断说此寂静我当终身呢为汝弟子。把这个句语讲得完整然后我终身呢就当你的弟子。那么罗刹呢就这个回答汝自太过但忧自身，多不见念。我今定为饥苦所逼实不能说。就是太饿了，饿的都没办法讲。我即答言：汝所食者为是何物？你要吃什么东西呢？那个罗刹呢就说：汝不直问我若说者令多人怖我说出来呢会令很多人都很恐怖我不问言，此中呢独处，更无有人这个地方呢都没有别人只有我跟你我不畏汝，何故不说？说呢我不怕你虽然你是鬼可是我不怕那为什么不说呢？那么罗刹呢就说：我所食者为人软弱，我要吃的呢
是人啊，还乐乐的乐，其所饮者啊，为人热血。我要这个喝的呢，就是人的热血，自我薄福啊，维持此肉，周遍求索，困不能得，这个鬼呢说他的福很少很薄，要吃这个人的肉，那一直在找都找不到人的肉吃啦，世虽多人，这个我们的世间虽然人很多，那么皆有福德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当人最起码呢都有福德，德不转人无业也不转人。我们当人有业呢又有德，那么兼为知天之所护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当人一定都有护法，我们的身边呢都有护法神，所以知天呢所保护，而我无力不能得杀，那个鬼说我不够能力来杀这一些人。三男子，我护语言这个呢修道的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就讲汝但记直，说是半句我闻记矣当以此身奉师供矣。说你把那个还没讲的半个句讲完，我呢就用此身呢奉师供矣，就是用此身给你吃，然后此身的血给你喝。大是我设命中如此之身无所护用。这个跟鬼讲说大师，我设命中，假如说我的命已经终点了，到达终点，那么如此之身我这个身体无所护用就没有用了啦。当为虎狼吃枭呢雕就之手啖时，也一样呢被这个野兽所吃那个蛋就是吃，也被这一些野兽它所吃掉然复不得一毫之福，被这一些野兽吃呢一点点福都没有。那么我今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现在呢就是要求无上的正等正觉，舍不坚身以益坚身。这个舍掉这个身体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这个不坚固所以不坚身，舍掉舍掉不坚身，以益坚身。益就是交易，交易很这个金刚之身就是要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也就是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就是菩提身用不坚身来交易那个金刚身。那么罗刹呢他就答言：谁当信汝？讲什么人会相信你所讲的话如是之言为八字那个半句有8个字为了这个8个字故去所爱身只为了半句也就去掉呢所爱的这个身体。三男子，我即答言：汝真无智譬如有人施他瓦器得七宝器，就是用那个瓦片就是我们盖那个屋顶屋上的那个瓦架就是不值钱的东西，然后能够得到七宝器金银财宝那个七宝器我亦如是舍不坚身得金刚身他呢就是把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把它舍掉
然后得到呢，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身，就金刚身。汝言谁当信者？我今有证。大梵天王、四体梵音及四天王能证是事。说呢，什么人会相信我所说的话？我现在呢，有证人，就是呢，大梵天王、四体梵音以及四天王，能够呢证明这个事。那么复有天眼、知菩萨等，为益利益无量的众生，修行大圣，即六度者，亦能证之。所以有一些修道有天眼的是一些知菩萨呢，他为了要利益无量的众生，然后修行大圣呢，具备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具备六度，亦能这个证之。那么复有十方知佛世尊，利益众生者亦能证我。为八之故舍于生命。这个十方的知佛世尊，能够为了利益众生，也能够证明我为了这个八个字半句语舍于生命。那么罗刹复言：汝若如是能舍身者，谛听，当为汝说。既然你能够舍身的话，那我现在就讲其余的半句。善男子，我以尔时闻是事已心中欢喜，集结己身所着的鹿皮，为此罗刹呢，呼之法咒。虽然那个罗刹是鬼可是他要收这个句语我也很重视。就呼这个法咒，这个白眼和尚，就像那个鬼讲，和尚就是已经呢跟形而上的道合在一起，叫做和尚。搁浅显，我们和尚还是和尚？都和尚这么高了都跟道合在一起和下是跟凡尘所有有形有相的器具合在一起叫和下。和尚就是跟形而上谓之道的道合在一起，所以和尚是非常高很尊敬的称呼。那么愿作呢此咒，我即以前他所惭愧而作是言。唯愿和尚善为我说其余的半句，令得具足这个罗刹呢，即说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所以整句就是知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这个就是整句的句语。可是假如说我们一看这个八个字说要我们这个舍掉这个生命我们敢不敢？都摇头了不肯。因为不觉得它可贵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修以前这个释迦牟尼佛又是在修菩萨道就是讲很早以前，很早以前这个对修道非常的重视。那修道呢重在心法，你心法不知道你成不了道。所以他们对追求法的心非常强烈。所以只要听呢那一种开弓步就是要人成道成佛的，他们都舍掉一切都甘愿。所以一听到知行无常是生灭法，已经把凡尘的所有
都已经容纳在里面。我们凡尘啊，就是知行，知就是很多了，行就是牵流，一直牵流。不管是现象，不管是事情，不管是我们众生，不管是业果，整个都在牵流，所以叫知行啊，都无常变化，知行都无常，是生灭法，它是始于生灭，是两边啊，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把凡尘的所有都归纳在这8个字里面。那8个字里面啊，已经讲完凡尘的所有一切，然后再讲那个出世法。那出世法生灭灭已，所有的生灭啊，都灭到已经没有。这样是什么状态？所有的生灭都灭到已经没有生灭了。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即灭啊，那个即就是如如不动，灭呢，灭掉所有烦恼，如如不动，灭掉所有烦恼是什么？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以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为乐，乐不乐？真的就是已经得到就是要法重要的修持方法。这个生灭灭已，所有的生灭啊都已经灭尽了，没有生灭的。那即灭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为乐。这样好不好？非常高所以他宁愿为了这8个字啊，舍掉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现在来趁钱有头路那薪水较悬较重要啦。可是啊，我们一比较，你赚的再多的钱啊，我们终有命终的时候啦，而且又很短暂。一生就够了，再多的钱对我们都没用了。我们一口气不来都要拱手让人。所以啊，那个感叹的讲咱来出世无半行，转去双手嘛空空，住伫世间那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你看那个感受深不深？你听了以后你真的就不会很努力的一直要赚钱，赚钱够用就好了，有通啊吃，有通啊穿，有一块通看头，咱就好啊。过来搁较济拢无路用，咱一口气无来，拢唔是咱的啦，一线都带袂行。积遐济要创啥？你积较济，互子孙啊点啊为财产打官司，无价值啦。所以啊，咱在生一定得爱活较足有意思的。咱在生会当家己修成道成佛，搁会当来利益众生，互众生也甲咱同款，会当修道。所以修道最重要就是心法。你若无心法，你唔知安怎修；你若有，你就知安怎修。安怎修会成？你唔知安怎修不管你几世人来一直修都无法度成。所以心法一定爱研究，一定爱瞻量。所以咱这个讲之前所讲的迄个楞严经那个就是非常殊胜。他或许又有写一章了，就是楞严经精华重点所在，改写到一张，因为还没印才写好呢。我们下个礼拜再带来，再发给大家。可以知道怎么修那个心法那个重要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生可以成佛的，一定可以成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心法，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怎么成，所以只有希望。那我们呢，研究了楞严经以后，就确实知道，我们可以啊一次修一次成，可以成，很难得的。尤其啊，在现在上天大开普度啊，我们这个根基缘分啊，都很充足了。各能够研究到上乘佛法，这能够坐在这边听都很不容易啊。你看我们有2300万人哦，你看研究性理心法有多少？230个人，都还不足嘞。所以要了解很难得。要自己重视自己。我们本身就是佛，之所以没有成佛是被我们自己的众生知见障碍，我们自己的知见障碍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去掉，我们都走入佛的知见，就一定成了，绝对成。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的业力现前那真很苦你熬不过的话，哇，就去搁你的六道轮回来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为了这8个字可以把生命就是舍掉。那么尔时罗刹收是寄语复作是言：菩萨如今以闻具足记忆。汝之所愿悉为满足，若必欲利之众生者实施我身。这个罗刹呢，就要呢这个这个修菩萨道的释迦牟尼佛布施身体给他吃。善男子，我以尔时深思此意，然后处处呢。若实若必若术若道，书写此记，即便更须手着衣裳，恐其死后呢，身体入现极上高处。所以各位贤贤，这个修道者你看那么重视三公白白好啦，无死了身体互人看安尼无礼。咱即嘛钱愈少愈人爱看。你看都不一样了。那个要死了，他还赶快把身体的衣服绑住尔时世神互问我言：善哉仁者，意作何事？那个世神就问这个修菩萨道的释迦牟尼佛，你要创啥？善男子，我实答言：我亦舍身呢，以报价。那个具体的那个价值，爬上那个高处要呢下来，让这个身体就死掉，让那个罗刹可以吃肉，然后喝血。世神问言：如是记者何所利益？这个世神就问说的记有什么利益？我实答言：如是记句乃是过去、未来、现在知佛所说开空法道。都是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这个知佛所说开空法道，开示我们那个真空方法的那个真道开空法道。所以已经呢就进入这个修持已经很久的他才能够了解这个记里面的价值那我们凡人众生不知不觉就完全不知道。然后他讲就是
过去、未来、现在，知佛所说的开空法道，开示啊，那个真空，那个啊佛法，这个道理，我为此法，是弃舍生命，不为利养，我为了这个法，这么殊胜的法，可以啊去舍生命，把身体啊这个生命啊都去舍了，不为利养，所以我们呢一般啊都为身体的利养，在呢打算啊，真正的求法，像呢这个菩萨这个样子啊，可以说非常的难得，不为利养名闻，财宝，转轮圣王、四大天王，四体梵音、大梵天王，人天中乐，就是啊不在人天之中呢，那个快乐，不为利养，不为名，不为呢闻，就是呢就是大家能够听到他的名，很称赞，不为呢财宝，不为呢当转轮圣王，也不为当呢四大天王，也不当呢四体梵音，也不当呢大梵天王，不在人天之中呢，这个快乐。为利益一切众生，就是要利益啊一切众生，舍处生，就是要所有众生呢也都能够得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为了利益啊众生，所以舍掉这个身体。三男子，我舍身时啊，复作是言：愿令一切奸习之人啊，悉来见我。就是啊，有那个愿，这个一切啊，这个谦习、谦贪、爱惜，这个谦就是一些字怕24个干啊，知影无？这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知道吗？有没有这种人？还真有所以啊，我们就想想看，谦要做什么？咱来出世无半项啊，转去双手嘛空空，唔免谦啦。住伫世间那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你谦嘛是搁换别人，所以唔免啦，好爱。有需要的人，所以啊，我们不用谦贪，这个谦习之人呢，悉来见我，舍离此身呢，若有少失啊，其贡高者，亦令得见，就是那个不是一点点，那就不得了，很骄傲啊，起那个贡高，也来看看我。我为一计啊，舍此生命。我为了8个字可以舍掉生命。如弃草木，好像呢那个草木啊，我们都不爱惜，把它丢弃。我以耳时说是一语，寻即放生。那个寻就是很短的时间放生伫咧树仔顶就软放落来，自头四下。下位至地时安尼落来也未到涂骹的时阵，虚空之中呢，出种种身，其身乃至阿迦尼刹。这个阿迦尼刹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无色界那个色界18天之中最高的天在过去就无色界都那个色界上高的天啦，叫做阿迦尼刹。阿迦尼刹呢，就是最高的天。那么尔时罗刹呢，凡复四身，即于空中呢，皆即我身呢，安住平地。那个罗刹就恢复
那个四体还阴呐，就是天地，那个33天的天王啊，各位了解吗？我们呢这个这个6欲天最低啊就是四天王天，然后第二呢就是忉利天，忉利天就是33天呐，我们那个布袋戏啊的人33天天外天33天就是忉利天啦。忉利天它东西南北各8天呐，4、8、32，中间有一个叫那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释，第4，那个天地叫做四体还阴，也叫做樵氏甲，所以它的名称呢，你用四体还阴也可以，你用樵氏甲也可以，你用天地也可以，就是它。那我们欧修罗要争，就是要争这个位置啦，好战斗，一直要争这个天地的位置，所以那个就是四体还阴，四体还阴呢，变罗刹就是变鬼来试验这个修道者啊，那个释迦牟尼佛修菩萨道时候的，那个修道者的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一到世上一掉下来的时候，他就赶快去抱他了，那个四体还阴呢，就赶快去抱住那个释迦牟尼佛，他呢安置在平地。那么尔时四体还阴即知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顶礼以我足下。这个时候四体还阴以及一些天人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就是我们初禅大梵天呐，所以在印度他们修道呢，都要修到大梵天呐，我们都要回去无极理天呐，他们只要到大梵天呐，所以他们把那个大梵天当成就是人类的祖先，然后呢全部都稽首，然后顶礼，就是用头呢，到呢这个地来这个拜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修菩萨道，善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萨，能大利益无量的众生。亦无明黑暗之中燃大法炬，要在无明黑暗之中，我们在凡尘整个众生都是无明，那无明就是黑暗，那么黑暗之中点燃这个大法炬，就是要这个所有众生都见到这个光明。能够脱离这个黑暗，有我爱惜如来大法，故相这个劳恼，就因为爱惜如来的大法，所以来相劳恼，唯愿听我忏悔罪疚，如于未来必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见嫉妒。虽然呢，我变鬼来试探你来扰乱你，那么唯愿呢听我这个忏悔罪疚，如于未来说你一定呢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个时候呢，希望你能够呢度我。也一样的成佛。尔时系四体还阴即知天众，顶礼我主，于是除气污染不现，大家拢转去拢无快。善男子，如我往昔为伴其故舍弃此身，以是因缘，便得超越足12觉。这样就超越12劫，在弥勒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本来呢，这个掌天盘呐，是我们弥勒祖师先呐，释迦牟尼佛在后面，结果它变成在弥勒祖师的前面，掌天盘，弥勒祖师啊就变在后面，所以现在是变弥勒祖师掌天盘。假如说那个时候啊，他没有提早这个成佛的话，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弥勒祖师在前，那释迦牟尼佛就在后，那我们现在就是弥勒祖师的天下，可是现在变过来了，弥勒祖师啊掌天盘在前，弥勒祖师啊就在后，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看呢，大藏经里面啊就有记载，有这个1000佛啊，一个劫，在我们之前啊叫庄严劫啊，有1000佛，那现在是贤劫，也一样有1000佛，那到我们弥勒祖师才第5位而已啦，那后面还995位，然后我们这个贤劫过去以后啊，就是星宿劫，那星宿劫一样有1000位佛，这就可以想象啊，那个未来的时间啊，还无量无边呐，我们一个年会才129600年。你看都已经过了多久才有5位佛而已，所以那个都要很久，因为有7佛来治理完成，3佛来收眼，那我们呢这个6道轮回各前贤，假如说我们不修正成佛一直在6道里面受苦啊，无量无边，苦不了啊，苦不了喂。苦不了，搁较好也嘛苦，过较好命嘛苦，你要好命都要有原因啦，你有布施，你有帮助众生，你才能够有好的福报，那都会完啊，你没有种的话，那就没了，要受苦了，修正成佛不好吗？好，最好的啦。看你天地怎么转过来做你去等而且啊，我们进入到佛性以后啊，那个时间呐，就是非常的不可想象啊。各位有没有听过到山上去看仙人下棋呀？经过几年，他去要去捡那个起火烧火的木材，那个绳子啊都已经烂了，看偌久啊讲，看人行一半棋我煞拢烂去啊，然后回到家人啊拢无去，都不见了，你看一转眼啊，所以各位假如说你也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进入了以后才闻中，我们凡尘已经好几年了，这样知道吗？那个时间呐，真的一刹那，我们修到功夫够，可以演，我要到台南火车站去坐火车，现在只剩下5分钟，时间稍等嘞，结果你到台南火车站才1分钟而已。你看不可想象时间小长诶，我来到有呀买票入来车才行，都还来得及啦。好像在听慢啊。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进入我们的佛性里面啊，没有时间跟空间的约束，它没有了。那我们现在时间104 3月14号，空间台湾台南同一宫，对不？有没有受它控制？
咱有身躯去会控制调啦。可是我们进入佛性以后，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约束，你无量无边，非常宽广，所以我们要先有这个概念，知道，所以我进入到佛性以后，就不受空间时间的约束，很自由自在了。我们佛性的本体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现在都习惯性就身躯白条条，有没有？有没有身躯白条条？对啊，都束缚得很厉害，所以要学着放下，凡尘事全部放下，凡尘事全部放下，就剩下什么？就剩下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已经跟佛一样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到达了。善男子，我得如是无量的功德，皆由供养如来正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所有修正者他都会讲，就是供养无量无边的之佛，所以或者讲，只要我们对所有的众生都尊重，都不要瞧不起都尊重，叫做供养之佛。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是佛，他之所以没有成佛，是被他自己的业障障碍。他本来都是佛，所以我们尊重众生就是供养之佛，这样知道吗？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尊重所有的众生，就是已经在供养之佛，我们都不去做个事啦，所以就没有那一种那个德本。没有生值德本，我们能够尊重所有众生，我们都在供养之佛，自然而然我们就有德，你有德了，各位要了解到德重鬼神轻，鬼神都很钦佩有德的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遇到事情真的有时候，刚去讲念一香就对跟了一大堆回来，为什么？你没有德，缺少那个拥护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护法，那假如说你都不行善，不布施，心量不广。这些护法不爱给你帮忙，不爱出力，不爱出力你就忝死会忝没？什么事诸事不顺，你什么也都没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在生活就很重要。我们跟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修道，我们呢已经请佛性本体当家，这个时候我们的护法都在保护你，没事，好不好？好。没事最好了。我们现在就最怕有事，有事都吃不完就兜着走，善男子，汝今亦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则已超过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之菩萨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跟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发无上的正等正觉心，就已经超过无量无边
恒河沙等知菩萨的上面就已经超过了。善男子，是名菩萨知以大圣呢，大般涅盘，修以圣行，就能够呢修这个圣行。那么底下幻行品第20，善男子，云何菩萨呢幻行？菩萨是以大圣大般涅盘住七善法得具幻行何等为七？一则知法，二则知义，三则知识，四则知足，五则自知。这个自己知道。六则呢知众，七则呢知真卑，知道呢这个高低高下真卑。善男子，云何知法？就是呢第一个知法，是知12部经，为呢修多罗，这个契经呢常行。七也就是重诵，何迦罗受记切头烘诵，有托努无问自说，尼托努因缘，波托努比喻一地木多切本事，石头切石头切本身，毗婆雷方广，而乎陀达摩未曾有。由波提斯论义，这个全部呢都用梵文本身呢写下来，刮胡里面是翻成中文我们呢一般以为说12部经呢就是有12部的名称，这个12部经是把佛说的的经呢分成12个种类。这样我们研究才容易知道它的内容。善男子，何等名为修多罗经？什么样的叫做修多罗？从如是我闻，乃至欢喜奉行，如是一切名修多罗。这个契经契合上契之佛所说的真理。下契众生可度之机契经，经文很长又叫做常行叫做呢修多罗。那么何等名为契业经？就是重诵。那么佛告知比丘，往昔我与汝以无智慧。不能如实见是真谛，是故流转久处生死流转六道，久处生死，沉没在大苦海。那么何等为是？就是苦集灭道。这个苦就是果报，集就是原因，灭也一样是果报。道就是原因，苦就是受苦。为什么受苦？因为我们积了很多的因，然后才受苦。然后灭就是集灭，我们了解说灭灭掉所有烦恼，灭已经到如如不动，所以灭就是果报，已经修成佛的果位。那么一定呢要从修道入手。所以先讲果报，再讲原因。苦集灭道就是是谛法，是真谛。如佛往昔为之比丘说契经净，就是说契经已经完了，净就是已经完成。而是复有利根众生为听法故后至佛手。就是人讲了你再来就是佛已经讲完了，你才要来听怎么办？
佛呢，就是讲崇颂，七夜啊，就是在讲那个5个字啊，有的7个字啦，一句这样，把那个刚讲过的又重说一次啦，那么即便问人如来相者为说何事？实佛之语即因本经以偈颂曰，用那个偈颂来把讲过了又讲一次。我习于汝等，不见是真谛，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若能见是谛则得断生死，生有寂尽更不受之有。各位请跟那个前面佛讲的有没有一样？有没有？我们呢，这个要用下心哦。你看前面这个佛告之比丘，昔我以汝已无智慧，不能如实见是真谛，是故流转，久处生死莫大苦海。何等为是？苦集灭道。如佛昔日呢，为之比丘受契经戒，尔时复有利根的众生未听法，或至佛手，然后呢，佛就以偈颂来讲：我昔以汝等，不见是真谛，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若能见是谛则得断生死。生有寂尽更不受之有。前面是讲白话，后面讲句语，有没有？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重诵，也就是重说了，把前面讲过的用句语又讲一次，完全意思都相同。那听过人再听一次也会印象深刻啦。所以生有寂尽更不受之有。所以各位先生，我们生有生啦，咱是安那会生伫咧凡尘？我们为什么会生在凡尘？就是有业啦。那我们为什么会造业？就是不知道原因无明，就是无明，所以造业，造了业所以被业推到凡尘来生，来现象。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因就是有因有果啦，有就是有，生有寂尽，我们让我们生在凡尘的有已经尽，就是有已经都拢坏了啦，所有业拢坏了，就尽了，没有了，有都已经还尽了，更不受之有，已经不再造业了。不造业会不会在凡尘出生？不会。所以你看这个道理我们就是要了解。咱来凡世间出世，就是正业，有业就要来啦。若无业，无法度把咱杀来。咱若无业天地把咱杀袂来，咱袂能出世。这样知道吗？咱来出世你看一出生了以后，敢若这个喙孔拢读袂捌，搁较食都食袂饱。对念的都枵啦，都食150久，就搁咧枵搁想要食，对无？为着食，到后来还你会吃还不行呢，还是要还给天地的。对不？咱就天地的所有风土，来互咱用，结果嘛，都爱搁害伊。伫个天地照咱的中间，咱有好好用无？照价收真有无？
咱拢哦照天地物质要享受啦，享受什么物质？物质少啦，要享受物质啦，所以咱就要提智慧出来，讲既然天地照我水火风土，我就要照这个有形的水火风土来受无形的金刚之身。我有无形的迄个法身，法身以法为身，以法为身呐。这个法你看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我们佛性没有形象起码没有形象的佛性，借有形的所有风土然后发挥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起码有身体的知觉性就是佛性。所有风土没有知觉那今嘛拢各会叮当，各会讲话，就是佛性所以爱把这个无形的佛性照这个有形的身躯改修，修到互伊会当圆满光明，伊家的本身发出光明，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身体，你再怎么去保健，跟按它养生都会死啦，晚死而已。一定要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修正，互伊安尼甲天地融汇成一体这样的话，身体你身体四大小还给天地没关系。这不是我的搁较用搁较保健嘛是都要还啦，一定要还。纵然给你调得到2000岁，也是会死掉了。要不要还？尤其我们现在环境不好，吃的也都有毒啦呼吸也有毒啦，每天都在吸毒吃毒不死也不行都要死早死晚死都要死。可是我们佛性不会死，因为它无形无相不会死。可是不会死的佛性我们都没有重视因为没有重视它没有前变一旦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又被越推到别的现象又现象了。所以我们了解，趁着我们现在有身体能力还许可的状态之下，赶快启发佛性出来当家，然后把佛性伸展到整个宇宙虚空，跟整个宇宙虚空融为一体。这个时候身体没关系。这样了解吗？所以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不要给六根当家了。六根都要造业都要拉我们到六道轮回。我们不要听他的话，我们要听佛性的话，一定众善奉行，知恶莫作。容不容易？所以你看我们都在生活之中，已经跟虚空融成一体成不成佛？都已经是了不免等咱拢一般咧等讲我死就先得不用了你佛的时候没有成道，死也成不了一定要在生的时候成你自己知道你跟虚空融成一体了，成了你只要没有的话要等候到成道很渺茫在有茫个。可是你看我们或者都讲身体的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然后我们现在你看会讲话会动作，那个就是佛性我们把佛性延伸到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
整个空间啊，就是真空，就是我，就是法身，就是金刚不坏之身。那身体还给天地就没关系呀、所以我们要了解，身体都属于生灭了，气生灭，守真常，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真常，它不会变化。你守真常，气生灭，绝对成佛了。不要等到以后，当下就是了。所以我们这个课啊，价值无量，有价值无？很有价值哦，都给我们成佛的哦。所以啊，用呢寄送来讲，跟上面呢讲白话也是一样，是名呢，七业经。那么何等名为受记经？如有经律，如来收拾，为知天人呐，受佛记北，如阿逸多，那阿逸多呢，就是那个弥勒的名字啦。未来有王，名曰上区，当于是世啊，而成佛道，号曰弥勒，是名啊受记经。所以啊，这个呢就受记，就是你已经呢有佛的资格啦，已经呢可以成佛了。我们现在是占到上天大概普度啦。所以啊，那个受记虽然都已经点到了，可是只是有那一种准考证而已啦。那要不要当佛，你自己决定。你努力修啊，进入像刚才或者讲，就已经成就了啦。你不修的话，你自甘当众生啦，甘不甘愿当众生？还是不要啦。年轻的还充满好奇，年纪大了苦汤吃的多不要再来了。那么何等名为切头就是风送，持修多罗及知戒力呀，其余有说四句句呀，所谓色莫咒，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呀，是知佛教，所以这边呢又把能够呢我们在平常受持的时候啊，所要遵循的知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自净其意，我们清净啊，我们自己的意念，是知佛教，佛教我们就是教我们这一些，是名呢。切头经。那么何等名为优陀奴？优陀奴呢，就是无问自说。如佛辅食，就是午后生死3点呢，这5点，入于禅定，谓之天众，广说法要，直知比丘，各作是念：如来今则为何所作？如来名旦从禅定起，无有人问以他心智呢，其智收言。这个没有人问，因为都不知道如来在做什么。那么如来用那个他心智，别人知道别人的心的智慧，就自己说了。说比丘当知一切知天寿命极长，如知比丘呢善哉为他不求己利善哉少欲善哉知足，即善哉极境，如是知经呢无问自说，是名优陀奴。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无问自说呢，就是不知道佛的那个心意佛的经历然后佛自己讲出来没有人问然后自己说。所以这边呢佛就讲
知天的寿命啊都很长。我们就是了解我们欲界的六欲天呐，各位都有听过嘛天王天呐一天一夜我们完成了50年，然后它倍数忉利天呐这个一天一夜我们完成了100年，然后夜摩天一天一夜我们完成了200年，然后多帅天一天一夜我们完成了400年，然后再上去这个热变化天呐这个一天一夜我们完成了800年，然后踏化自在天一天一夜我们完成了1600年。所以假如说我们已经过世了，然后到天道六欲天的他化自在天，然后先了解一下环境，去了以后然后再回来告诉你的家属、你的亲人，说我今嘛去他化自在天，因为你一去来一天我们完成已经1800年，什么人还搁得嘞？无人得啦，那无办法换的，所以他们的天很长。我们这个完成我可能跑出来是讲的好。那何等名为尼陀卢？尼陀卢就是因缘，如经诸经记所因的根本，为他演说。如舍卫国有一丈夫罗王仆鸟得以龙系，以随于水谷而复还化。世尊知其本末因缘而说见，莫轻小恶以为无殃。水滴虽为见灵大器，所以呢不要看轻那个很小的过错，小恶就是一点点，我们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好所以这个以为无殃以为没有什么错。那么水滴虽为那个水一滴一滴一滴见灵大器就是拿一个容器你把新的水伊有那滴到会满是名尼陀卢就是那个经因缘。那么何等名为阿陀卢？就是比喻如戒律中所说的比喻是名阿陀卢经。何等名为一地木斗？就是本事。如何所说？比丘当知，我出世时手可收者名曰契经。就有秦佛出世之时名甘露谷。今含牟尼佛时名耶法净。迦叶佛时名分别空，是名是一地木斗切经就本事每个佛呢他都有本事。那么何等名为舌头切本身？如佛世尊呢本为菩萨，修之苦行因为假如说以正确的念法苦恨那我们一般讲苦行比较通俗。所谓的比丘当知，我以过去做鹿做熊做兔做鸟做树树就是小米善王转人圣王，知如是呢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呢是名舌偷切。何等名为毗诃雷？就是方广。
所谓大圣，方等经典，其义呢，广大，犹如虚空，是名毗佛嘞，就是非常的广大。何等名为未曾有经？如彼菩萨初生时呢，无人扶持，即行七步，放大光明，遍观十方，亦如弥佛手捧密器呀，以现如来，如白相国，佛边听法，如摩波旬，变为经年，行瓦钵间，互相正视，无所损伤。如佛出生，入天妙时啊，令彼天下，起下礼敬啊，如是等经，名未曾有。这个呢，就是没有看过、听过的一些事啊，就是未曾有经。那么因而名为优婆提舍，就是论义。如佛世尊所说之经，若有议论，分别广说，遍其相貌，是名呢优婆提舍。菩萨若能如是了知12部经，名为知法。各位前言，我们知法吗？知不知道法？所以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代表，就是法。知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就叫知法，知道。知道呢，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法。因何知义？这个第二个，若一切文字语言，广知其义，是名知义。知道这个义理，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只有说知道文字就好，一定要知道义理。那么允和知识，第三个，善知如是时中，任修极见，如是时中任修精进，如是时中任修舍定，如是时中任修布施、持戒、忍辱，供养佛，供养师，具足般若波罗蜜，是名知识。所以这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我们都清清楚楚知识。那么饮和知足，所谓饮食医药行至作恶，这个税务以末，是名知足。这个知足都常乐啦，都知道满足。那么饮和自知，是菩萨自知我有如是性，如是戒，如是多闻，如是舌，如是慧，如是气来，如是正念，如是善行，如是问，如是答，是名自知，自己知道自己。那么允和知众，知如是等是萨利众、婆罗门众、居士众、沙门众，应以是众，如是行来，如是奏起，如是说法，如是问答，是名知众。那么允和知人真卑，人有2种，一则信二则不信。那么菩萨当知信则是善，其不信则不名为善。复次呢，信有2种，一则常往生荒，二则住。菩萨当知其往者善，其不往者不名为善。往生荒者复有2种，一则礼拜，二则不礼拜。
其礼拜者忽有两种，一则听华，二者不听。其听华者忽有两种，一自心听，二不自心。自心听华忽有两种，一则失义，二不失义。失义者忽有两种，一如修行，二不如修行。如修行者忽有两种，一求声闻，不能利安饶一切苦恼众生；二则回向无上大圣，利多人，令得安乐。菩萨应知，能利多人得安乐者最上，最上。善男子，如资宝中，如意宝珠最为圣妙；如智慧中，甘露最上。如是菩萨，以轮天中最胜最上，不可比喻。善男子，是名菩萨至于大圣，大般涅盘，知七善法，知是法已，得具幻行。复有幻行为慈悲喜舍。所以我们那个慈悲喜舍呢，是四无量心。迦叶白佛言：若多慈，能断嗔恚，修悲心则亦断嗔恚。因何而言四无量心？推义而言，则应有三，不是4个。世尊持有3言：一言众生，二言仪法，三则无言。悲喜舍心亦复如是。若从是义唯应有三，不应有四。众生言者，言以五音，愿以其乐，是名众生言。华言者，眼知众生所需之物，而施以之，是名华言。无言者，眼以如来，是名无言。此者多言贫穷众生，如来大师永离贫穷，受第一乐。若言众生则不言佛。法亦如是以是义故，言如来者，名曰无言。此之所言一切众生，如言父母、妻子、亲属，以是义故名众生言。华言者，不见父母、妻子、亲属，见一切法，皆从言生，是名华言。无言者，不知法相及众生相，是名无言。按照迦叶这样的讲法，法都乱了。佛告迦叶：知佛如来为知众生，首先的法要其言秘密，难可了知。或说一因缘，或说一切有为之法，或说2因离果，或说3烦恼业苦，或说4无明行生老死，或说5受爱其有生。如一因缘为众生种种分别，无量的心法亦不如是。善男子，以是义故宜知如来生密行处，不应生疑。善男子，如来以无量的方便调伏众生，取虚妄也。虽此众恶无所染污，犹如莲花。这如来用无量的方便来调伏我们这个刚强的众生，完全都没有虚妄，都是真的。就是要调伏众生，方法不同，所以我们看了以后有的会有意见。佛如来虽然处在众恶，那个很不好的环境之下，无所染污啦，
不会被一些重恶啊染污，好像呢莲花出污泥呢而不染。三男子是无量心呐，这个体性有事，若有修行呢，生大幻慈，这个是无量心呐，就是慈悲喜舍，就是一个无量心，然后出来了以后，我们行的有形有相以后啊，就慈悲喜舍。三男子修慈者啊，能断贪欲；修悲者啊，能断嗔恚；修喜者啊，能断不乐；修舍心者啊，能断贪欲嗔恚众生。三男子以是义故啊，得名为是，非一二三。所以我们了解呀，那个修习呀，我们就最需要了。我们看到人家好都会嫉妒，所以啊，那个喜慈悲喜舍啊，那个喜啊很重要。三男子如所言，慈能断嗔啊，悲亦如是。应收三者啊，如今不应啊，作如是难。袂使安尼讲啊，安尼讲耽误足侪人。何以故？三男子会有两种，这个嗔恚啊，生气的那种嗔恚，一能夺命，二能呢鞭挞，那个夺命就很厉害了，鞭挞拍拍就好啊。拍拍迄个嗔恚的无啊，无就好啊。但是那个命命都无呀，命一定爱甲爱甲杀死他。那么修持者呢，能断彼夺命啊；修悲呢，能持彼鞭挞。所以都有那个深浅的不同。三男子以是义故啊，岂非是也？就是四个慈悲喜舍。复次呢，嗔有两种，一嗔众生，二嗔呢非众生。修慈心者啊，断嗔众生；修悲心者啊，断嗔呢非众生。这个非众生啊，就是非众缘而生的这个现象。复次嗔呢，有两种，一有因缘，二呢无因缘。修慈心者啊，断有因缘；修悲心者啊，断无因缘。所以有因有缘，那个呢比较正常现象啊，没有因缘就比较奇怪。复次嗔有两种，一则久于过去啊，修习；二则于今现在啊，修习。修慈心者呢，能断过去；修悲心者啊，断现在。各位浅显，这个慈比较多还是悲比较多？慈悲喜舍。慈呢，我们一般呢就了解慈能以乐啦，慈可以给人家快乐，然后悲啊能拔苦啊，把我们的苦拔掉，这样慈多还是悲多？以乐，我们可以说我不要乐，可是这个苦啊，这个拔苦比较重要，对不对？把苦啊拔掉。可是我们要知道佛他不会替我们众生来担业啦，我们众生的苦啊，那个都是由业而来，佛不会替我们担那一些我们造业所应该受的苦。那佛要拔苦呢，就是告诉我们，你这个苦是怎么来的，你要免除这个苦啊，就不要种因，从因上着手。你因都不种，你没有苦可以受，这样了解吗？只要我们不种因啊，就没有苦可以受。所有苦因都不种了，你说我要受苦，我要受苦，
天地会跟你讲，没有苦让你受，这样了解吗？然后我们苦重了很多哦，苦因一直重一直重，你跟上天讲我不要受苦，我不要受苦，可不可能？不可能哦，是不是都在自己？要不要受苦啊？是你自己呀。你只要因都不重了，就没有苦可以受了啊。所以我们是一个主人，懂吗？后学就讲现在啊，我们一个大流行，大家都一直一窝蜂的买智慧型手机呀。后学说不要买，因为你买了以后你变劳累啦，你变早干啦。那个智慧型手机变主人，你不是咧互伊差遣嘛？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伊变主人呢，你咧互伊用啦？各位想想看，是不是这样？那个智慧型手机呀，我们有手机可以接听电话，可以打电话就好了。你用那个智慧型的害自己呀，害自己当不了主人。所以你要用也可以，你要告诉自己我是主人。你智慧型手机呀，是我在用，是给我使用的，给我方便的，你不能麻烦我。现在我们有智慧型手机呀，各位浅显，他麻烦我们，会找咱麻烦啊未？会啊未？真麻烦讲好做啥物赖是？甲你赖一个你无插过袂使对不？你是主人还是仆人啊？所以一定我们要掌握了。我们当主人，你要以你为主，你不能用智慧型手机为主，你就变成仆人了。那样不行咱想要成道成佛的一定这个主要了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主人。你不能变成那种用到尾各位浅显会变怎么样？会变怎么样？变机器啦！像不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发明者就是要你口袋里面的钱呐。你掏钱出来买了他就可以生活了。可是你都被他陷害了。要活用，要会用，它都是帮助你的，帮助你生活，在生活上过得非常如意。你有智慧型手机，过得如意吗？你大家摕来甲伊对讲就已经如意了嘛，就可以不用吃饭就饱了嘛。我这个有一点围绕 KK 啦，不合时宜，大家都用，我都反对，不是反对用啦，你要当主人啦，最重要你一定要当主人，要能够掌握你自己本身。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悲心就是断你现在。复次称有两种，一称圣人，二称凡夫。修慈心断称圣人；修悲心者断称凡夫。三男子以是义故则名为是。何得难言非三，应三非四。不可以讲只有3个啦，应该是4个。是故家舍是无量心伴侣相对，分别为是。夫以气故应名为是。气若有此则不得有慈悲喜舍，
以是义故呢，应事无减，就是应该呢，要有慈悲喜舍。三子，以行分别，故应有事。若行持时啊，无悲喜舍，是故有事。行持啊，它不包含悲喜舍。三子以无量故啊，亦得名是。夫无量者，则有四种：有无量心，有言非自在；有无量心，自在非言；有无量心，亦言亦自在；有无量心，非言非自在。所以佛又把它呢，详细的分别，这个讲得很细。那么何等无量有言非自在，远离无量无边众生，而不能得自在三昧，虽得不定啊，或得或失。那么何等无量自在非言，如远父母兄弟姐妹，欲令安乐呢，非无量也。何等无量一言一自在，谓之佛菩萨。何等无量非言非自在，声闻缘觉不能广言无量众生，亦非自在。善人子以是义故，名是无量。有四个无量，有言非自在，自在非言，一言亦自在，非言非自在，四个内容呢，都不同。那么迦叶白佛言：如是如是，实如圣教。颇有菩萨至于大圣大般涅槃，得慈悲心，非是大慈大悲心不？佛言有。善男子，菩萨若于诸众生中，三品分别。一则亲人，二则怨憎，三则中人。于亲人中互作三品，为上中下。怨憎欲，虽以尔时依父母，怨憎修习平等，是名得慈，非大慈也。师尊，何言菩萨得如是慈，犹如不得，名为大慈？佛呢就回答：善男子，难成故啊，不明大慈。难成，比较呢困难成大慈。对故久于过去呢无量劫中，多集烦恼，未修呢善法，是故不能于一日中调伏其心。譬如豌豆，这个干时啊，锥刺终不可着，烦恼坚硬啊，亦如是。虽一日夜啊，细心不善，难可调伏。所以佛用这个比喻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那个豌豆啊，你等到它都干了硬了，你要把它呢，这个摧刺啊，终不可着。那烦恼也是这样，它呢坚硬，你起来的烦恼没有马上处理，没有马上了解，那个烦恼它就会变得很僵硬，就是成型了。你要除掉它有困难，所以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啊，马上要了解烦恼，你从哪里生出来？从我的佛性本体生出来。佛性本体怎么不生菩提生烦恼呢？真的够笨的。好，烦恼不要，我要菩提，这样会不会？会不会？我们真的很笨呢。那个菩提不要了，我要烦恼，然后赶快进入烦恼内容，开始烦恼，会不会坚硬？你久了它就坚硬了。你要再除掉它就很困难。所以
你要了解到，当它刚出来的时候啊，很嫩，很嫩的时候，你很快改变，用我们的般若妙智慧，改变这个烦恼是我头脑生出来的，是我的佛性生出来的，我佛性生这个烦恼，让我烦恼，我一定不要听他的话，干嘛我一定要听？我不听你这个生烦恼的烦恼，好，不管你的，摔掉，没事了，好不好解决？很好解决无去啊啦，烦恼无去啊。等下你去讲你迄什么敢有？无啊，无啊，全部没了。你那个记条条时间过得越久越坚固，过得越久比如你对哪一个人讲一句话重伤你的，你拢甲记条条，迄愈久迄个生出来的那个恨越强，你当时就把它解决掉了伊也唔捌你我别讲摔掉了，没了，无去，这样好不好？这样也不要伤害自己嘛我们自己也过得好，别人也好，往后再见面什么代志的无，拢无发生，好不好相处？就好相处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自己可以很好的去处理生活上一些琐碎的事。这个烦恼坚硬犹如是水一入夜细心不善，难可调伏你一天一夜都一直在想那个烦恼就很难去降服那个烦恼。又如家前不畏于人山林野路见人不走嗔恚难去如守家狗。那个家犬，你家里面养的狗它不会怕人，可是在山林那个野路看到人赶快逃跑了，为什么？会叫抓一台会没命所以那个嗔恚难去好像守家狗。那么慈心易失如彼野路那个嗔恚很难去掉了。好像家里面的狗拢给你收掉啦，拢唔走。那慈心那慈悲的心很容易消失，好像那个野鹿一声走拢无管，无影无食，是故此心难可调伏。于是欲故不明大慈，所以那个大慈你一点点慈可以你大慈它就很不容易啦，很不容易培养出来。复次善男子，譬如化石其文常在，化水素昧事不久住，那个化石这个文都时常在，然后那个化水水微。咱咧画的水真紧就灭去事不久住嗔如那个化知善根本呢，如彼化水这个嗔如化石啦，应该是石头那个写错了，或写成化名。化石才对啦，那个嗔呢，跟它化石，知善根本跟它化水，用水画一声都无去是故难得调伏。如大火炬其明久住，电光之明不得暂停，大火炬用那个真济的材料在咧烧那个光明都咧真久，可是电光那个闪电的光一声就过去啦，不得暂停。那么嗔如火炬那敢若大火炬，那么慈如电明
那个词啊，敢若那个闪电就无呀，是故此心呢，难得调伏，以是义故啊，不明大慈。三男子，菩萨至于初地呀，名曰大慈，那个初地，菩萨呢，有十地啊，初地叫欢喜地，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常讲的话，记开掉啦，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南胜地，然后远行地，现前地、不动地，这个散会地、法云地，较只两记开掉，那么菩萨至于此地呀，名曰大慈，何以故啊？最极恶者啊，名一忏提。初住菩萨呢，修大慈时啊，一忏提啊，心无差别，不见其过，故不生嗔。以是义故啊，得名大慈。为之众生呢，慈无利益啊，是名大慈。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菩萨这些慈地大慈啦，那个极恶的一忏提他呢都对他没有分别心。那么欲与众生呢，无量利乐啊，是名大慈。于诸众生呢，心生欢喜啊，是名大喜。欲与众生无量利乐呢，是名大悲。于诸众生啊，心生欢喜，是名大喜。慈悲喜舍，无所拥护啊，名为大舍。若不见我法相己身，见一切法平等无二，是名大舍。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把自己的快乐舍掉，然后布施给别人快乐。三男子，为是无量，能令菩萨增长具足六波罗蜜，其余之行呢，不必能耳。就是只有四无量呢，可以使菩萨增长具足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四无量心呢，可以增长具足。那么其余的知行不一定能够这样。三男子，菩萨先得世间四无量心，然后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间者，才呢这个能够这个出世间。离开凡人。三男子，因事无量，得出世无量，以是义故啊，名大无量。所以我们这个世，这个世间呢，有无量，无量的这个佛世界，得出世也无量，出世间呢一样有无量。迦叶白佛言：此无利益与利乐者，实无所为。如是思维即是虚观，无有实力。这个迦叶又问此没有这个利益以这个利乐，实无所为。如是思维即是虚观，无有实力。这个假的。是真，比如比丘观不净时见手着衣，悉是皮相，而实非皮；手可实弹，皆作虫相，而实非虫。观大豆羹，奏下直响，而实非意；观手实肉，犹如骨髓，而实非脑。四无量心亦复如是不能真实利益众生，令其得乐。虽口花言以众生乐，而实不得，
如是之观，非虚妄也。所以这个观点呢，真的比较我们想心有问题。所比丘呢，观不见看他呢所着衣穿的衣服悉是皮相，好像呢都是皮，而实非皮，不是真的皮。所可食蛋可以吃的蛋就是吃，皆作虫相可以吃的呢，都把它当作是虫，而实非虫。那观大豆羹呢，做下肢想，大豆羹呢，做那一种下肢就是很不理想做的东西而实非异，不是呢，不同的东西。那么观所食肉，那个乳肉犹如水脑，刚才在讲了，我们人的头脑那个水脑，而实非脑，所以这个吃的时候心都有问题了。他用这个来比喻事无量心，也是这个样子，不能真实的利益众生，令众生得到快乐，虽口花言以众生乐，而实不得，实在不得。如是之观，非虚妄也。那么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真勇猛，无所畏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有时候他的观点跟我们的那个观点都不同，而且差别很大我们听起来会很理想，他竟然称赞即为迦叶而受记言，肉于一众生呢不生嗔恚心，而愿以彼乐，是名为慈善。对一个众生你不生呢嗔恚心，而愿以彼乐，愿给他快乐，这个叫做慈善。一切众生中若起于悲心，是名圣种性。对众生呢起这个悲心就是圣种性。众生太可怜了，应该都使他们能够成道做佛，得福报无量。摄食五通仙，悉满此大地有大自在主奉施其手安。这个五通仙呢满大地有大自在主呢都奉施呢其手安，生活上所必须的象马种种物所得福报果，不及修一尺16分钟一16分钟之一。善男子，夫修持者实非妄想。地是真实，实地。若是声闻眼觉之词是名虚妄。知佛菩萨真实不虚，因何知也？说声闻眼觉那个大部分都在独善其身那他们独善其身的词就是虚妄不实在了。那佛菩萨真实不虚因何知？怎么样知道呢？菩萨修行如是大涅盘者，观土为金，观金为土所以这个土跟金它做平等观地做水相，水做地相水做佛相佛做水相，地做风相风做地相，随意成就无有虚妄。所以在菩萨的时候他呢就可以无量变化就随意就可以成就，都不假的，都是真的观实未非众生观非众生为实众生悉随意成，无有虚妄这个观实为非众生，观非众生为实众生。所以各位姐，这个呢就比较我们少应用了
把那个非众生啊，把它观成是众生，把众生呢观成啊非众生，就是把所有风土啊，所有风土本来呢就是这个物质，把它物质观成是众生，这个以我们身体来讲就最现实了。这个身体的所有风土啊，不是众生。那我们要了解啊，把这个非众生就是啊，已经呢不是了，虚空之间啊，那个都不是众生，把它观成呢是实在众生。因为菩萨呢，他有那个能耐，说随意啊就能够成，随他的意思啊就能够成就。或者都时常讲，你在沙漠旷野热得不得了，活菩萨呢可以啊变成一棵树，让你去乘凉。所以啊随意能成啦，各位了解意思吗？有那个功夫啊，只要你已经呢证悟了不生不灭佛性本理，你就有那个能力。还要引导众生呢逃出劫难。你可以变一只小白兔让它追，它一直追，因为要追你呀，它的灾难就过去了。你知道它的灾难，你引导它逃离，可是啊，它逃离以后，它不知道是你引导它逃离灾难，所以这个就真的是菩萨。行了善不要人知，不要人去知道。所以那个随意啊，就能够成就，无有希望。善男子，当知菩萨是无量心，是实思维，非不真实，是真正的那样想那样做。那么允而名为真实思维，未能除断的之烦恼故，就是菩萨能够除断的我们众生的烦恼。善男子，夫修持者啊，能断贪欲。这个持啊就可以掉贪欲。修悲心者啊，能断嗔恚。修喜心者啊，能断不乐。修舍心者呢，能断贪恚啊及众生相。以是故名啊，真实思维。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假如说不乐。众生啊，时时刻刻啊，都呢进入那一种不喜欢不乐的那个现象状态之中。那我们修喜心的呢，能够呢除掉他的不乐。这个呢就看了我们智慧怎么样呢，使他产生欢喜。把他的那个不乐啊，去掉。是无量心呢，能为一切啊施善根本。所有善的根本啊，就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心。若不得见啊，贫穷众生无眼生慈；若生慈啊，则不能起慧施之心，以施因缘，令之众生得安隐乐。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是无量心啊，很重要。那个无眼生慈啊，没有原因，我们生慈呢慈悲心。若不生慈啊，则不能起啊慧施之心。所以一定要有那一种慈。所以我们了解啊，不落入那个名相啊，不要落入凡尘的一些现象，在我们心中来行持。落入现象我们久了就会变质啦。像现在啊，你看那个瓷器为了地啊，不是跟很多众生都起争执吗？有没有？人家观点就180度转变。其实他们发心的都是很好，牺牲奉献，不是要跟人家争的。可是后来你看，就有一些人去争，那已经变质了啦。所以我们要了解，保持我们心的那一种清净，心的无为，那个很重要。我们呢就按照自己内心的行持，没有原因无缘，然后生慈。所谓这个饮食饮，鸡剩衣服花香呢，
传色载灯明，如是施食金如细腐，不生贪着，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布施了以后，要了解，我们不等待果报了。等待果报的时候那个叫做有相布施啦。那你布施多少，得到多少了，那个不好。我们都叫做无相布施。布施了以后不等待果报，我们把所有布施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布施都回向无上正等正觉。很多都会问我们这个诵经要不要回向？我说好了，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会不会？回向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要我们成就这个呢，我们不贪名也不贪利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数量心非常重要。其心而时无所依止，妄想永断。就是数量心的时候无所依止我们不会依赖什么无所依止。然后妄想永断不畏怖物不畏不畏不恐怖不畏惧。然后名称利养我们也不为名称利养不求人天也不追求人天所受的快乐，不生骄慢不忘反报就是不期待人家果报不为他人故行布施不求富贵，还行施食不见受责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识，此非知识。施食不见是气非气，不择日食是此非取。所以这个就是最理想的那一种布施的心态就是管那个受者是什么样不管他是持戒破戒，不管是福田非福田，不管是善知识或非知识施的时候都不见是佛气还是凡夫也不择入食是此非取。下课公干台，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先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聚会学讲。我们的手上都有一张这个楞严经精华重点所在。我们已经把那个楞严经全部都讲过。可是因为太长了而且里面也太多意思太多，那可能都不容易了解意思，也不容易抓到重点。所以或许呢，把那个精华重点所在有把它写下来。之前我们有拿到一张，有没有？那一张是概略比较第几页重点都在我们直接看那个楞严经的那个书里面。那这一张是已经把只要它精华的重要都把它列出来。在北部讲，那我们北部讲了以后会把那个CD 或是 MP3记下来，各位就可以听。因为讲在北部讲一次呢，只有讲一段而已并没有讲完，可能一遍就录不下，要用 MP3 来录。那各位要 CD 的话，就要录成2、3片了。那讲完以后了，我们会录下来。各位要不要那我们呢就开始讲这个《涅槃经》。我们讲到第几页了？
布施啊，50页的哪边？到42。依护不计这边，这个依护啊不计，积极欢乐不见因果，只是众生，此非众生，是福非福，虽复不见施者、受者以及财物，乃至不见断及果报，而常行施，没有看到果报，可是常行布施，无有断绝。三男子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所以这边呢，佛就讲，说要布施的时候就不要去管那个整个现象是怎么样，积极欢乐。要布施的话呢，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一样呢，可以布施，也不见因果，见因果以后会有分别心，布施呢就不会普遍，也不计较这个众生，那个身份地位，此众生此众生，是福非福全部呢，都不去这个了解那一些状态，这布施呢才会普遍，也不见呢这个施者、受者以及财物，也就是三轮体空。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了解说，布施的人也不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带这个财产来，没有。在凡尘这个东西敢若海水溢来溢去，溢到为咱家来，咱有法度布施，然后就把它布施了，所以这个样子所以他没有那个布施的这一种，我们要了解说没有说生下来就是布施的人，没有固定的，所以他布施他也没有。那个说是我布施就高人一等，也没有那个心，所以布施者、受施者以及布施之物三轮体空，都是空的啦，凡尘的东西都是凡尘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不见那一些施者、受者、财物，以及不见呢果报，以及不见断。都呢能够常行这个布施。三男子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假如说看到人持戒，或是看到他破戒，一直能够看到果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布施有时候就没办法去行持。若不布施呢，则不记住谈波罗蜜。不记这个不记住那个谈就是布施啦，波罗蜜也就是清净的彼岸，就是布施能够到达清净的彼岸，则不能成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没有办法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我们了解说，这布施在佛教里面它是很重视。这个四摄第一个也是布施，六度万行第一个也是布施，都是以布施为重要，为头，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布施在我们这个修道者来讲非常重要。布施另一个角度就是舍，就是已经不住相，我们已经舍。能够舍，各位了解吗？舍，舍，给人啦，拢规个给人，整个都布施的都舍了，
所以就不会住相。那不住相啊，就容易成就。所以我们能够离相啊，离相明佛有没有？那么容易啊，只要离相就佛了。离相啊，我们离开形象啊，整个的呈现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要我们离相了，都是佛性啊。我们形象啊，都是生灭啊。那佛性不生不灭啊。只要你离相了，你就走路不生不灭了，就已经是了，就是佛了。所以我们布施很重要，能够舍，能够布施。善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啊，身已经呢，中了这个毒箭，其人见属啊，亦令安稳，为此毒箭啊，即命良医，而未拔箭，所以啊，这个就了解说，我们中了这个毒箭要赶快把箭呢拔出来然后敷药，这样呢才有救。彼人方言且待莫处。这个中间的人或是家属说马家姐切待，再等待一下不要去接触这个箭。我今当观如是毒箭从何方来？这个有没有智？没有智慧，人都要死啊！你要管的智慧都来，都已经丢钱所以这个没有智慧，说蛮细我要研究这个箭从哪里来谁是手射，什么人射毒箭更复作念是何木也直也流也这个箭是什么做的一直要研究这个等到你还没有研究都死掉了啦所以就是要了解那个轻重缓急这该当如何的时候剩下的都不要管这个急处铁者那个何也所出那个箭头那个是铁做的吗怎么做出来的刚也柔也。那么举毛羽羽毛呢是何鸟翼也所有毒者从咒而生也从何呢生下来的毒蛇也。那么如是与人竟未能知寻遍命中这个寻就是很短的时间这个选举的意思，很短的时间就会命中了要赶快拔出来，就不要管那一些其余的问题啦重点我们要抓住啦抓住重点。所以我们在凡尘修道也要抓住重点。各位浅显，我们修道的重点在哪里？要摸到根对不对？才会成仙作佛这个重点重点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所以或者都讲不困难，只要我们做万念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你万念放下你做了一段的时间以后一念呢都不产生。这个时候我们有很灵敏的知觉性，很灵敏的知觉性你放不下，可是它了了分明各位浅显，我们说呢见性成佛，这个就是啦我们那个很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你见到这个就是这个在当佛的啦所以只要我们见到，我们一定可以成佛各位见到了没？因为或许一直鼓励我们一定要做了你只要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你一定会去体会到，当我们念头都不产生的时候
有一个很灵敏的知觉性，那个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说明心见性，心明因果不灭，见性成佛无疑，这个就叫见性了，一定成佛。所以各位要对自己有信心，自己就是佛。你见到了，你就是佛。是不是很容易？很容易，对不对？那都不介意，是很容易的啊！所以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修道都已经得到性理真传，可是我们没有去摸到，不了解到这个状态，我们这修不成的。然后我们真的得到性理真传，然后我们又实际的摸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了解的，已经呈现了。不能住相住相就消失了不住相的话，那个灵敏的知觉性就是了，你领悟就是见性了见性就成佛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而且我们当灵敏的知觉性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脾气毛病贪嗔痴慢疑没去无咱直直讲我要改毛病气脾气改几步几十年改袂到啦拢掉咧那个脾气毛病很难改掉啦。可是你走入佛性本体没去脾气毛病拢没去为什么？不会跟人计较了。你计较的时候，脾气毛病都在。你不计较没了没有了，已经都没有了。整个连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消失了。就会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我哪拢无去脾气毛病哪拢无去你也欢喜的。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就是好直接到达本源为根源做马上到。三持菩萨欲耳，若行施时分别受责，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失。所以佛呢就讲说菩萨也是个样子。假如说你要布施的时候然后你去分别那个接受的人那个我们要布施的对象他是持戒呢还是破戒然后布施了以后有没有果报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布施就没办法做已经呢都被卡住了啦。所以我们是了解就像我们抓到佛性本体这样直截了当，中间的牵肠挂碍都去掉去除掉。若不能施则不具足谈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菩提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谈就是布施波罗蜜清净的彼岸。布施就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那没有布施的话就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能够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那菩萨呢行布施的时候宜知众生慈心平等犹如直想菩萨呢在行布施的时候对于所有的众生呢都呢这个慈心平等都是平等心来对待，好像呢自己的孩子一样又呢行布施时宜知众生起悲悯心必如父母瞻视病子行施之时其心欢喜犹如父母见子病愈看到呢儿子病已经好了所以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对于所有的众生起这个悲悯心落入凡尘在凡尘受苦各位浅显我们落入凡尘
有没有受苦啊？哦，所以落入凡尘有现象啊，哦，都是苦啦，都是要吃苦。这个生下来哦，就把我们那个脸啊，就写一个苦啊。哦，你看我们眉毛就是草啦，然后在我们一个十字啊，在一个口啊，苦不苦？哦，苦拢写在面啦。你讲无苦人嘛无爱信，哦，足苦的，是苦啊。所以我们了解啊，要悲悯众生啊。我们要先可怜自己呀、为什么落入凡尘当众生？因为不知道真理，造了很多业，被业推来，可不可怜？我们自己也很可怜的。做众生啊，咱若无正业，咱就做仙妇了，对不？对不对？仙妇可不可怜？可不可怜？是。不可怜的，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当仙佛都不可怜，所以我们当众生可怜，然后也怜悯众生都很可怜，所以不管他是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都很可怜。只要落入凡尘有现象当众生都可怜要不可怜呢，就要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可怜了。你看我们的法身没有形象，那个不会可怜，都不会苦啦，不会冷也不会热。所以或许说我们南部现在不是很缺水嘛，我早晨出来还下雨基隆在下雨跟你讲跟有影真的嘞，你看我都带雨伞下雨赶快回来的时候一出到外面那落雨，我里面摇伞然后坐车呢，坐到那个收费站，戏子收费站过来，看看地干的嘞，刚才阮家人在落尔啦，所以家人袂欠水可是你生活在那边就发霉了。时常下雨有的比较年轻的会哭嘞。你在哭什么？一直下雨下雨也要哭年轻人喜欢玩，下雨没得玩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当众生呢都是苦，都是受苦。然后我们要先培养自己从心里面就是了解到自己就是佛，然后我们那个苦就去掉了没有苦了，众生很苦佛不会苦所以那个苦乐都是主观的认定，没有客观的标准你假如说很没有钱，可是你生活得很快乐，那个快乐从心里面产生的，表形象那个都无关紧要啦。那有钱人他也都很愁眉苦脸很苦我们跟他很有钱很快乐不快乐很苦所以要了解苦乐都是从主观认定你认为苦你怎么样都苦啦，你认为乐不管什么样的遭遇都乐，都很快乐，快不快乐？讲出来都唔敢心理直气壮有时候现象受苦啦，可是心里面快乐所以我们先从心培养快乐，没有苦啦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最上圣的已经都这个上天大开普度已经都得到了又研究最上圣，又了解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又摸到根哪会不快乐有时要这样告诉自己，已经快乐得不得了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怜悯所有众生我们再来看所有的众生就连我们很多求道了不研究性理心法他也不知道这个根他也摸不到佛性本体
哦，他也快乐不起来。那个快乐假装的啦，还假的。哦，真的快乐你要摸到佛性本体才快乐，才真的快乐。谈到快乐就可以怜悯众生，可怜所有众生他没有得到这么殊胜的那个成佛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呢怜悯他。要呢这个布施给他，要呢救度他，鼓励他研究，所以要起悲悯心。好像呢父母瞻视病子，好像孩子自己的孩子这个生病了，那么行施之时其心欢喜。这个时候布施呢，那个心就很欢喜，好像父母看到孩子病已经好了，那么祭施之后其心收舍，犹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成佛。布施以后其心呢放舍啦，就是我们不要去记在心上。或者都讲，我们布施记在心上，得到的果报跟我们布施的那个一样。布施多少呢，果报就多少。那假如说我们布施以后都不记在心上，那个就转入我们的见分，变成我们的德本，德道德的根本。所以我们布施以后就不要记在心上。看到父母这个父母看到儿子已经长大了，自己有办法生活了，都要放手啦。布施了以后，我们也要放，不要记在心中。是菩萨呢，以持心中，布施时常作是愿：我今所施须与一切众生共之。就是这个菩萨呢，在慈心慈悲喜舍我们都有，我们有四无量心。慈就是给人家快乐以乐，悲呢就拔苦然后喜就是随喜，随喜功德是无边，然后舍就是也一样舍给人。菩萨以慈心之中布施那个吃的东西时候常作是愿，就是有这个愿力。我今所施悉一切所布施呢，都要给所有的一切众生共之所有的众生众生就很多了。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呢得大智识，所以以这样的因缘令众生得到呢那个吃了以后就会长知智慧，得到呢大智识，勤进回向无上大圣，就是很这个精进很殷勤的回向无上大圣，就是所有的一切努力都朝着无上大圣就是最上最高的大圣佛法，就是佛。愿之众生呢得善智识，就是能够有这个善智，有那个智慧来行善，然后吃了以后能够回向无上大圣。那不求声闻缘觉之时，不求那个阿罗汉，因为阿罗汉独善其身，菩萨呢跟佛兼善天下，所以不求声闻缘觉，缘觉呢就是辟支佛，修那个12因缘，不求声闻，声闻呢是苦集灭道，是地法，不求声闻缘觉，那一种这个独善其身的，都呢要兼天下。那么愿之众生呢，得华喜时，能够得华，所以各位这个前贤，这个华
最高的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最高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得法就是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得法，法喜，得到这个法就很欢喜，得到法喜，那么不求爱死啊，这个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啊，这个爱啊，就被凡尘绑住了，脱离不了凡尘，所以之前呢我们有讲，那个忤逆罪啊，有没有？有那个杀父杀母，有没有？然后啊，那个父佛就讲，就是无明，然后母啊，就是贪爱，贪跟爱就是母，那个大慧菩萨问佛那个忤逆罪啊，然后佛就用那个修持的那个来讲，说杀无明啊就是杀父，杀贪爱啊就是杀母。你把那个无明杀了，把贪爱杀了，你现证实法，你现证啊，就可以到达佛的果位了，有好不？有好不？我们要杀掉无明很困难起心动念叫不觉，不觉叫无明啦。所以，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啊，就已经是无明。我们要把它杀掉，容不容易？我们都不知不觉就起心动念了，对？所以往后要告诉自己，念头来了啊，无明，你会提起啦，提醒自己呀，不要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就保持清净。清净心经典里面所记载，那或许发明的文词叫做灵敏的知觉性。你知影以下面佛性本体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求爱死啦，那个贪爱不要。愿知众生呢，悉得般若，波罗蜜时，般若就是妙智慧，所以我们要知道妙智慧啊，像早上啊，或者就自己就感觉到我得要出门了背包包了要走爱抓雨伞。这个天这两天啊，好天啦，基隆也是一样好天气，出太阳，唔免啦，出日头唔免呀，真的入来出安尼落来到下骹了，哇，爱搁入去呀，蛮严的，有呢安尼落来，搁要搁倒转去搁热真呢。不像我们一开门出来就外面。我们那个都要见过好远才能到外面，觉得出来讲下雨，搁我都等你。所以那个般若就是佛性的妙智慧啦。他已经提醒了，爱摇伞，免啦，搁加排一下当。好，等下这个等下呀。所以有般若就有我们时常会用当你有般若妙智慧，遇到事情佛性会告诉你怎么处理，佛性也会直接跟你讲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假如说没有般若妙智慧啊，就会做了以后都唔知一定要都静了已经都作业了。你有般若不会。那个所做的都符合真理，符合真理不会有业，就不用受苦，皆令充满摄取无碍，增上的善根，这个没有障碍增加向上，
所以我们要了解增上缘，增上呢，增加向上，那个善根呐，善根或者都讲，我们行善呐，会让这个善生根，善根有了以后，我们就依到善知识了，善根成熟了，有善知识引导了，我们修道头头是道，就做得很顺，还很快乐，过的呢就是佛的领域一样的，那焉知众生误解空相，所以希望我们呢所有众生呢都领悟了解空相，所以完成所有万象叫做一相，所谓的无相，无相就是空相啦，完成所有都是空，知道吗？万象拢空的啦，因为无常变化，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剩下的都是虚相、假象、幻象，都不真啦，所以叫空相。希望我们众生都能了解，完成所有都是空相。当我们了解真理爱跟人计较免，拢唔免啦省掉很多麻烦了，我们心都宽广了，都不会很狭隘。假如说我们不了解真理一点点都要计较，我们回顾一下，计较都没用了，到头来都是空，拢假啦，拢假甲人结怨，都没用，所以要误解空相，领悟了解完成所有呢，都是空，都呢不实在，得无碍身，犹如虚空。我们得到呢，没有障碍的身，就是法身。法身呢，那个无碍身，它呢，好像虚空一样，非常广泛。我们的法身就跨空跨。那么愿知众生呢，常为受者怜悯一切，为众无田。所以愿所有的众生呢。这个常为受者怜悯一切，这个怜悯所有完成的一切，众生，然后为众生的福田，众生呢看到你就想行善，就是众生的福田啦，各位了解意思吗？我们看到某一个人，看到他以后我得来做好事，有没有？那个就是福田啦，只要你看到他了你就一直想行善，表示他就是众生的福田。那假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你心就起了怨愤，那个什么就不好了，对不对？那个就生出三恶道因，怨愤三恶道因就不好了。你看他以后就想行善，那个叫福田，这样福田知道吗？无咱咧讲福田，佛经里面时常看到知以什么意思？善男子，菩萨修慈心持，凡所施时应当坚花如是等愿。就是坚定的来花呢这样的那个愿力，复次菩萨于慈心中布施讲时当作是愿，那个讲就是这个饮料喝的啦，就是茶水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就是布施呢要跟所有众生都给予所有众生。
那么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呢，去呀，大圣河，去呢就是往，这个往大圣，那个河啊，就喝水，可以啊，非常多的水啊，就不会渴了。那么饮八味水，这个八味水呢，也叫做八功德水，第一个澄净，第二个呢清冷，第三个甘美，第四个清软，第五个润泽，第六个安和，第七个呢饮食持饥渴等无量的过患，第八个引以能长养之根，四大正义。所以这个八功德水啊，八味八味呀，这个澄净、清冷、甘美、清软、润泽、安和，饮食持饥渴等无量过患，引以定能长养之根，四大正义。所以啊，这个饮乐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都没有这个负面。速摄无上菩提，知道，很快的就是啊，已经交涉上无上的菩提之道，离于声闻缘觉这个枯竭，就呢不在呢声闻缘觉这两个地方就是那个独善其身的那个里面啊去这个探讨。可养自求啊，无上的佛圣，就是啊，最上圣的佛法，断烦恼壳，那个烦恼壳啊，就把它断了，不烦恼了，那可养法味啊，就是呢要喝这个法味，离生死爱，我们因为有爱啊，就在生死里面六道轮回。那么爱的大圣，大圣呢，使我们啊，离苦得乐，可以啊成仙做佛。那么大般涅盘，具足法身，我们呢，只要能够这个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呢都可以呀记住啊这个法身以法为身，整个虚空啊都是我们的法身没有形象，不会死亡永远在。那么得知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得到呢所有的三定所有的三昧啊正定入于甚深智慧大海入于很深的智慧大海。所以我们这个性理心法，你越研究，只要你能够了解到佛性本体，你越研究越深入了非常的深，无底深渊呐，都清咩你发现以后，自己会自己很高兴研究，自己会喜欢钻研喜欢深入，越深入智慧就越高。你就知道我们人的身体真的是不值得我们去爱惜。我们所要爱惜的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本体真的是发挥出来无量无边的非常广泛身体能做的很少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定呢要从佛性发挥，一定要认识最起码呢要先认识，认识了以后呢才有办法深入发挥出来。进入智慧大海能够呢帮助所有苦难众生所有苦难的众生都可以帮助他解脱可以指点他呢得离苦得乐。愿诸众生呢得甘露味得到这个甘露味就是辞掉百病露味可以辞掉百病菩提出世
离欲极境，就是我们觉了就不用在苦海里面在凡尘，可以离欲极境离开呢我们凡尘的欲望凡尘欲望也是一样，无得深刻啦越追呢欲望越多，如是滋味愿知众生呢具足无量百千法味都希望我们呢能够具足法味，具足法味以得见佛性看到佛性只要看到佛性呢就一定成佛见佛性已能于法语就是看到佛性了以后这个能大转法轮能以法语以法语语佛性呢遍覆犹如虚空这个佛呢就讲这个佛法大转法轮以后那个呢就是法语我们呢接受这个法语滋润就不会呢干枯了就可以利益万物万物呢都需要这个雨水，复令其余无量的众生得一法味所谓的大圣所以在这个涅盘经里面呢一直推广呢就是大圣，也就是最上圣希望呢我们众生呢都得到呢这个最上圣非知声闻必知佛位就不要追阿罗汉呢跟必知佛那个独善其身的。那么愿知众生得一田味无有那个六种差别之味那个六种六道轮回就不要。愿知众生呢唯求法味都要成佛无碍佛法就是佛法，我们进入那个最上圣的这个佛法。那么所行之味不求一味剩下的味道就不追求。菩萨呢于慈心之中不思讲时应当呢兼发如是等愿就是要发这种愿复次施这个居胜时那个车坐车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所布施呢希望呢跟所有众生呢来共同都能够这个享受。以是因缘普令众生呢成以大圣得住大圣这样的因缘就普令呢所有众生成以大圣就是在大圣佛法成就得住大圣，能够呢住在大圣佛法不退于圣不动转圣，金刚作圣相于佛圣，大功德菩萨于慈心中施车圣时常应如是兼发誓愿这个呢就是圣呢就是车圣坐啦咱解大圣坐来做佛啦我们一起做到佛地坐来做佛大圣永永全体会袂过啦圣坐车啦咱就甲车坐来迄佛地坐来佛的所在所以这个大圣以布施衣食当作是愿：
我今所施啊，悉一切众生共施，以是因缘，令之众生呢得惭愧衣。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这个佛一直啊都说呢，我们在凡尘啊要惭愧啦，所以或者都讲，我们既然落入凡尘有形象啊，惭不惭愧？没有惭愧就是成佛啦，你当佛就不惭愧啦，你当众生惭不惭愧？不管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都惭愧了所以就不要骄傲我们了解就是要惭愧我们有惭愧的心呐我们就不会有骄傲不会我慢那不会我慢我们就可以离开一些不善的那一些这一个形象里面所以那个惭愧我们都得到了这个惭愧衣。所以或者都想，我们就上个礼拜不是讲那个释迦牟尼佛就为了8个字知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对不对？是不是上个礼拜讲？知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即灭为乐，有没有？那个尸体还阴那个天地地势他就画一个鬼来试验他，有没有？然后他只有讲前面8个字后面8个字没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修菩萨道，说你把那个8个字收了以后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他说我要吃那个软软的肉，喝热的水，有没有？他都答应他就讲说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有没有？各位就可以想象了为了8个字可以舍掉生命。我们现在肯不肯？莫讲8年啦，你80年、800年、8000年、8万年都不爱。不肯不肯。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以往的那个修道那个心是很坚定。真的他讲完了以后他就要履行他的承诺。他说要给他吃软软的肉，喝热热的血，然后就爬到寺的上面寺很高的上面去跳下来，有没有？有没有？然后要跳下来的时候，要赶快把那个衣服绑个好，有无？讲那跳落去好看到伊的身躯的吧？你看要死了都还那么顾忌到袂使失礼啦。咱即马你若看你穿伤济人唔爱看，你若穿少少好，安尼大家拢目睭金一直甲你钱，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有没有惭愧？好像很缺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价值所在啦。我们人身体那个修持者都讲不净、肮脏咱拢保你对吧可是那个修持者讲观身不净，足垃圾的啦迄拢无清气，足垃圾。上清气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他要我们追这个不要呢在身体上着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现在着重这些身体所以就无少的重资啦，创啥买化妆品来化妆人都爱看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修持者他不会用量，他说素颜咱拢什么拢买些
细细安尼上好看，这样最好看重视要重视佛性本体，你身体是要来表现，你整个把佛性表现出来，佛性借着你的身体发挥出来，所以身体不可贵，可贵是佛性，所以我们现在你看那个行为你帮助人那个行为都可贵，对不对？最可贵就在那里，那个都是佛性，身体方面也谈不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之所以可贵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它可贵，无量无边，你一直可以用不完的，你一直行善不会有那个尽头的，一直行无量无边，你直直做都袂讲无通做你要做就有，要行善就有，只要你利益众生无量无边，所以我们了解最价值就是这样，上有价值，身体天地的物质随风土众缘聚会借我们用。那个水风土这些给了嘛是没有可贵的，可贵就是佛性，佛性伊无形象借的身体来表现出来，让我们都能够去把那个最可贵的把它呈现，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惭愧衣我们要得到惭愧衣。穿起来都很惭愧。法界护身，法界就是整个虚空虚空就是法界，整个法界护身，把咱拔掉的保护掉嘞。所以这个法界护身就是护着我们的法身。把咱的法身呢，拢砍掉的，类知见衣那个知见就是咱众生的知见，迄个甲拍破，众生的知见把它类知见衣，知见都不要，咱若有知见就做众生啦，知见都没有了，就成佛啦，就佛知见啦。这样知道吗？离身一尺6寸得金色身，这个衣服离开我们的身体有1尺6寸，得到金色的身，所受的之处柔软无碍，光色润泽，皮肤呢细软，常光无量。无色离色，所以没有啦，没有形象啦，常光无量，常极光就是无极理天常光我们呢都佛性本身呢就有常光，常常呢发出光明，无色没有形象，离色离开形象。厌之众生呢，悉皆普得无色之身，过一切色，已经超过一切的形象，得入无色呢大般涅盘，这个最理想的状态啦。你佛在咧画给咱看，你绘出来咱的目的地就是要这个样子，这个最好的无色之身都没有形象，那个法身已经超过一切色，超过一切形象，得入呢无色大般涅盘，已经呢得到大般涅盘。菩萨呢不施衣食应当如是兼发誓愿，不施花香，愿之众生呢皆得佛花三昧，得无碍香，离之臭秽就都得到呢
佛花三昧，佛那个正定三昧啊，要正定，得到无碍的香，离之臭秽啊，都离开所有臭秽，常遇啊善友，能够呢时常都遇到善友，都呢要跟我们呢这个互相探讨啊，大乘佛法，性理心法。记诸善根，所有善根呢都记住了无上的珍宝，相视啊和悦，无有忧苦，就是啊，这个互相看，对看相视啊和悦，都很快乐，没有忧苦。悉得成以啊大般涅盘微妙莲花，其花香气啊，充满十方，结识大圣呢，大般涅盘，存食啦，就是都是吃大圣大般涅盘，无上的香馔，成就功德啊，所熏之身，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是施以花香，施传福时啊。得天中天，天中天呢，就是佛那一种状态，天中天所卧之床，佛呢他所卧的床，得大智慧啊，作事禅处，卧于菩萨呢所卧之床，得乐卧，离生死床，作无上床，不为世华之所降伏。得无畏床，永离一切烦恼厌贼，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已经呢把凡尘的，跟呢天上的佛的境界啊，都对比，讲得很详细。施设宰时，利诸众生呢，主大圣舍，就是啊设宰住家，这个。就是啊，能够呢，这个遮风避雨啦，或者都讲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就好了，那个设宅，令诸众生呢，都处在呢大圣舍，就是住的地方呢，都是有大圣佛法，那么都是有修行的善友，所行之行啊，修大悲行。那个大悲啊，就是啊，把众生的苦啊，能够拔掉，叫悲，修大悲行，六波罗蜜行，六度啊波罗蜜，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啊波罗蜜行，大正觉行，大正觉，那个正觉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的正等正觉，正觉行，一切呢愿之众生呢，皆得正念，正念啊就是佛知佛见，远离啊恶念，安住常乐我净，常入我净呢，佛的四个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在凡尘啊。这个一切啊都是这个比较落入于那一种无量烦恼，你到呢这个常乐我净啊，他已经呢这个成就了，那么永离四倒，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四倒，四个颠倒啦，四个颠倒啊。我们凡尘就是都四个颠倒，常乐我净啊。然后我们众生呢，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啊。认为把这个众生的四个无常无乐无我无净认为常我净啊，有没有颠倒？有没有？所以我们就跟我们讲说永离四倒，就是离开四倒，
因为我们凡尘要了解到认为的我就是水有风土啦，这个身体。那佛说的不是，这个不是我然后那个凡尘的这个一切的这一些快乐它有那个苦相对，所以佛说那个不是乐，那个是苦啦。我们认为是乐然后我们一出生在尘一直在生老病死、生度异昧变化。可是我们认为就是常都拢安尼拢未变拢看你今嘛啦，今嘛拢未变，唔知影讲慢慢伫个咧变一直新陈代谢，所以这个把无常当成常。无我当成我，无乐当成乐啦，无净垃圾你就拢当作净，很清净，拢颠倒啦。佛说我们众生颠倒，颠不颠倒？不研究还不知道讲有，拢嘛拢徛个正，哪有颠倒？悉皆受持出世的文字必为无染一切的志气所以拢受持出世离开呢这个凡尘那个文字都告诉我们要离开呢这个凡尘不要呢在凡尘呢受苦必为无上一切的志气就是最高无上，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它已经最高了智慧的器具就是我们的德妙智慧。那么悉得入于甘露污载都进入那个甘露污载一进去以后不会生病。那么施灯明时令诸众生光明无量，安住佛法，常得照明其目清净，无知呢忆往就是我们眼睛都不会有毛病都呢是常得照明，都很光明得大智具这个大智很有智慧的火光那个具佛。善解无我，无众生，无人，无寿命就是我们了解说无我，无众生，无人，无寿命就是没有事相所以只要我们记录没有三心就没有事相，没有三心四相就没有六道轮回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无我无众生已经呢进入没有事相的状态它都已经呢都是佛性呈现皆得睹见清净的佛性拢会当看到咱清净的佛性或者刚才讲的那个很明明的觉性就是我们很清净的佛性拢会当看到咱拢看到对吧？佮换一个名词文字都唔敢用讲伊是拄则咧讲的经典里面就是这样写啦那个灵敏的知觉性是佛学说的啦，那个经典里面没有经典里面写就是写那个清净佛性皆得睹见清净的佛性因为我们看这样会比较生涩啦看较敢若离我较远若用灵敏的知觉性敢若离我较近一样啦都一样的。犹如虚空我们清净佛性呢非常的宽广像虚空一样，整个虚空呢都是我法身
都是我的法身，都是我佛性的本体，而无量光，普照呢知佛世界，可以得到呢无量的光，照呢佛世界，得大圣呢大般涅盘，已经呢到大圣，大般涅盘，已经呢都进入不生不灭，微妙光明，事物众生呢真实佛性，能够呢开示让众生领悟。善男子，所有善根，慈为根本，所有的善根慈，就是根本。那么修习慈心呢，能生如是无量的善根，所谓不戒，诸习入习，无常生灭，四念处，七方便，这个三贤加四善根。五停心观，这个别相念除、总相念除，称呢这个三贤，自呢贪嗔痴我见善乱，四善根呢为鸾顶人事第一法，鸾一个，顶一个，人一个，事第一法一个，四个叫四善根。那么三观主，空观、假观、中观。然后呢，它有真谛、俗谛中谛，12因缘，无明，眼行、眼识、眼名色、眼六入、眼触、眼受，眼爱、眼取、眼有、眼生、眼老死，12因缘。我们修12因缘就成地之佛，修苦集灭道就成阿罗汉。无我等观，软华、顶华、忍华、四谛华，四加行又名呢，是善根，见道就是断见惑88识，痴国、须陀洹，然后修道呢，断思81品，二国。断异界6品师惑，名叫狮陀含；三国呢断异界后3品名阿那含，就是不来。四国断尽色界无色界共72品师惑，名叫阿罗汉。初国叫做见道位，二国、三国叫做修道位，四国呢叫做无邪位。已经得到无生法忍，已经呢无法可学，无学位，然后是正勤，是如意足，这个知根，五根五力七菩提分8正道，四禅四无量心8解脱8胜除，10一切处，一切入空无相月3解脱门。无真三昧，知他心智即知神通，知本机智，声闻智、眼觉智、菩萨智佛智。善男子，如是等法，慈为根本。以是义故慈是真实，非虚妄也。这个慈就是真实，不是假的。若有人问，谁是一切知善根本？当言慈是，就是慈。以是义故，慈是真实，非虚妄也。善男子，能为善者名实思维，实思维者即名为慈。慈即如来，慈即大圣，大圣呢即慈，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来，如来即慈，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所以佛把那个名称把它连贯，让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是相通的。那么慈则能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父母即慈，慈即如来，不可思议知佛境界即是慈也。各位这样研究了以后，心有没有比较宽广？有没有？
知道的比较多了因为佛呢都把它呢连贯。慈者即是众生佛性我们以为说慈离我们很远乃是我们众生的佛性。那么如是佛性呢久为烦恼之所护蔽，故令众生呢不得睹见。佛性呢即除除即如来所以我们了解佛性就是慈慈就是如来。那么慈即虚空大空这个慈就是大空慈就是常常即是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慈即是乐，乐即是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有没有又不同的不同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了解说原来那个里面佛法僧全部呢都是慈那么慈即是见又说到了第四个慈悲喜舍那个见，见即是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或者有一个小刮胡说生思之就是我们要了解到里面的意思它都有连带。佛把慈常乐我净佛性佛法生大圣大般涅盘善实思维融成一体再一个呢名称用法实义深一层的加以体会对一真法界就了然于胸，真理就不会远隔让我们呢更透彻善男子，慈即是我，我即是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善男子慈即甘露，甘露即慈，慈即佛性佛性即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所以佛法僧都连成一体啦。佛法僧不是分开，就在我们身上慈者即是一切无上无上之道道即是慈，即是知佛世真无量的境界，无量境界即是慈，当知是慈即是如来善男子，慈若无常，无常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所以底下这个它是比较算是范围比较狭隘的啦那个声闻慈它有变化，所以无常所以它是声闻。那么慈若是苦苦即是慈，当知是慈就声闻慈声闻它的慈里面有苦。那么慈若是不净不净就是慈当知是慈就是声闻慈，声闻慈有不净的那个地方所在慈若慈无我无我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所以声闻慈里面呢无我慈若呢妄想，妄想即慈，当知是慈是声闻慈所以声闻慈里面有妄想所以佛把那个高程度如来的慈讲完以后就讲声闻的慈，声闻的慈就比较这个狭隘的它有无常，有苦，有不净，有无我，有妄想所以一样都是慈啦，可是程度不同，这样了解吗？有看无？真空看所以你讲啥拢对啦。有时候有道亲会跟或者说你讲的拢对。所以我因为角度很宽广我会用真理来分析
要分析有理才行啦，你不能用霸道的啦。那佛讲给我们也是一样啊，他都用真理分析，说如来的词啊，他都没有分别的。可是你到呢，阿汉的词啊，他就有了，他就有一点分别了。三男子，此若不明，谈波罗蜜，非谈之词，那个谈就是布施啦。当知是词啊，是声闻词一样的都是声闻，乃至啊般若波罗蜜啊，亦复如是。他就省略了，他本来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然后才最后般若。那中间他都没收，收一个头跟收一个尾，中间都包含。三男子，此若不能利益众生啊，如是之词啊，是声闻词。词假如说不能够利益众生的话，它就属于声闻。此若不入啊，一相之道。各位浅显，一相是什么？一相是什么？对啦，大家拢有甲家里约心的，一相就是无相啦。凡人所有一相啊，叫做一相，一相叫做无相。所以此若不入一相之道，当知是词啊，是声闻词。此不能觉了之法，见如来现，见法悉是有相，有漏有为，住于之地，得佛实力，是无所谓，皆是声闻词。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嘛，佛实力，怎么看起来有一点茫茫？因为那个实力啊，有菩萨实力啊，还有佛的实力，然后是无所谓也有菩萨的是无所谓，跟佛的是无所谓，要不要再讲？要不要再讲？不用了。所以或许就是要求要不要再讲要考量我们自己的我们一定会心里面会想。我有写伫个迄簿仔内底，我再家己回来看。所以就比较的信心啦，靠信心。我们讲了以后也是很快一下就够了，不见得说你会记下来。不一定讲你记得掉啦。我好多个背出来不一定你记得掉。像那个。之前或者说5位百华有没有？100华或者都把它讲出来不见得你会记得，一些嘛拢袂记，要拿书来看，才会知道。所以佛就讲，说呢这个住于初地呀，就是那个欢喜地呀，那个菩萨的出离欢喜地，得到佛的实力啊，是无所谓，假如说不是这样的话呢，都是声闻的那个词。那么此若能得四沙门果，就是斯陀含、悉陀梵、阿那含、阿罗汉，当知是词啊，就是声闻词。三男子词若有无啊，非有非无，如是之词啊，非之声闻，必之佛等，所能思议啊，就是已经进入不可思议。三男子，词若不可思议啊，法不可思议，佛性啊不可思议，如来亦不可思议。
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我们的佛性啊，不可思议，可不可思议？所以或许都讲你不要住相，你住相就没了。你了解领悟了就好。了解说灵敏的知觉性已经呈现，你就好啊，不然大了无意。一住了就没了。你不住的话，那个就不可思议。善男子，菩萨至于大圣呢，大般涅盘，修如是持啊。虽复安于睡眠之中而不睡眠。这个就很奥妙了。修呢这个持啊，虽然说在睡觉在这个安眠这个睡眠之中，可是不睡眠。一人都在困无在困，不过实在是在困这样了解吗？就是你的整个精神很清醒，可是你是在睡觉这样知道吗？可以没有经历？你是在睡觉可是你那拢足清醒明仔载起来无精神，人爱上班其实不是那个是修的程度，你已经修到平常不起心动念，它很清净。然后虽然说你是在睡觉身体在睡觉，可是你的精神很清醒那个就很清净的状态那个是已经修的程度了，表示说我们接近佛性的时间越久越密集那个呈现越多越久，那个呈现的时间越久我们了解那个一直进入了到后来就纯阳。纯阳不用睡觉好不好？可是这个要自己努力的，这个别人帮不上忙，要你自己努力你自己不起心动念平常保持很清净心这样呢慢慢又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又在你本体之中你就整个就会呈现越来就越理想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谁都讲，不是说死了以后才成佛啦佛是活的我们活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就是了已经呢在还的时候就是佛一定要自己努力可以到达的，而且又不很困难不会很困难，只要你到达这个状态有没有脾气毛病？没有啦。有没有贪嗔痴？没有了啦。你看我们修了很久都去不掉的脾气毛病竟然都不见了，都没最好的。所以我们了解你进入佛性你已经见到灵敏的知觉性，悟到了就好了，不要住相然后接着一样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保持让它能够久一点久一点的时候它一样会一直宽广，跟虚空融成一体。假如说你在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已经呈现了灵敏的知觉性，这个时候你开始来做耳根圆通那更快。可是或许不鼓励我们这样做了，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单纯都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直接这样做就可以一定一样也可以到达把那个佛性整个都延伸到整个空间，整个空间都是我一样可以的。有没有信心有所以或许都讲这边佛讲的呢都是切实我们都可以做到的
这个虽复安理啊，睡眠之中而不睡眠。精进故啊，虽常觉悟啊，亦无觉悟。虽然时时刻刻都跟佛性在一起，都是觉悟，可是啊，没有亦无觉悟。想了解意思吗？已经进入了啦，进入觉悟，进入佛性本体状态了。啊，你说觉悟了，你觉悟你都还有出来的时候，还有离开你佛性的时候啦。啊，亦无没有觉悟，已经在里面了，知道意思吗？以无眠故啊，于睡眠中，知天虽复啊，亦无知者，就是虽然有知天来保护啊，可是也没有，说不用人家保护啦，不行恶故啊，免不噩梦，不行恶呢睡眠没有噩梦，无有不善。什么时刻都是善，离睡眠故啊，已经离开睡眠了，命中之后啊，虽生幻天，亦无所生，已经离开睡眠，然后啊，我们身体没有还给天地了，到幻天呢，大幻天去了，那亦无所生啊，得自在，已经呢得到自在。善男子，夫修持者啊，能得如是啊，无量无边功德，所以我们修持啊，就是这样。善男子，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能成就啊，如是无量无边功德，这微妙的大般涅盘，知佛如来亦得成就啊，如是无量无边功德。就是啊，从大涅盘迦叶呢，白佛言：菩萨所有思维，悉是真实。声闻言觉非真实者，一切众生啊，何故不以菩萨威力等受快乐？若知众生实不得乐，当知菩萨所修的慈心啊，未无利益。这个马上迦叶呢，就把这个佛讲的那一些修持有利益马上讲出来。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菩萨之慈啊，非无利益。有知众生呢，或必受苦，或有不受。若有众生呢，必受苦者啊，为一忏提。菩萨之慈啊，非无利益。所以佛回答说，菩萨呢，那个修持啊，不是没有利益。那有的众生呢，或必受苦啊，或有不受。有的呢，他一定要去受苦，那有的不用。那必受苦的呢，就是一忏提。一忏提就是没有善根呐。他这个起心动念都是恶，一点点善都没有，叫做一忏提。那一忏提菩萨修的慈到不了一忏提的身上，他接收不到，因为他都是恶了。起心动念都是恶。我们凡尘就很少看到这一种人，但也不是没有，一样也是有。就有这一种那个所有一切作为这个念头都是恶。有这款人，若有受苦不必定责，菩萨之慈则为利益。令彼众生呢，悉受快乐。假如说有众生那个受苦不必定，不是一定要受苦的，就是他的业他造的业还没有定型。菩萨的慈就有利益。
可以啊，令这个众生啊，受。善男子，譬如有人遥见狮子、虎豹、豺狼，罗刹鬼等，自然生怖；见修持者啊，自然受乐。所以佛做比喻啦，说有人远远的看见呢，那个狮子、老虎，豹、豺狼，还有罗刹鬼，自然呢就产生呢，这个恐怖。那么这个时候见到呢，那个修持者，自然受乐，那个恐怖啊就不见了。看到那个修持的，他就放心了，恐怖就不见。那么以是义故啊，菩萨修持啊，是实思维，非无利益，不是说没有利益。善男子，我说是持啊，有无量门，所谓神通，无量门，神通。如提婆达多啊，叫这个阿舍世啊，贻害如来。是时啊，我入王舍大城，次第啊，起时。所以我们了解啊，佛本身啊都是起时啦，没有说叫弟子们起时回来给师父吃啦。这个就表现平等。佛跟众生一样。平等啦，所以我们众生也是佛，一定要自己啊，有信心。阿舍世呢，急放不才狂醉之相，改像可以啉酒啦，就醉言意令害我及之弟子，改像就放。放迄像要去甲佛弄佛安尼啦，弄迄佛的弟子啦，这样知道吗？心地有没有够坏？那么其相呢？尔时他杀无量的百千众生，就像。啉酒咧酒醉啊，当然嘛，这边读迄边读，拢一口读到就死人迄个唱片佫害咧，嘛无命。所以啊，那个人恶的时候啊，哇！那么众生时已啊，都有血气呀，都流血啊，有血气，是像秀仪啊，狂醉背长，那个。喝酒的相，闻到那个血气呀，他的那个发狂的程度加倍。见我亦从披服啊赤色，就是穿那个红色的未敷血。而故呢，见去啊，我弟子中未离欲者啊，誓不持走，为此而难。一些弟子啊，看得像安尼紧走，爱命紧走，只有一个而难。而难他不走，对吧？有没有定力？所以你看这个修变不了人的啦。你到生命的紧要关头，过没较紧咯，有没有？你有定力啊，你像阿难，大家咧走伊都唔走，为什么？因为他有定力够，所以他就不用跑。尔时，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呐，同时己身呐。涕泣，啼哭号泣呀，作如是言：怪哉如来，今入昧梦，如何正觉呀？一旦呢善坏，40条达，就是
那个提婆达多啦，提婆达多叫调达，心生欢喜，屈檀沙门，昧莫甚善，从今以往，真是不现，快哉此际呀！我愿得遂，讲欢喜啦，善男子，我以尔时啊，为欲降伏，复财相故啊，即入持定，失手视之啊，即以五指，吃五狮子，思相见矣呀，其心不畏，行己施分，己身投地啊，敬礼我矣，各位看好厉害哦！我举手安尼村里变五只狮啊！我们什么时候啊学这个功夫？五只手一伸出去啊！佛有原因啊，持定，就进入持的上面持定，然后伸出五只手指头，变五只狮子。那个相一看到失分，知道吗？知道就好。然后己身投地就敬礼佛主来甲佛行礼。善男子，我以尔时啊，手五指头啊，15狮子，那个手指啊，实在没有狮子啦，乃是修持啊，善根利故，令彼调伏，就是那个持，那个善根利。复次三子，我以涅盘，使之花池啊，向基斯那城，有500力士啊，以其中路啊，平治洒扫，中有一时啊，众坎，众欲啊，急于啊，尽力不能。我时灵敏，急起慈心。以知力士啊，行己见我，以指拇指啊，及指大指，用脚的拇指啦，把那个大指啊，这个直至虚空，甲单的虚空，管理手接啊，还用手去接，安住右掌，吹令啊，岁末，甲本的两条大脚就变做护啊啦，复还继而，令彼力士啊，共高欣喜。人一个人就好啊，咱这济人拢无法度。他只要一个人，还用脚嘞，即为类说啊，种种法药，令其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来尔时啊，时不宜迟，即此大时，在虚空中，还至右掌，吹令的岁末，复合如本。善男子，当知即是啊，持的善根力，令之力士啊，见如是事。复次，舍卫城中有婆罗门女，姓呢我是讲，唯有一子，爱之甚重，疫病啊命中，而使女人啊愁毒入心，狂乱的失性，这个肉身啊无耻，游行四取，啼哭失声，畅言直直，如何自去呀？周遍诚意啊，无有比喻，而是女人于仙佛持众得本，这个女人呢，已经这个行善众德已经呢种了很多，
善男子，我于是你呀、起慈悯心，是使你人即得见我，变生之想，看得有拢个伊的囝，凡得本心呐、前报我身，如爱子华，我时即告啊，是得阿难，如可持衣呀、以示女人，教阿难人衣服啊给他穿，寄欲呀，便为种种收之法要，是你闻法欢喜荣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以尔时实非彼子，彼非我母，亦无报此啊，当知皆是啊，持善根力，令彼女人啊见如是事。复次，婆罗奈人，有优婆夷，名曰摩诃，斯那达多，以过去啊无量先佛众之善根，是啊优婆夷下90路，七请众生呢，奉施医药。是时众中呢有一比丘，身因重病，就是遭遇，因也就是遭遇的意思。良医啊诊之，当须呢肉药，若得肉者啊，病则可除；若不得肉啊，命将不全。时优婆夷啊，闻医子言，行此黄金啊，遍至4里，唱如是言：虽有肉脉，无以金满。若有肉者啊，当等于金呐，一两把一两金啊，周遍城市啊，求不能得。是优婆夷行至起刀，割其臂肉，这个其以上啊，骨外的部分切以为羹啊，下种种香，送病比丘，比丘服以啊，病即得差，病也就好了。是优婆夷，患苍苦恼不能堪忍，即发声言：南无陀佛，南无佛陀。我以尔时呢，在舍卫城闻其音声，疑是女人啊，起大慈心，是你行见啊，我持良药，涂其苍上，还何如本？我即为其啊种种说法，闻法欢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以尔时啊，实不往彼啊婆罗奈城，持药涂饰啊优婆夷叉，当知皆是呢持善根力，令彼女人啊见如是事。复次，调达，就是悉巴达多恶人啊，贪呢不知足，这个写错了，2个足啊，都服尸故啊，头痛腹满，受大苦恼，不能堪忍，发如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时住在呢优禅尼城，闻其音声啊，即生慈心。尔时调达，行便见我，往至其手，手摩头腹啊，授以盐汤，而令服之啊，服以平复啊。我时不往呢，调达手，所以这个调达要害佛，佛也救他啦，所以都没有那一种厌愤心。复次善男子，菩萨修慈悲喜意，得住极爱啊一子之地，因何是地名曰极爱？复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安隐啊，心大欢喜。菩萨自是地中亦复如是。
是之众生呢，同于一子，见修善者啊，生大欢喜。是故此地呀，名曰极爱。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欲患，心生苦恼，悯之愁毒，痴无舍离呀。菩萨呢，自是地中亦复如是，见诸众生呢，为烦恼病之所残却，心中愁恼忧恋如此。身之毛孔，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啊，名为子。善男子，如人小食啊，含舌吐块，粪秽瓦石，枯骨木枝，最苦口中。父母啊，见疑，恐为其患啊，左手捉头，右手挑出。菩萨自是地中呢，亦复如是。见诸众生啊，法身未生，或行身口意啊不善，身口意业不善。菩萨见疑啊，则以自手拔之令出，不亦令彼啊流转生死，受诸苦恼。是故此地啊，复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所爱之子，舍终亡，父母愁恼，愿以拼命，相处啊，菩萨欲耳，皆忏体呀，堕于地狱，亦愿以寄生地中。何以故？一忏体呀，若受苦时啊，或生一念改悔之心，佛即当为说种种法，令彼得生一念的善根。是故此地呢，复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其子虽恶啊，行事作恶，心常念之啊。若有罪疚，善言诱欲，不加其恶。菩萨亦复如是。见之众生呢，若堕地狱、畜生恶鬼，或人天中，造作善恶啊，其心常念之啊，痴不放舍。若行之恶啊，终不生嗔，以恶加之啊。是故此地复名一子。迦叶呢，白佛言：如佛所说，其言秘密，我今自浅，因何能解？若知菩萨之一子地啊，能无是者，因何如来昔为国王，行菩萨道时啊，断绝而所婆罗门命。若得此地啊，则应护念；若不得者啊，复何因缘不堕地狱？若使等事啊，一切众生同以之祥如罗喉罗，何故复相呢？提婆达多啊，说如是言：痴人无修，使人剔透，令彼闻已啊，生以嗔恨，岂不善心？出佛身学。提婆达多啊，造是恶已啊，如来复记，当堕地狱啊，一劫受罪。世尊如是之言，因何一义呀？不相违背。世尊，须菩提者，自虚空地，还欲入尘啊，求其以时，要先观人啊。若有于己呀，生贤济心，则止不贤，乃至及机呀，犹不行起。何以故？知须菩提常作是念：我忆往昔，于福田所生于恶念，由是因缘堕大地狱，受种种苦啊。我今灵机呀，终入不实，终不令彼呀，以我其贤，堕于地狱。
受苦恼也。复作思念：若有众生嫌我利者啊，我当中路啊，端坐不起；若有众生嫌我坐者，我当中路啊，立不移除。行恶亦有，这有够困难。咱若甲你嫌恶啊，那你一声拢袂叮当啊，徛拢徛，倒拢倒哇。是悉菩提，复众生故啊！尚起是心，何况菩萨？菩萨若得一子地者，何言如来出世出言？使诸众生呢，起众恶心。佛告迦叶：如今不应呢，作如此那。言佛如来为诸众生呢，作烦恼因缘。这个佛他不会呢为诸众生呢做这个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蚊嘴啊能进海底，那个蚊子啊嘴很小，用蚊子的嘴啊要把海水都吸干了啦。如来终不为诸众生呢做烦恼因缘。这样知道意思吗？迄迄蠓仔的喙啊，一丝啊尔甲海水有法度使干，如来绝对袂讲去做众生的烦恼因缘啦。这样知道意思吗？迄蠓仔喙要甲海水使干，什么时阵有法度？等于讲无法度啦。就是这个意思。还5分钟啦，是说有问题要问吗？我都不敢留，要讲到晚啊！先讲有甲讲有一个问题要问好，谢谢刘表师这边先请留下一个问题好，有发问什么是定定的娘为什么有的小孩会克服？如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父母被死掉，还有你先把出世的得送给别人养，否则在他父母会生病。好，这个牵涉到非常广泛的一些我们凡尘的因果道理呀。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讲命呢，它的假如说是出生的那个时间呐。是比较咱讲龟牛当正当，他的命啊就比较硬，可是那一个就小孩子的时期就很难养，胎起呀，不容易养得起来。那有一些说为什么会克父母？这个就因果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能当家人啊，都要有因果，不是善就是恶。那善的就是来还债，恶的就是来讨债啦。所以要当一家人各位就要了解到都不容易呀。那我们看现象我们对待朋友都非常客气啦，对待家人很不客气。可以想一想，是这样，迄拢无客气的啦。安尼有啥物就直接讲，直接骂安尼对外人拢骂啦，对外人拢真好咧。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都属于是因果部分啦。那假如说这个我们跟孩子的因果就是有这个之前我们有亏欠啦。那现在他要来讨，你讲好啊歹？好是用迄个修道的角度啦，讨了就无啊啦。若歹就是讲现象真奇怪，生意的做袂顺，头路嘛袂好势，一直了钱啦，那个就是讨债，他来讨债。
啊，我们要了解说哦，那个都比较特殊因缘啦，比较明显啦，那我们多多少少啊，一定要有因缘才会当家人。所以啊，或者都讲，当你生病的时候啊，你爬不起来，什么人照顾你？家人。所以你要对你的家人好啦，不管什么因缘，你都把它变善缘，都是好的因缘。假如说以往都不好，你把它改变变好，这样的话那一些不好都还清了，还清了，我们又行很多善因缘，可是我们不记在脑海，不爱讨啦，不爱讲我这么好你做这，我不爱讨个来。没，你好的好，这样就是我们修道者啊了缘，把缘都了掉了，不然说没有因缘，我们就不落在凡尘啊，一定有，尤其是家人的因缘更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善待我们家人，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他们。所以啊，那个克父母的唔免惊，可以克啊，敢若拄则讲的好，因为了掉了，就已经不欠了，无欠嘛，无欠就好修啦，所以我们了解到命运那个是它本身，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本身的养育很容易啦，养不起来。他养得起来的话，他往后啊，假如说能够发挥，他变很强，能够帮助很多人啦，所以那个就属于很好的部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为什么生了以后都不能这个抚养就会生病，那个你跟他结的缘啊，很浅啦，跟那个生的啊，搁落未使斗阵，搁斗阵的都已经违反那个因果律所以就有的就要给人抚养像那个佛一样，他这个母亲一生下来7天就过世了。你要想想看，婚呢，你生婚呢，你甲婚你各有法度去盖多少久啊？所以他就由他的释迦牟尼佛妈妈的妹妹抚养。他本身7天就过世了，所以要了解那个都是因缘，你长时间相处啊，有相处的因缘，短时间有短时间的因缘，所以因缘到了，他就分啦，那缘聚则生啊，缘散就灭了，缘聚缘散啊，那个都很短暂，要了解凡尘啊，不好玩，凡尘啊，烦恼很多。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虔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这个讲的不会太快，虔贤跟佛学就讲说，弄念的都过，弄念的都过。因为佛学觉得说白话的话就不再加以解说了，那假如说接的会太快的话，或者会讲慢一点，不懂也可以马上举手说不懂，或者可以再讲。我们讲到哪边了？54页的左边，这个前贤有讲说那个身剑身呢中那个毒箭那一段说讲得太快，身中毒箭在哪边？
尊重读鉴在第几页？在50页。50页的底下，那个身已经呢，中了毒箭。那么其人的剑属啊，意令安隐，未除这个毒箭，即命良医，而未拔剑。那么底下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该努力的我们就不要去注重。说那个人说且待莫处啊，唔通甲钱唔通甲诱出来，钱较慢诱啦。那么我今当官如是毒箭从何方来？这个毒箭是为刀呀下来，谁之所射？什么人射了毒箭要射死我？那么复更作念是何木？那一支箭是什么木做的？还是竹也？还是那个竹做的？是木做的箭吗？还是竹做的箭？还是柳那个柳树的做的箭？那么其主那个箭头是铁也，那个箭头何也所出是什么人把那个箭头做出来？是钢也柔也？那个箭头是始于钢还是始于柔？那么那个羽毛那个箭的羽毛是什么鸟的翅膀？什么鸟翅膀去做的？那么所有的毒那个毒箭里面的毒从做而生的，安那生出来？是毒蛇内底毒，还是咱人用化学出来毒？所以佛呢就说如是以人竟未能知寻遍命中，那个寻就是很短的时间。要死你搁研究这你研究也未知影你答案的时阵你命就无去啊。所以佛讲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要重视，我们要重视的要重视，要看清的要看清，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一段的重要点，就像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要活在当下，当下我们整个那个当下的这个念就是时事古今你当念就是时事以前时事以后，全部都是我们当下的这个念所以我们就要活在当下当下就没有三心，没有四想六道轮回就摄受我们不住了，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是重要。我们这个都放着不管，然后所管的各位浅显想想看，我们日常所管的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啦。蛮正是背字蛮正是甲背。我爱先研究，我伫凡世间到底我在创啥？等到你研究透彻无命啦，命无去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佛告诉我们要重视的就是我们当下的命你看我们的命现在都在，而且我们都有能力来维持有能力实际来做所以要活在当下，把当下整个我们的佛性都呈现。那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当下都呈现佛性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的生活的领域啊，就在佛的世界，都已经进入了很理想。所以佛讲这一段的意思啊，是告诉我们该重视的我们一定要重视，那该看轻的我们不要看重，这样子。所以啊，我们凡尘我们就是该看重的都不管它了，该看轻的，我们一直很用心计较，迄无计较袂使，无计较我就拢主人都爱计较，不知道说咱计较拢唔对啦，都是多余的，那个不必要，那个计较跟赢，各位要了解到，咱计较赢失掉朋友了，失掉人家要跟你亲近了，迄唔通赢啦，迄小事拢唔捌输小。哎呀，说都没赢人迄唔好啦，人家不喜欢跟你相处，所以我们了解输完紧，我们要知道说，培养浩然正气啊，就是你什么都让人，你都输了，让人了，你浩然正气培养出来，当你这个夜晚走在没有人的路上，你不会害怕，为什么？你充满浩然正气，天地间的正气啊，都在你身上，所有一些那一些无形的啊，都来保护你，这样你一点也不会害怕。那假如说我们都赢了，拢赢人，告诉你那个时候夜晚没有人走的路啊，你不敢走，那整个那一些无形都要打你。你看，你吓死了，等你回到家里生病了，你找医生啊，医生找不出病因，所以要了解到我们那个浩然正气啊很重要，就在吃亏之中培养，最容易的就是吃亏之中培养。那我们呢就回到呢我们讲的地方，54页左边是吗？对。第几行？第9、2、4、6、8、9，三南池假令大地嘛，是这样吗？这个假使这个大地虚为灰色，水为那个干相，佛为冷相，风为住相，三宝佛性啊，即以虚空。作无常相，如来终不呢为之众生呢作烦恼因缘。这个呢就是讲，假如说我们整个大地啊，全部都灰色没有形象，这个不可能啦，大地啊，那种实实在在，还大就是有形有相的土地。那水为干相，水啊，大地拢无水，火都真烈真烧，变作冷相，风吹来吹去伊那带会调，风呢为住相，三宝佛性以及虚空啊，变无常，那有可能讲做无常相，如来呢，假如说是那个样子。如来也不为诸众生做烦恼因缘，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来都是要帮助众生不会给众生找麻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如来都是要帮助众生脱离苦海，所以我们又把它引申到身上来。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它不会为我们做烦恼因缘，所以烦恼因缘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这样就更了解了，这个如来呢不会为我们呢做烦恼因缘。三男子假使毁犯是从尽那个是从尽罪，各位都还记得吗？
舍正法，舍菩提心，亲近圣法跟恼害众生，叫做四重罪。爱记哩未？记了。听听拢搁害我的，无采我咧讲到遮大声，讲到尾拢会无声呢。所以啊，我们最重要啊，就是不能舍正法，正法不能舍啦，然后不能舍菩提心，我们那个决心呐，那个很灵敏的知觉心不能舍掉，然后知道法不能牵令圣法，袂使讲不爱人教，一定要告诉人家，不能恼害众生，就是我们在暗中呢，来害众生都不可以，这个叫四重罪，很重的罪啦，安尼知无？所以啊，这个毁犯呢，四重尽罪及一忏提，一忏提就是没有善根啦，这个起心动念呢，都是要害人，都是歹念，那个叫一忏提。一忏提呢，毁谤正法，就是呢说佛法拢骗人的，那个毁谤正法叫一忏提啦。所以要了解啊，这个毁谤正法要下阿鼻地狱啊，那个罪很重。现身得成啊，实力无畏，32相80种好。这个呢，我们这个现身得成。有实力无畏啊，32相80种好，这个呢都是我们呢这个有讲过啊修正了以后啊所呈现的力道。那如来终不为之众生呢做烦恼因缘，绝对呢不会为众生这个做烦恼的因缘。三男子假使一切啊无量的众生。上昧佛性，如来究竟啊，入般涅盘，如来终不为之众生做烦恼因缘。所以佛所讲的这个假使一切无量的众生都已经上昧佛性了，那如来呢这究竟啊，入般涅盘，如来终不为之众生呢做烦恼因缘，就是在什么状况之下，如来绝对不会呢为众生来做烦恼因缘，所以绝对不会，都是我们众生自己寻找烦恼啦，自己找啦，找烦恼来烦恼，因为我们众生都太巧了，无烦恼了，要甲找烦恼来烦恼。善男子，不应花缘啊！如来是真，为之众生呢做烦恼因缘。所以这边就讲说这个跟迦叶讲，不应该讲如来是真呢为之众生啊做烦恼因缘。善男子，如来真实能为众生呢断除烦恼，终不为做烦恼因缘。绝对呢不做烦恼因。而且又能够断众生的烦恼，告诉众生，我们那个起心动念生出烦恼的来源，那个就是菩提，所以就持断了，烦恼就持断了，我们呢都进入烦恼的内容了，所以很烦恼。假如说我们回过来看，烦恼从哪里生出来？原来从佛性生出来，找到佛性的那个就是菩提，所以菩提呀，即是烦恼，烦恼即是菩提，它是一样的。如所言，如来往昔沙婆罗门，这个奉事大梵天而修净行的一族，叫婆罗门，所以杀婆罗门者，善男子。菩萨乃至一子尚不杀，那个菩萨呢，也没高下，伊都袂去个抬，何况婆罗门，绝对呢不会菩萨常做种种方便，惠施众生呢，无量的寿命，这个菩萨呢，他常常呢多做
种种方便，能够呢惠施恩惠的普施所有众生啊无量的寿命，让众生呢能够在凡尘生活得很好福施食者啊则为生命布施那个食物就是布施啊我们的命，因为啊虽然有长寿的命啊，一定要有食物啊为引，那个长寿的命才会呈现你命真长啦，拢无通啊食，有法度命真长无？死啊啦，无通啊食会死啊，对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还没有修到四禅，爱食啦，修到四禅都唔免食，较认真嘞。修到四禅就不用吃了，连呼吸也不用，所以啊，那个布施食物的话，就是啊，布施给他生命，行檀波罗蜜时，那个檀就是布施，行布施波罗蜜，布施到清净的彼岸，常施众生呢无量的寿命。都布施给众生啊，就是无量的寿命。修不杀，不杀戒，得寿命长。那个不杀，就是凡有生命的都不把它杀死啊。这样呢就会得到寿命很长。那么行持戒波罗蜜啊，胜口无垢，就持戒。所以这边讲慎口，很谨慎啊，我们的嘴巴讲出来啊都没有过错。各位浅显，我们在生活之中，嘴巴讲出来有没有过错？有，我清清楚楚的讲啊，对吧？有过错嘛？唔知，都一下子呢就讲出来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持戒啊，波罗蜜。由持戒到达清净的彼岸，然后很谨慎啊，那个嘴巴，那个惜言如金呐，惜言如金，听有无？爱惜我们的语言呐，迄讲出来拢哪嘞？拢互人安尼爱啊无爱？唔通，互人去都无啊，金仔都无呀，点点，金仔别咧。家里用，然后家里用，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他很快乱讲，都把那个福德啊用掉了，福德拢无去啊啦。咱若点点卖讲道德咧，咱家己享受，会享袂？会享受福德啦这个很好的。那么行忍辱波罗蜜啊，皆得寿命长。忍辱啊，互人侮辱无要紧，咱互人侮辱就会当清净的彼岸。安尼互侮辱无要紧对吧？咱若唔肯忍辱，要甲拼会死对吧？迄拢无值。人家呢批评，这个都好斗狠啊，记好。常劝呢众生莫生怨想，劝众生呢就是不要产生那个埋怨所以那个埋怨啊，我们要了解到，好像炸弹会爆炸，若无埋怨就袂爆炸，对吧？爱一寡埋怨伫个心上唔知多长会爆炸，会炸伤自己又炸伤别人，对吧？所以不要埋怨。推直人啊，允取相急，就是啊，推直于人，把那个直心啊，大家心拢足好诶，拢直心推给别人，允取相急，那个弯弯曲曲总歹是咱家己啦，安会晓袂？你看唔敢应。我哪有歹心，我足好心的咧所以那个允取相急呀，不肯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推功揽过，把功推给别人，把过错咧反过来，
这个呢都是要有很大的度量，才能无所争讼，就是不跟人家计较，不讼啊，我们这个要达不争讼啊是很困难，你把手眼看人就要跟你相争，所以眼睛会杀人，我们要看人要正眼，不能白眼看人，那就没命了。这个精欠啊修善，尽啊来欠啊，大修善，皆得寿命长，拢有法度得到寿命真长。可是这在现实来讲好像不怎么适合。为什么？大家伤老艰苦啦，早死早巧的，较早巧先。蛮效应，所以我们要了解佛在凡尘，佛的很有价值，那个佛才有意思的。那哪拢活甲拢无价值真的活较不如死，所以要了解到这个生活呢要生活得非常有意义，这活得很有意思。当你都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那个生活就非常有意思，你会比别人快乐，被你帮助的人也快乐，可是你更快乐，你帮助人的人更快乐，所以我们就是要真的呢，寿命长又很健康，好不好？好，最好了，寿命长，全身都是病。修平等心善于摄心，就是要修那个平等心，心平等了，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这平等心是最难，所以六祖就讲平等是德，见性是功，你见到佛性就是功，你能够做到平等就是德。所以功德全部都在佛性里面找才有，外表形象找不到功德啦，你见到了，你心平等了，功德自然就累积了，这样的话呢，你有德，自然能够服别人，别人愿意跟你交朋友，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样你就成功了。不然你做的这个吸力是太强，人家会怕你耶。买了过脚就搞好不好？吸力是太强好不好？不好，完全不好。了解到在凡尘就是要成，学着天地啦，成得天之道，成之则之道。我们呢就是能够呢用诚心诚意来带的，那个呢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呢修这个平等心，各位都还记得586求音转，记不记得？记得或者再讲一次啦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了以后有听了都没记得忘了啦，说呢这个5867无就是眼耳鼻舌5个叫无，8就是阿赖耶识6就是意识，7就是末那识，就是地意识。所以58就是果，6就是因，果因转。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开始修的时候要从因修才转果，转得动了，不能从果转。从果转不动了，或者做比喻，说我们现在就是因地，然后我们想买车票，要到车站，车站是果地啦，你在家里到车票吗？买不到啦，因地买不到果地的东西呀，你要开始从家里出发到车站，你到车站了就可以买的，从因转，因先转果才转得动了，所以我们从676就是我们意识，我们把意识转成妙观察智，
妙观察智啊，观察凡尘的万象万事，变成我们的妙观察智，把意识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六祖讲，妙观察智啊，见非功，见到有为功用了。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啦。你从意识就见到佛性，好不？最好了，你见到佛性，都用佛性来主宰你生活的应进对，这样子都不遭，就不用受苦。所以先把第六的意识转成观察智，然后再把第七我们的那个莫那识，莫那识就是意根，我们把它改成那个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心无变。当你心平等了，没有变，心已经没有变了。我们现在在凡尘各位心平不平等？绝对不平等我们一起心分别心就一定很明显，所以都不平等，不平等心就有病了。我们把那个第七的那个潜意识就是莫那识转成平等性，心就无病。然后第六、第七转好了，我们再来转前面眼耳鼻舌身。那眼耳鼻舌身，我们平常在用的时候，我们都给它当家做主啦。那我们现在用第六、第七，用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来指挥眼耳鼻舌身，成所作之，你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这样子的话，一点业也都不造，一点业都无啦，所以成所作之同圆镜，就跟那个第八阿赖耶识一样，都已经转了，然后最后再转第八呢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已经转到我们原来的那个如来藏、如来含藏三河大地，这个最理想的已经恢复到我们佛性的本体，所以我们了解586果因转会不会转？听都有在听啦，要做还有一段距离对不对？要做啦，你做了就会到。你只要肯落实践它就真的有一天就呈现，就整个都到达。所以我们修呢那个平等心，平等的就有了。那么善疑摄心很重要，收摄我们的心就是回光返照。各位会回光返照吗？会不会？可是我们都不肯呢，都把心外放在，要放的起较紧要给它恶好像现在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一样，讲要带我到佚佗欢喜甲直直丢。你若讲要甲带回来，唔卖啦，唔卖就是很喜欢往外，所以各要记得你往外就是众生。收回来就是菩萨，爱做众生爱做活菩萨，做活菩萨得爱摄心收我们心回来爱做活菩萨，唔过讲要摄心，唔买咧，安尼有法度无？心又不收摄，又想当活菩萨，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收摄我们的心回来。我们就想想看我们让心跑到哪里去？跑到凡尘的四万象上面去了。那一些万事相都无常变化，我们为什么让它跑去无常变化？我们自己都很甘愿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把心外放，外放实在出去无什么代志都干那要出去。好啦，出去佚佗，
不想收他回来了，又想这个做佛菩萨，又不想收心，这个真的很矛盾哦。有一天呐，当你已经踢到铁板了，都很辛苦艰苦了，好啦来收心，你顾才甘愿，没有踢到铁板拢唔甘愿收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过得太顺那绝对是上天对我一个考试啦。看你是刚有影讲心要倒转来，真的心都收回来了，上天发一张考试单，给你赚钱，给你事业都很顺利，给你有社会地位。各位浅显，要不要收心？要不要？真的这个心口不一啦，有咧想啦，不过无想要做，真的当你遇到挫折，外口大家拢甲你举旗歌啦，拢无顺利的意思。这个时候叫做踢板。那你做什么都不顺，这个时候叫踢铁板。这个时候你肯把心收回来我靠天人拢假啦，好啦，把心收回来，这个时候才肯啦，对不？对不？很正确若要甲你考互你拢真顺，保证讲对无爱收迄嫌人嘛无去啦。讲等下研究你是无？来啦，我怎无用？无用你创啥？我一寡钱也袂用的咧。一大笔拢是身躯边爱紧用的。要不要做的？要不要？要不要？要啊！这好啊！又有钱又有闲，搁有钱搁有闲，搁研究会调，不成就。一定成就。所以你看我们心多么重要所以明心，你心明了，心不外放，我都收回来这样的话你很笃定外面都是变化无常，我干嘛去追？不追都回来，心笃定然后我修就是所有的善我都做，然后做好了抛开，不记在脑海生死得本这样的话一直累积所有无形的都保护你保护你做什么？度化众生，众生越度化你就越高兴这么多呢都肯回头是岸，都肯精进的彼岸，都肯当佛菩萨。或许都讲你努力研究到或许讲的去做没有成果，或许再来陪你们修，有没有？很坚定呢所以一定要努力修，无你拢搞我害所以真的又不说假话，不是讲假的是真的绝对可以成。所以那个善于摄心，收摄我们的心一定也要收摄回来心回来了就笃定了笃定做就有力道。宜之善法不放逸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不放逸很重要就是放逸就是放肆的意思北来就放肆咱拢拢很谨慎拢安尼规规矩矩那个呢叫不放逸宜之善法呢不放逸，全部呢都呢能够行持。那么众生行众生呢都按照这样来行，以是因缘得寿命长以是用这一种因缘心呢都收回来，然后呢修平等心，善法不放逸这样做呢得到寿命长那个佛道久一点就有意思啦因为都有意义的。
那么以是义故啊，菩萨于众生，于诸众生终无夺命，菩萨呢对众生啊，不会夺命，不会把众生的命啊，让他把这个丧掉。那么底下佛所说这一段啊，须呢修神通，方能了解其行啊深意。善男子，像如所问，就是你上面所问的沙婆罗门时啊，得是地步，就得到了那个一指地，就是最善的那个地。善男子，我使我以德啊，以爱念故啊，断其命根，非恶心也，就是爱念，才断他的命根，不是呢那个恶心。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爱之啊重，好像父母只有一个孩子，然后非常的这个爱，非常爱得很重。那犯官宪制啊，就是犯了国家的法律。那么是使父母呢，以不问若病若杀，虽有病杀呢，无有恶心。病呢就是赶出门啦，不爱好一寡。杀呢把他杀死了。虽有病杀呢，无有恶心。虽然对他很不好的那一种处置，可是呢没有那坏的心肠。那么菩萨呢，维护正法亦复如此。那菩萨呢要保护那个佛法的正法，让众生呢都能够脱离来，也是这样。若有众生谤大圣者，毁谤呢大圣经典，即鞭打，用那鞭给他拍，苦加自知啊，这个又呢，加这个苦字，剥夺其命啊，意令呢改往，真修善，那个大圣呢，因为这个命终了以后啊。就堕入阿地狱，那个受苦没有间断，生的时候就用那个皮鞭来打他，苦加自知啊，他受苦重，或呢夺其命，或把那个命这个夺了，就是意令呢改往，让他呢改过那个毁谤大圣的那一种就去掉，真修善法。那么菩萨呢，意常做事思维，菩萨他的意向呢，常常都是这样思维，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思考考虑都是心意识啦。那么这个思维它是在大正道里面的一个正思维，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正法里面所允许的正思维。那么以何因缘能令众生发起信心？有什么样的因缘才能令众生能够发起这个信心？那么随其方要当为之，就随着怎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众生发起信心，所以菩萨呢都这个随着众生的方便要呢当为之要做。那么知婆罗门命中之祸生阿鼻地狱这个知婆罗门那个沙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就这里交代命中之祸他已经呢下到阿鼻地狱，受苦没有间断的地狱。则有三念，他呢有三个念头。一则呢，知我从何处而来生处，他自己会想说，我从哪里来，怎么会到阿鼻地呢？即自知从人道中来，知道呢从人道之中来。二则自念因所生为何处？这个我是生在什么地方？
即便自是阿比喻，就是阿比地狱啊，受苦没有间断。那么三者是念成何业缘而来生处？是什么业的因缘，然后到阿比地狱来？即便自知啊，毁谤方等大圣经典。所以这个毁谤方等大圣经典啊，最要到呢受苦无间的阿比地狱。那么不信啊，因缘国王所杀而来生处，念是是以啊，即以大圣方等经典生呢信心，行己命中啊，生甘露谷如来世界，以彼寿命啊，祭祖10劫。所以啊，他呢毁谤方大圣经典，堕入阿比地狱。然后这个不信因缘为国王所杀，就是呢在人道的时候不相信因缘，然后被国王杀死，然后到阿比地狱来。那么念是是以就是念到这一样的这种事基于大圣方等经典又产生那个信见的心。那行时就是很短的时间命中就已经没有命了，在阿比地狱那个阿比地狱出来很不可能就是很久。那为什么有办法很短的时间？其实就是马上的意思在阿比地就命中就是因为他大圣方等经典已经呢产生信尽心，所以就那在那个地方阿比地命中了。那生呢甘露谷就是在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之前的那个佛这个甘露谷的如来世界那个地方呢这个出生。那么以彼寿命祭祖10劫就是很长的寿命虽然那个杀了那个我们了解说婆罗门被他杀了，被那个国王杀，可是国王杀呢就是要救他了，这个当然要有那个我们那个神通以后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事所以呢或许就先用一个刮胡说底下佛说的这一段需要修到神通才能够了解它的那个深的一层的含义。三子以是故我以往昔乃以世人10劫寿命我给那个婆罗门以10劫的命因为我们了解那个10劫的寿命很长就等于允和明杀。为什么是杀呢？所以我们在现象看到国王杀婆罗门，其实他是救他能够有10劫的寿命三子有人决地一朝周氏斩截丝丝骂力鞭打，以是业缘堕地狱。所以又跟呢迦叶讲说呢这个有这个有人截地阿头卡，然后呢一朝割朝周氏砍球然后斩截丝丝给肢体倒带起来骂力鞭打个改怕那以是业缘堕地狱这一种业的人会不会堕入地狱？那么迦叶呢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应堕地狱。按照我了解佛说的义理应该堕入地狱。何以故？如佛习为声闻说法，汝之比丘移之草木莫恶心。何以故？一众生因恶心故堕地狱因为恶心就堕地狱。那么尔时佛赞迦叶：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应善受持
按照你所说的要去那个受持。三男子，若因恶心堕地狱者，菩萨尔时实无恶心。菩萨那个时候实在没有恶心。所以故菩萨于一切众生乃至虫蚁，迄高下牺牲灵敏，利益心，所以则何善诸因缘之方便故。所以嫌高下伊都真可怜已经岁龄要搁机灵爱足久的啦，安尼千万拢咧做足可怜的因为要利所以这个佛就讲所以则何？为什么呢？善知因缘就是这个菩萨呢，知道这个因缘，他为什么脸会粉碎？他为什么会当众生？为什么会去当蚂蚁？都善知道因缘，然后呢又知道呢方便法门，所以这个呢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心很重要。那么以方便力意令众生种之善根，以方便力要给众生呢来种知善根，所以我们在凡那个种善很重要，让善又生根，让善根又成熟，我们才会遇到善知，我们会呢听到上乘佛法，这个都很不容易啦。所以我们那个种善根要所以我们善根不种了，你听到上乘佛法信心法，你也没有办法去实修实际的去做那我们有种善根呢，我们自然就排除那一些业障，然后就有办法来这个行那个上乘佛法。那么以是义故我以尔时以善方便，虽夺其命而非恶心不是呢那个恶心夺命三子婆罗门法这个婆罗门法呢7岁呢到14岁要在家学习，15岁之后呢游方学问学婆罗门法15岁之后爱出门去学啦一下街去学学问这个婆罗门法，然后40岁要回来家里娶妻生子，40岁爱回娶某生囝啦，50岁以后要入山修道了，所以婆罗门法就这样它规定要这样7岁到10岁伫咧厝诶学，15岁爱去外口学，去下街去学，甲你赶出门一岁去学，40岁转来娶某生囝，50岁你山就蛮奇怪可是他们都习惯了按照那个样子。落沙遗址满足时辰咱太阳甲狗遐互安尼好10车，无有杀罪迄拢无杀罪无早失这个猫狸狮子虎狼熊之恶猛兽，及于能为众生害者杀满这个10车，鬼神罗刹呢能为众生呢做老害者，有夺其命呢悉无报所以家就甲咱讲，咱抬狗遐抬甲10车无做啦无忙早失这呢知恶从所，这害这个众生害者你甲伊抬甲10车鬼神罗刹能为众生做老害有夺其命呢悉无罪报这鬼神罗刹你拢甲抬我那拢无罪报各位知道了吗？厝诶若有家族目屎爱抬袂？抬袂？所以嘛，你看我们观世音地经就讲
这个恶为恶啊，除害，没有罪。不用那么说我都有生命了，我不敢害死他。要把你叮，蚊子要把你叮，去叮别人，不要叮我。你的心怎么花？你要先成佛啊，你甭想。要叮你就把他打死，不要再去叮别人了。这样心里好不好？好不好？竟然不介意。所以持恶为善。各位要了解，持恶为善。有因果。我杀掉他来找我，你就这样担当。那你就有意义。你在凡尘啊，活得有意思啦。唔当抬，规入去甲厝内底规间拢加抓，人家会怎么想？你的卫生有够歹，伫恁兜唔通常听，食这吹落屎。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啊，持恶为善。你除掉恶啊，你就是行善。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若杀恶人则有罪报。这个杀恶人啊有罪报，所以佛都详细说，杀以不悔则恶鬼。你杀了不后悔，就堕入恶鬼道。若能忏悔啊，三路断食，忏杀刚外加，其罪消灭，无有余语呀。安尼知不？这个佛教我们这个就是叫怎么样开一扇门啦。你杀人这个有够苦你给他抬死啊，对不？你杀人了有罪报。阿姨啊不悔不后悔，你就堕入恶鬼道。那个恶鬼道啊迄个烟火敢若一尖啦，物件拢食袂落，巴肚足枵的，巴肚足大的，足枵的，拢食袂物件袂落，好不好？不要到恶鬼道去啦，所以不好。佛就讲若能忏悔，你杀了恶人，然后你忏悔，然后三路断食，3天内拢莫食，其罪消灭无啦。罪拢无去啊！你看好好无？调到8岁起来嘛得，因为罪会消灭啊！已经啦，罪恶呢都消灭无有余语啊！无那啦，拢已经无啊！若杀和尚，害其父、女人、女女，无事千年啊，在地狱中。所以这样的讲，假如说我们杀了和尚。那个显然未知道，和尚他已经跟道合在一起，你把他杀了，又害他的父母，又害女人举女，那无数的千年啊，在地中，足久千年啊，拢伫个地内底啦，你免想要出来，无法度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那个原因。善男子，汝先所言，如来何故呢？骂提波达多，吃人，食唾，安尼食人的嘴喏，如意啊不应呢，作如何以故？知佛是真呢，还所发言不可思议，就都不能用我们头脑来想，用嘴巴来论议，都不可思议。善男子，或有实言。为所爱，实在讲出来，我们凡尘都很喜欢，非实非法，不为利益啊。如是之言，我终不说。所以这个非实非法，不为利益呢，这一种话，如来呢，他都不会讲。若有语呢，虽不粗狂，真实不虚，是实是法。能为一切众生利益，虽不悦我要说之。听到以后虽然不喜欢可是呢佛都要讲。何以故？知佛是真呢，
应正遍知，知方便故啊，知义令仪啊，安住正法，故是种种方便，都是呢那个方便法门，所以啊，这个应啊遍知，正知，然后遍知，正遍知。因为呢知道方便法，所以要令呢，那个安住在正法，所以用种种法门来做。三男子，我以尔时啊，时不骂入提波达多，实在无敢骂啦，伊都成我提早这个成道成佛，所以我们了解啊，时啊实在呢没有骂他。亦于痴呢，使人剃透，亦不生于恶气之中，而彼地狱，受罪一劫，亦不坏身，出佛身学，亦不犯呢，四重之罪，毁谤法大圣的经典，拢无啦，提波达多呢，拢无接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真的就不可思议了。明明看到的现象拢有，佛拢无。三男子提波达多啊，为是知佛之所知见，知佛啊，所知道所见到。是故如今呢，不应难言如来，何言苛责啊，骂入提波达多。如于知佛所有境界啊，不应如是。生于以往，佛以修萨道时啊，发愿必修忍辱波罗蜜，提波达多知道这个事，发愿生世世呢，要佛同时生在凡尘世间，做加入者，让佛成就忍辱波罗蜜。所以原因就是这样啦。因刚刚要来甲刺激的，所以咱台湾话激就成哩，我甲你激未成啦，甲你激才会成，有没有？咱嘛安尼，无激无力，激的好，我做互你看，就有力的，就绝对成的。那假设白言，譬如甘蔗啊，世事啊兼足，得种种味，我如是呢。从佛著闻啊，多得法味。所谓呢，出家味啊、离欲味、极味啊、道味。所以佛就讲，敢若甘蔗啦，甘蔗呢，世事兼足。咱即摆甲摕来，这个兼足啊，头一届食无共款甜，特别甜。你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你煮，无共，味啊有味，甲头一摆拢无共，所以啊。得种种味，然后假设说我也这样得到种种味，然后从佛述闻，讲足一摆，不讲足一摆，我听足一解，所以多得法味啊，得到那个法味，那个法都不同，所谓出家味、离欲味啊、极昧味、道味，各位浅显体会多少味？出家味有没有？离欲味有没有？极昧味有没有？道味有没有？拢无无咱体会什么味？世间味。世间味体会真深啦，这拢无啦。这个离欲啊，极昧哇拢无。道味有啊无？有没？有啦，拢唔敢肯定，事实上有。是真譬如真金啊，世事稍达，消融炼也，转更见，调和柔软，光色微妙，其假难量，然后乃人天宝重，那个宝好像真金，一直稍达的话，如来呢如给达，那人人道天道啊。都很宝贵啊，很重视。师真如来郑重之问，则得稳健啊，甚深令身行者呢奉行。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为知天人所中恭敬供养。所以如来也是这个样子。
很郑重、慎重的来质问、来询问啊，则得稳健甚深之意问清咩就清咩的意义出来你问就清的意义出来所以让呢令我们身行深深的要来修道的人受持共修无量的呢就发无上正等正觉心然后为知天人所终恭敬供养。尔时佛赞迦摄善哉善哉，善男子，菩萨为利益诸众生故知其如来如是深意。以是义故呢，我如意说于大圣方等甚深秘密之法，所谓极爱如一指定。所以问得深就讲得深啦要了解说佛法无得深刻迦佛言：若菩萨修慈悲喜得一者，修舍心时不得何地因为慈悲喜舍所以我们了解说是无量量心呢悲喜舍那慈悲喜讲过了，那么修舍心的时候复得何地？那么佛就回答：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之时知我欲说如则之问你善的知识，知道时机成熟知道我想说，然后你就菩萨呢修舍心的时候则得住空平等地如须菩提须菩提呢就住在呢空平等地。菩萨呢住空平等地，则不见有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族知识验真中人是不见呢五阴这八界然后这个支路就是根路尘尘路根六路众生寿命就是没有四相所以我们一看以后不见有父母兄妹儿媳亲族之事，然后验真中人不然安尼看到安尼敢若仇人都没有乃至不见五阴不见18界，不见那六路根路尘尘路根就是支路以这个众生寿命四相。善男子，譬如虚空无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无有众生寿命，一切呢知法亦复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虚空。何以故？善能修习知空法故。可是各位贤贤，我们看到这样咱都会想讲安尼唔通我厝最起码父母都不能忘兄弟妻子也要照顾，对吧？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在现象之中来说啦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先人道圆满人道圆满，没有后顾之忧，没有之忧以后你冲度化生就有力道了这样对吗？所以我们在现象之中不要有亏欠那假如说我们在现象有亏欠，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人家一反问了，你答不出来，因为你没做到所以你答不出来。那你在现象都很圆满做得很好，那么这个它是已经讲到我们法身了。我们法身有没有这一些？有没有？法身没有父母兄弟妻子，有没有？没有。我们法身以虚空为身所以没有追想，有的都没有。有没有仇人？没有。有没有恩人？都没有。所以什么都没有，叫做空法。这样了解吗？
空法，就是我们法身的，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凡尘的一切啊，或者讲啊，一切法皆不合、不善、无色、无对一相，所谓无相。若法无自性，则无有法。各位浅显，答案是什么？再说一次，一切法皆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若法无自性，则无有法。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不要说了，没关系啊，回去慢慢想。你才会了解说，原来佛法这么殊胜，这么好的，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要，这个让我们成就啊，一定也有一些过程，一下子答案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反而说很多啦，那马来西亚有的道宾有够骨力的啦，逐天拢拍电话给我，伫马来西亚呢，包括迄腔个足，我是安尼足认真听，听到底咧甲我问声，我安尼修对唔对？我你是安怎修？我就很努力听啦安尼伊讲伊咧做工啦做敢若油漆油工，早转去拢啉酒啦。厝的太太查某后生啊，拢很讨厌。一个听到我咧讲圣理心法，伊就认真听啦。转去酒唔啉啦，开始认听，听咧认真去做啦。做咧就问我讲安尼对唔对？这声我又搁认真咧听，讲你安怎做？然后要想一想，这个有时候要用变法门。虽然都还不很肯定他说的是对，可是不能跟他讲你安尼唔对啦，伊拢不爱做。我对，你安尼对，让他熟悉一点以后再讲，以后我会更了解他在讲什么。无伊足重佫足骨力的。我看到迄电话，头到尾100几啦，我这是都马来西亚你看从马来西亚过来等于每天打足骨力的啦跟台湾也无遮骨力。他那个真的很努力，伊讲你即马修足欢喜的啦厝的遐旧的也都很高兴啦，不喝酒了不喝酒就不乱做事，就不会打人，就家里都很和乐啦。讲伊嘛就欢喜这个现象，努力修啦，修安对唔对？安那对唔对？讲对，安尼对。所以我们了解不一样的我们社会背景有不一样的做法，我们要量说以他这个现象来做这个事，然后往后他一直做会变怎么样？我们要事先了解。那了解了以后我们不要泼他冷水，要给他有那个动力。伊讲对，伊就认真去做。这个尾啊，个发现问题，个问。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调整就可以。不要一下子你又把它泼冷水，哇，拢不爱做，哇。又失掉一个那个佛种子，所以要有那个方便法门就是变圣智给人家呢方便能够让人家呢修持。假设白佛言云何名空？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什么样呢叫做空？那佛就回答三男子，空则所谓的内空就是我们的内心
整个空，然后外外面整个空，内外空内外全部空，有为空无为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实空性空无所有空，地狱空空空大空就这么多的空了空有这么多它都有含义啦那菩萨呢允和观理内这个呢就一个一个想怎么样呢来观呢内空是内空华为呢无父母愿亲中人，众生寿命常乐我净，如来法身，所有财物是内法中虽有性，而是佛性，非内非外，所以则合佛性常无变异故，是名菩萨呢观理内空所以这个内空呢，佛就说我们在观内空的时候这个内空华没有父母，也没有怨亲中人没有那个怨人亲人，没有都没有，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寿命都没有这个事相没有常乐我净，没有如来法身就是三宝那所有财物在内法之中呢也没有虽有佛性呢，而是佛性非内非外所以则合佛性常住无变异故，我们的佛性常住不动没有变异是名菩萨呢观理内空所以这个观内空佛就讲这么多了。那外空者亦复如是也是这样无有内华内外空者亦复如是也是这样。三男子唯有如来法身呢不在二空这个我们了解法身佛性不在呢这个二空这个何以故？如是四法常乐我净是故是法不名为空，是名内外俱空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一个讲下来外空内外空然后这个有为善男子，这个有为空者有为之法悉皆是空，所谓内空外空内外空，常乐我净空，众寿命如来法身，地狱空之中佛性呢非有为法，是故佛性呢非有为法，是名有为空那个有所作为有为空。男子允和菩萨呢观无为空是无为法，悉皆是空。所谓呢无常，就是没有无苦不净没有这个苦，没有不净。无我那个因界入众生寿命这相那个因就是五因界18界，入呢就是6可是有根入尘，有尘分，就有12个然后众生寿命就10以那个4然后有漏内华无为法中呢佛等四法非有为非为现善故非无为，现常住故非有为是名菩萨呢观无空这个无为本来无所作为，就是我们佛性所以佛就讲我们的佛性呢有为非无为又是呢常住不是呢有为无为。那么允和菩萨观无始空，见生死无始没有开始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了悉皆皆悉空寂所以空者常乐我净皆悉空寂，无有变异众生寿命三宝佛性即为法，是名菩萨呢观无始空无始没开始的时候，
因而菩萨呢，观于性空，观一切法本性啊，皆空。为啊，因界路，就是五阴，八界啊，12路，常无常，苦乐尽不尽，我无我，观如是等一切之法，不见本性啊，是名菩萨观于性空。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啊，在观呢这个五阴呢，它没有本性。那个18界也没有本性，12路也没有本性，不管是尘路根还是路尘都没有本性，常也没有本性，无常也没有本性，苦也没有，乐没有，净也没有，不净也没有，我无没有，无我也没有，这一些法呢都没有本性啊。所以各位要了解，有本性要进入六道轮回这一些都没有进入六道轮回，所以这一些都没有本性，这样了解吗？了不了？一点迷迷糊糊啦，对不？所以了解这个我们在讲五阴。各位学贤，五阴有没有本性？有没有？六路有没有本性？所以我们这样知道，五阴假如说有本性，那五进入人六道轮回，它有没有进入六道轮回？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有的印有，有的印没有。要让我这个讲，假如说五阴它有进入六道轮回，他就变一个人了。五阴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不是。我们在讲那个我们有具备的五阴才有身体，对不对？那个是我们讲我们的佛性佛性的五阴色受想行识是讲我们人才进入六道轮回。讲五阴的本身没有，它没有进入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那所有里面讲的18界那个六路12处，全部都没有进入轮回，这知道吗？安就知讲无，因遐拢无啦。咱讲这个道他有没有轮回？他有没有自性？无啦，伊若有自性伊会讲你莫甲我无用，伊会安尼袂？咱要用就讲对无？会去讲同意还是拒绝啦？所以他没有自性，安尼知无？凡尘相万事都是这样，没有自性咱就知影讲咱的自性有多么可贵，对不？但是咱爱修，你若唔修，伫个六道轮回内底不可贵。你若走伊个恶鬼道去，就要好食袂落，食到嘴拢变火，好糟糕，很恶啦。佛伫咧修菩萨道，伫个河边伫咧打坐坐禅。恶鬼道去甲佛讲，你点啊真享受，哇，你巴肚足枵的啦，你嘛先甲我解决的。这个有做讲头前迄河水遐济，你哪唔去啉？伊讲你看水，我看拢火我都袂食的讲安尼好啦，我甲你解决你遐业障消失，你啉业障就去啉拢水啦，唔是火，你看嘛。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是被障碍障的什么业障我们自己造的业障障碍我们自己安尼了解，爱这呗所以我们要修啦，业障不要造啦，对不？你若无造业障，造于恶鬼道去，袂啦人道来，道良十方持佛，人道修成，人道要不要？
都修成佛了，可以脱离苦海所以我们最幸运的就是可以脱苦海。因为刚才来的时候黑暗提一正大个问题要问啦，讲好，我来先互恁问，起码得剩半点钟。好，问。谁要先？好，请说。问一下达赖喇嘛说，他下辈子之间，中国政府说他不能众生所望，那么他能不来吗？因为我们生真可恶啦，拢甲迄个达赖喇嘛讲，因为逐摆来拢要逃，当那个统领啦。当头啦，那达赖喇嘛说好，我这一生过以后就不来了，因为达赖喇嘛他是菩萨来示现，菩萨来的，这一次已经是第四已经来14届，他讲好我这届啦，这一生过了我就不来了啦，到这娑婆世界来。所以他到凡尘来，各位就可以看他的言行。后学菩萨跟我们台湾那个学博士对谈，在纽约，然后电视实况转播，有没有？然后我们那个佛学博士论知道呀，一直讲，达赖喇嘛就举手拢用语咧讲哎呦，请讲，我可以问问题。我们那个佛学博士说，不是讲不可以，你讲等到我讲完了，你再他这样说。然后那个达赖喇嘛第二次又举手，他要怎样说？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所以由这个对谈我们就可以了解，达赖喇嘛是要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告诉众生当下啦。你讲那么多理论众生没办法吸收，所以把它打断。那个是要点他能够清醒。他竟然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那我们从这话，我讲完有没有我相？讲完了有没有法相？有能讲有所讲，是不是生灭？生灭是不是六道轮回？所以那个佛事现在完成，他就说我不告诉众生六道轮回之法，就是不讲生灭法了，那个生灭的都不说。他已经虽然得到佛学博士可是他已经进入生灭。所以第二次达赖喇嘛举手要问，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以我们在现场来看，那个前后不过没有几分钟啦，3-5分钟而已。我们会以为达赖喇嘛的记忆有够差啦，他无一时久尔袂记了。不是因为刚才要问，刚才已经过去了，那个已经过去心啦，告诉他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是这样。你那个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回到台湾，等到他归空，他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因为当时有那个写武侠小说那个到台湾来，还有那个拍电影的李也到台湾来，3个就一起会谈因为3个都有名气所以那个记者去现场跟，然后那个佛学博士就李安，你拍电影要把我拍成角色，各位填写，把我拍成什么角色？什么心？我相。然后问金庸，你写武侠小说要把我安排什么样的角色？同样。我相。所以虽然他得到佛学博士，可是他的程度比我们研究心理心法
海底，我们都已经到达没有生灭，就是没有能手，已经到没有能手的状态。你看啊，他那个样子，是不是离这个还有一段距离？对不对？虽然好像博士社会名气呀，没用了，还死去都无半行，来出世无半了，回去双手嘛空空，住伫世间那面嘛，死了刚换别人。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只要在世啊，就已经成就。像那个广钦老和尚，你看他的要归空的时候就讲，那无去无代志，无来也无去啦，没有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没有事，是不是已经回到我们那个当下，对不对？所以啊，你听他的讲话，你就了解说，他的程度够了，已经到了。时事今不离当念。万年前也在你当下一个念头，万年以后也在你现在当下的一个念头。你看我们当下念头都重要，那就不要有三心啊，不要过去心，不要未来心，不要现在心。过去了不要去回想，未来还没到策划。你身体要策划，活性不用你去策划。你说现在现在过去了，现在过去了，现在一都没掉了。你看，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下，佛性也具足，简单无？有没有？咱拢会讲，虽然马西拍电话我听袂介详细，但是伊甲我讲我伫咧马来西亚讲你这个话，伊拢甲我回答，哪有遐简单呢？讲幸福无遐简单的啦，真简单，很简单。各位看过我的书啊，简不简单？简不简单？那个迄规个就是金刚经啊，内底有书还有迄个大圣金刚经论，有 DVD 有 CD 有 MP3，那不爱看你看，我挂在听，很棒的你深研究，还有那一些书啊，你凊彩摕本来看，就是要你成佛，里面就有教你怎么成佛，都是不困难的，不是讲迄个安尼无法度做。是咱要做啊，无做安尼啊。你只要肯做，一定成啊，不是很困难。只要你把佛性启发出来，你脾气毛病、贪嗔痴慢疑无去，无你若讲认真要去掉，迄脾气毛病各位先生很难。迄10年啊迄想看卖，10年前的脾气毛病，甲即马10年后的脾气毛病同款无？你来看回想一下，还一样。10年前跟10年后没有改变，可是只要你进佛性啊，你再经过个一段时间，你再看一看不一样了，脾气毛病不见了，贪嗔痴慢疑也淡薄了，不会很重视，绝对不一样。只怕你不进入了，你若要进入佛性就无法度。只要你进入，一定会不一样。回答一条，我要10分，较紧的一大堆了，过来。再请问，对于已经死亡的动物，对它再切割也是杀业吧？它人会痛苦吗？这个大概在讲，我们已经买了杀死了回去等着切了要吃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现在法院的判官法官在判罪你是迄个主从主较重对无？从较轻对无？主要的主犯较从犯，就是讲你抬迄个较重要，
过来就是讲吼边仔咧食的食，这样了解吗？虽然没有杀的人罪那么重，可是你呀、假如说你都不吃，那个杀人要不要杀？要不要？我太太都无人要吃，我哪要抬？对不对？所以你是从犯，那个主当然罪比较大了，那个不是痛不痛的问题，他抬就抬，抬多嘛抬抬1000多嘛抬，那个不关紧要了，只要那个心，你那个杀心，你抬那个心上重要了。佛也就是讲，你杀人的时候，你没有杀的心啊，罪不大。你虽然杀人没有死，可是你那个杀心的罪大，所以那个杀，好死，有没有？迄边仔咧看的人甲点仔直直花，迄真是要执行的人也执行袂落手啦。边仔咧花的人，好死，都个罪啊啦，迄好死的罪啊，好了。再来是佛性如如不动，用到众生死后在受苦。好，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疑问呐，说呢这个如如不动，然后我们呢这个已经归空了以后啊，是什么人在受苦呢？所以或者就有讲我们佛性本体它不会变化，它是元神，它什么地方都有，什么地方呢都有我们的佛性。可是啊，我们有一个四神，我们到凡尘来啊，也就是四神来接受我们业力的果报，所以到凡尘来那个四神。那我们到地狱受苦也是四神啊在受苦，就像我们身体的认识一样，你身体有多苦，你到地狱啊就有多苦。那我们假如说进入元神，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呀，它不会痛，也不会饿，也没有冷热，它什么都没有，很超然的。所以慧学就讲一领悟如如不动。我们不是讲那个照相机原理嘛？有没有？我们玩过照相机的人都知道，你那个按快门啊，不能晃动镜头，一晃动啊，洗出来相片模糊不清。你以后不能动，叽嚓很轻。那我们把这个原理拿到我们身上来，佛性教在玄关。你看我们玄关一天到晚动，你看会很清晰吗？会不？一定模糊，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因为佛性如如不动，动的是你，跟佛性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或许都一直在讲，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没有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能所，已经一体了。若无所见，即真实的见如来，你已经见到如来。各位见到如来了没？见到了没？大骗。所以各位前贤，我们的法身啊，充满整个宇宙中。你假如说这样一看出去了以后，若无所见，没有人见的我，没有所见的法，没有能所，就真的已经见到如来，就真的见到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解无？一点也个唔知啊。不过你把这些话你记在脑海，你时常去想。若无所见，即是真实见如来。是咧想，你有一天体会了，都是安尼哦。所以啊，我们不是讲嘛那个记啊有没有？各位记得不记得？是吧？
那个睡死半乳眠那个啊，生人不己，处处随着你，睡死半乳眠，醒死随乳期。你不认识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知我皆欢喜。有没有？这个句语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了解到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一秒钟也没有离开我们，都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不认识他，不知道，欠一个讲捌，那捌就好啦，都唔捌啦，捌啦未？捌啦未？拢唔介意，不敢肯定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当我们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拢讲啊。身躯是天地物质最风土，众缘集合做伙，照咱用，对无？水火风土伊无地觉性，水火风土拢唔知半嘛，没有知觉性。是安那水火风土会动？会叮当的是啥？看到无？有无？看到我咧叮当无？迄敢水火风土咧叮当，佛性啊，对无？大家拢有无？啦，你看遮亲切有无？咱拢唔敢去认，迄个上师咧，掠贼，地主咱直直撞啦，师傅伫倒，无啦，师傅掠到一个，唔敢承担。不敢承担知道吗？是谁？咱家己我们自己就是贼啦。那个偷家宝的贼。我们没拿你看我们6根门头这个放光动地，迄拢是佛像，咱拢唔敢承认，拢偷咱的家宝。说那个禅师他们的教法，那个一讲课了以后，好下课，下课大家等一点吧，伊就叫讲舍利是迄个阿遮利，就是万师啦。这学生叫一个拢回头对无？这个禅师就问伊讲，师长，这个回头是谁？什么人？家己啦。就是这个啦。咱这行不是咧回头，唔知讲就是这个，知唔知？知哦，遐好哦。还有，请问刘讲师，那个昧之烦恼，名为内涵为错；那离异昧，名为内涵是对。此昧即如不动，灭掉所有烦恼，其与昧之烦恼有何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就完全都是在心呐。各位浅显，烦有没有形象？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灭烦恼，重要就是我们进入烦恼内容。我们一进入到烦恼的内容有没有办法灭烦恼？没办法，没有。所以当烦恼生发的时候，你马上回过来看，生出烦恼的是谁？就是佛性。佛性才有能力生发烦恼所以那个生发烦恼的就是佛性。按佛性生发，是不是菩提？是不是？对不对？进入烦恼的内容是不是要烦恼？你反过来看生发的原来，是不是菩提？这烦恼灭掉了没？灭掉了啦。所以要了解到不要在文字里面钻，一定要抓到那个根源。你抓到我为什么烦恼？就是已进入烦恼的内容。
那烦恼，我的佛性生发，我的佛性生发烦恼，然后我进入烦恼内容，那烦恼没了的啦，没了，不会没有，一定非常烦恼。可是只要你回光返照，看烦恼哪里生出来，原来佛性生出来。哎呦啊，你有成那生烦恼来化烦恼，你哪讲？你不让它去掉你去掉了，就是菩提啊，这样会吗？会不会？往后啊，我们烦恼的时候可以用，就没有烦恼就没有了。你讲完烦恼嘛无办法啦。我讲完要烦恼，我离开烦恼的内容，那也没办法了。还有吗？还有，有讲师姊妹那个第一项与住项修行的差别，又与舍恋修行有何种异同？好，这个我们了解说，这个离念啊，与舍念，各位浅显，离念容易啊，还是舍念容易？离开念头啊比较容易，还是舍掉念头啊比较容易？所以我们看每个人的习惯性啊。假如说你这个很喜欢起心动念，很喜欢起心动念又不知不觉，那你那个念啊，你要努力，马上念来你离开。马上念来离开离念，所以离念的念就没有，然后舍念啊，是你不知不觉已经念形成以后，我要把它舍掉。这样哪个比较高超？念头来了以后，我把它舍掉，念起来我把它离掉，哪个高？其实也是没有高还是没有低啦，就是因为习惯性啦。习惯性是我们假如说那个知觉发现了，起心动念发现了，你赶快离念，因为马上啊那个最快，念头起来知道离那个容易啦，你等到念头让它形成，再来要去掉迄较困难已经会掉了啦，会掉就要用舍啦，舍念，所以舍念用就多了，爱较出力，你离念就比较轻松，因为这起来嘛，譬如讲啦一个人来，然后你还未去想有诶无以前你就来打招呼，是不是那个所有诶要个想诶拢无去啊？对不？那一个人来，小等下，我想看卖，一个较早讲话拢足恶意的，这对我足歹。你想不出一些念头，你要再好言的对他，容不容易？就不容易了啦，已经气到要死啊！就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离念啊，就是还没有形成之前，赶快离了，没了，没事啦。然后已经个想啊，我掉就要舍念啦，念得要你才有办法舍掉。所以舍掉是比较要用力啦。所以我们了解说，过程啊，看看我们这个敏锐度够，我们当起心动念离念，这样的话心清净你假如说已经戆戆肚去形成的观念，这个人有够心有够歹迄心意识各拢足强的，各拢求。你说这个时候离念容不容易就无法度啦，无法度就要舍念。好啦，总是假啦，反正拢无半项啦，拢假的，舍掉啦，那个是比较不同的。所以我们修的过程要看自己的习惯性。那假如说是比较敏锐的习惯性起来就不要，起来就不要，这样会比较容易啦。还有吗？
过气息没有，那过气所造的罪业不去想，就不会出现这些吗？咱拢会怀疑啦，讲吼咱的过去心啊不祥哦，过去所念哦，是不是拢无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上天开就是一个方便门。假如说我们不可能累世之间没有造业啦，多多少都会安尼去做一寡业乱，然后我们造了业下来。它已经形成了业因了啦，已经在。那我们现在你去想你往那个这一生所经历的那一些过去事，你又去想，那么你要了解你这一想了以后起心动念就是业，然后你把以往的因把它拉来。跟你现在的业汇合，形成果报，你现在要去接受，叫做业力现前。业力现前逃不了啦，你就要去接受啦。接受好啊唔好？迄真艰苦呢。迄本来迄其中拢欺负人。即马你搁起心动念，拢甲以前欺负人的业拢诱来，也辛苦病痛你无法度家己照顾，一定爱足济人。你愿意也无愿意？要。你搁拢咧度人咧救人，为什么会安尼？迄拢无研究。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累世不可能说没有做错，一定有，那一定有它在虚空之间，它要有缘，因缘和果报才会呈现。现在的就是看你要不要起心动念，这个就是起心动念就是业，那就是业。你整个因由来汇合，要不要接受？你不要接受嘛，袂使啦。迄唔是讲我无起心动念，佮有法度头接完无法度，迄已经形成固定所以要了解那个已经固定定业定业你要接受，所以迄是足久的，佮讲我拢是外国伫咧开放，那会拢着到即款比较歹医。我讲你就是无爱研究啦。你若较早研究的你就袂着。你遐因扭袂来，你唔免接受这果报，安尼无足好，有无？所以咱一定相信伊啦。你若因拢无爱信，安直直要甲扭，无法度。迄新鲜难救无命囝，你都无命，伊无度甲你救啦。还有1分钟。佛性与老母娘是相同的吗？若相同，佛性是怎么会舍不得我们原本的自我为佛性作用的良心慈悲如何体会为正确？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当你都已经修到很圆满，都已经恢复到你的本来，你跟老母都已经合在一起了。可是我们这个现在你看我们在手之中，这个己心皆错了，有念皆乖，拢唔对我们敢说我们是吗？敢不敢说？所以不敢说了。所以要了解到，纵然我们就是已经可以回到老母身边了，你都安尼一寡有诶无诶这么多，你敢回去吗？敢不敢？答案在我们心中了各位讲，各位谈，各位先生，大家好。科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德，以及感谢各位前学的获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手上又有一张了那个看标题又跟我们上次拿那一张一样，可是内容不同啦。
那我们上次拿那一张啊，因为在台北还没有讲完，讲完了以后啊，会把录音记下来，就给各位听。那我们讲到第几页了？55页吗？第几页？55页。好，中间。你的那观无始空这边吗？对呀，这个佛呢都解说呢这个空啊，有这个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始空、性空、无所有空、第一义空、空空大空，这讲是一空的内容。那么就解说说这个这菩萨呢观无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无始空，见生死无始。众生在凡尘六道轮回那个生死没有一个呢开始，就是无始来，皆悉空寂，都是空寂。所谓空者才我见，那个空所以我们了解以佛的讲法，空就是常乐我净。那常乐我净就是已经这个成就了以后，那个是果，常永远都不会变，乐也没有苦，我们凡尘的乐都有苦来这个相对待。那这个乐是永远是乐。那我不是身体的我，而是我们佛性的我。那佛性的我就是如来，佛性的我就是佛，所以那个常乐我净的我，就是如来，就是佛。那净就是清净，这个是已经成就修正成就以后那个四个那个果位叫常乐我净。那皆呢悉空寂，这个常乐我净也一样它呢都是空寂，无有变异，没有变化，因为没有形象，没有形象都不会变化，透露形象一定会变，一定有生灭，所以我们不追呢那个生灭的那一些东西。那众生寿命三宝佛性及无为法，是名菩萨呢观无始空。这个我们众生的这一些寿命，所以要了解众生是众缘积聚这个显现的生相，叫做众生，众而生那佛性本不生，因为不生就没有灭，不生不灭。那我们追的就不生不灭了。我们追到以后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本体，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再运用更加深层，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延伸到整个虚空，跟虚空融成一体。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就是修很熟悉，熟悉了以后我们这个身体还给天地，这个跟我们佛性无关，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假如说没有这样的话，我们都会被业把我们推。很多人说我是行善行善也是业善业，那有福报了，那福报我们就享受它也会完所以你享受完了落入六道轮回一样在轮回之中，所以一定要超出了，我们要超出轮回，
一定要回归到我们的本来。那我们的本来就是讲之一些空啊，所有的空都是我们本来，我们本来都是个样子的。可是我们都现象啊，都太注相了，对相太在意了。我们对相在意了对佛性无形无相就忽略，就不管它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到，不知不觉啊，我们就种业，业就已经种下来了。那种下来以后果报随后就来，因果都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自己努力先把佛性本体启发，启发了以后，我们再使佛性本体跟虚空融合。那么这个时候融合了以后，因为我们都不住相，所以跟虚空融合一样啊，都是无形无相，只是我们已经领悟了解。已经跟虚空已经融成一体，叫真空妙有。真空，空中不空，妙有，有没有形象？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是这样了。一相你要住什么相？没有相可以住。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回归到本来了，就不用被六道轮回局限。它局限我们不住了，所以我们了解解脱是要自己努力，自己求解脱。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就已经解脱了，所以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自己努力啦，别人帮不上忙，别人做是别人的啦，不是你的，你一定要自己做，而且你要自己能够对真理都透彻，这个也没办法别人帮忙，你不了解就是不了解，你研究知道就是知道，所以这个都偷懒不得啦，我们要一步一脚印，实际的知道真理，实际的去做，那做了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到达，使我们佛性跟虚空融合，这样真空妙有。空中不空妙有没有形象，这样就已经到达我们本位。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大家本来都是佛啦，咱也不爱做佛，因为我们都觉得凡尘太好玩了，在凡尘玩啦。你看凡尘发明很多东西都让我们沉迷，智型手机沉不沉迷？有用的人就会知道了，人家已经赖过来了，你不能不回应了，你一定回应，赖过去他又赖过来，没完没了了。你都给我拔起你这样就不是主人了啦。你说我是主人，你这个是工具是客人，现在反过来他变主人了，你变客人，你被他利用了。这样我们人价值何在？我们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子吗？赖来赖去就死掉了。那么引河菩萨呢观于性空这个佛呢又讲解说呢观呢这个性空，观一切法呢本性皆空，为因介入。因就是五因色受想行识，界呢就是18界6根6尘6识，那个路就是尘路根路尘都6个叫路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切法本性即空所谓的五因18界12路用6路也可以，因为2个。那么常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观无事等一切之法不见呢本性是名菩萨呢观于性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上次或许有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一切法皆不和不散，无色
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若法无自性，则无有法。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没记得啊，拢害我。听嘞吼，就过去啊。各位就可以了哦。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哦，说一切法就是万法，所有的一切呀，一切法皆呢就是全部了哦，不合不散。因为我们在研究我们还研究到演寂则生，演善则灭，有演寂有演善。可是佛就讲不合不散，本来它都不合不散，然后无色，没有这个形象，无形，无对，没有相对，一相，只有一相而已啦。所谓的无相，所以无相就是一切法。你有了解无？佛讲啦，伊那无爱讲就拢什么无的话那还讲落长，就是要降服我们的妄心啦。讲说一切都无，一切都空，我们不接受了。他就讲一切法皆不合不散，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他就这样讲得落等，就很长。可是你很长里面你去思索它的含义。佛就是要讲我们在凡尘的住相太厉害所以用这一种方式在我们哪一个阶段志向他就哪一个阶段讲出来原理到最后自性则无有法，就没有，连法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尘的所有一切都叫法所以一切法叫万法那万也放下呢，也就是万法都放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把它融会贯通你就会了解说原来真理就这么透彻告诉我们在凡尘所追求的就是实相。那实相不会变化因为无形无相才不会变化。落入有形有相它一定会变。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无形无相的性本体它很亲切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身体是四大假合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那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没有知觉性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那我们了解佛性没有形象，那没有形象的佛性借着没有知觉的那个所有风土，然后两个合在一起呈现出来。我们注重什么？所有风土，对不对？佛性我们都不注重那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呢？那现在我们会讲话，会有动作，那个是什么？对，就是佛。你看这亲切了，有无？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凡尘的视听言动都是佛性的，没有佛性会袂会叮当袂会晓讲话袂？不会所以很亲切我们就反过来对有形有相的，我们知道它是生灭知道就好，也不是要破坏它了。我们知道了就好。然后我们呢注重无形无相的佛性它没有形象，可是实实在在确实有存在很切实很亲切每天都跟我在一起我为什么有知觉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虽然说我们身体的知觉性它是属于生灭，可是要知道那个生灭的知觉性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就是六祖所讲的不断百思想那个百思想就是功能作用。功能作用我们要用对不对？所以在凡尘所有一切
用的都是活性的功能作用，我们用的都很熟悉呀，只是要修道你要找本体来修了，就差在这里功能作用你修的话修不成道，你要找本体。那本体的话它是功能作用跟本体是一体两面，了解吗？你有作用就一定有本体啦。作用的背后就是本体，支撑作用的作用，有办法作用就是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无本体纵然妄想，你那无本体要哪妄想？所以妄想还是从本体出来的，这样了解吗？只是说我们妄想一出来以后不会去看那个出来的源头，我们会去抓那个出来的内容，就糟糕了啦。那个内容就很多，千差万别而且很吸引我们。本体都无形无相没有形象，你不会注意因为我们越没有注意离我们就越远。虽然是用，但是不知，都不知道那我们现在研究了以后，了解说原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知道本体所有作用它都自然呈现呈现就让它呈现它自然就会消失可是你要保守住本体，它又会摄用归体，又回到本体回来你再发挥作用无量无边非常多了，非常广泛。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去找本体，然后我们只要都不住相的就会回归到本体一回归到本体我们的佛性本体越来就越灵敏。像今天或者要出门说要带卫生衣，因为以往前2-3天很热夏天一样这个像2-3天之前的天气你带卫生衣一定会有效。后人遐热咧咧穿卫生衣可是或者在整理要下来背包的时候我说要带，而且要带厚一点的你看这个佛性多么奥妙就告诉真的就穿上了因为各位就是要了解为什么或许上来讲课没有穿夹克，因为夹克没有办法夹带这个麦克风夹克就是轻的麦克风不知道要放在哪假如说我没有地方放麦克风，我拍摄下来的那个DVD 声音就不清晰我放在这边拍下来讲的就跟我现场一样很清晰。就是为了要放这个啦，我一定要穿有办法放的这个衣服啦所以就一定要里面穿厚一点会收就好啦我穿夹克嘛跟穿那搞的卫生衣一样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佛性的作用非常多，可是你一定要先抓到本体那个本体就好像我们拿的那个金钱，咱摕1000块那就是本体啦你这张摕来会使来买对不？要买啥拢会使对不？对不对？要吃饭还是买日用都可以你要用什么都可以用。可是你没有这个体你去迄店来讲我给你买伊讲好你去找物件找钱来纳钱你物件就当摕回去你用手跟人比他不能他不会让你把东西这个带走一定要付钱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有体有用体就是重要有体了以后你用你就可以这个千变万化就不一定说我只有一个作用，作用就很多了所以观呢这个性空一切法那个本性皆空，所有的法，所以各位这边所讲的它那法的本性
他不是在讲佛性啊，他是在讲那个现象啊，那个法就已经有现象。所以我们平常因为不引起啊我们那个想太多了，所以不讲。那这边呢，因为我们又越来越深入了，所以要说呢这个法我们要了解到它应用到我们佛性的时候啊，就会讲佛性啊。那应用在万象万事上面啊。各位先生，万象万事啊，是不是也称作法？对不对？那那个万象万事啊，有没有本性？有没有？可是要了解我们有是悟性不是佛性的性假如说了这个我在我面前这个麦克风，它也是一种法各位先生，它有没有本性？它的性啊，就是要传达那个里面的那个电可以通到主机，然后放出来，是这样的作用。可是它有没有佛性？是啊这个若有本性是佛性的话，那我们整个凡尘都不安利呀，因为他会有主张，你莫甲我用，我无你用，哇，打一声就害啊，对不对？像我们讲座啦有讲座就很这个看起来就很适合。可是假如说他有本性，你莫甲我用的，我无你用，我们要怎么样？糟糕了。所以啊，若法无自性啊，即无有法，安尼听有无？有没有？所以要进入深一层的道理啦。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凡尘的演寂则生，演善救昧啊，这个万象万事啊，它都称为法，可是它都没有本性。安尼有了解不？所以啊，我们要深入那个其中说自性啊皆空它没有自性五阴这个18界六路啊，它也一样。各位先贤，这个五阴啊有没有自性？所以我就要了解到，我们都混淆了，把它联想跟佛性在一起，就会说有，因为五阴就是我们的佛性都会这样联想。可是他这边是把它分开，说呢那个五阴的本身色受想行识有没有佛性？分开以后它都没有，全部都没有了。那合起来，在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里面它称为我们的佛性是这样。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彻底了解常无常就是了解凡尘的这一些常态。他这边说凡尘的常也是比较时间久一点啦。跟无常来说的话那个常的时间久一点，不像说进入我们佛性如如不动的那个常住不迁不一样所以在看的时候就要马上了解说他这边讲的角度是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那个里面内容苦跟乐苦跟乐也没有本性都是我们众生自己的感受净不净也一样也没有本性，我无我也一样都没有所以观如是等一切之法，不见本性都看不到他的这个本性是名菩萨观于性空那个性全部都是空。有没有一点印象你看我们这叮当这么沉重了愈学来愈深愈学来愈济
这样才对啊！愈学愈少，愈学愈浅的啊！我们越深入的话，就越浅出了。你能够深入，你做出来就很容易啦。那你假如说没有深入，你唔知要安怎做，才是健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深入了以后，你要怎么做，你都笃定。我怎么做没有业，我怎么做符合真理，那就是深入了。这样了解吗？都不回应。那么引合观内无所有空，这个无所有，我们就是了解啊，凡尘的我们众生啊，以拥有呢为快乐，那修道呢以空无啊为快乐，他无所有是最快乐啦，拢无负担，拢无烦恼啦，所以无所有，如人啊无子，好像我们没有这个孩子，言色在空，讲我厝的拢空空，毕竟观空，唯有亲爱，这个这个好像我们人没有这个孩子说呢，色在来对拢空空，这个毕竟观空无有亲爱，那么一时之人呢，言之荒安，贫穷之人呢，言一切空，如是所记或空非空，菩萨观时如贫穷，一切皆空，是名无所有空，无所有，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都想拥有啦，各位想不想拥有？这个不好回答。当我们各位姐姐，当我们对我们的另一半想不想拥有？想不想拥有？无能够上人好不好？你看我们现在下面小三很流行，对不对？那个就已经上人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凡尘我们都会想拥有。那假如说我们研究真理了以后我们夫妻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给对方空间，这样的夫妻生活就很圆满。那你假如说要约束他的话你都要闹，别再闹，哇，那就时常摩擦了。那个会幸福也要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我们就了解到，随顺真理的才能够幸福。真理就是要这样给大家空间。所以那个儒家呢都讲说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婆婆媳妇整天都窝在一起，这不吵架也困难了。你让他有各个空间，伊也拢去参加社团活动，伊也拢去参加一些烹饪课，这样会不会玩给？不会，就是各有各的空间所以都能够容纳。那我们要说一天坐着相瞪大眼瞪小眼会不会玩给？爱个好愈看愈顺眼若有意见就还愈看愈袂顺。所以凡尘真的两边这个天地这个一生下来以后就已经分成两边了。你不两边都还不行都很自然而然都两边。所以孔老夫子就很感叹中道难行。我们要行中道真的还要有智慧。所以我们了解说菩萨呢观这个无所有空的时候呢
好像贫穷人哦，一切都空，拢无半项啦，哦，一顿要吃唔知伫倒位啊。以我们现实来说的话，啊系啊，哦，后一顿食伫倒位唔知吼，足可怜的对不？可是啊，佛制定戒律就是要他们这样，下一餐在哪里不知道，哦，你就是托钵啊，哦，那你拿去哪里托钵，人家哦哪一家要布施你都不知道，哦，啊，所以啊，他就没有哦那一种依赖的心。那我们人啊，时时刻刻都没有依赖，独不独立，成不成佛？所以在日常生活啊，我们就训练自己，哦，时时啊都独立，哦，时时呢就可以成就，哦，那个都是我们要自己去努力的。因何观呢？第一义啊，空。观第一空时啊，是缘生时啊，无所从来；及其灭时啊，气无所至。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观第一空，这个我们眼睛看到万象，然后看到以后啊，这个无所从来，它从哪里来？所以这个文字我们看了以后啊，我们住在文字啊，就会觉得说，啊，目睭看到有啊，都有形象啊，形象看到就是伊来的所在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是以现实生活里面啦，我们所看的啦。可是啊，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可能说这个。整天啊坐不动，一定会到处走动嘛，对不对？那你到处走动啊，是不是看到的景象都不一样？那看到的不一样景色啊，它从哪里来？它固定已经在在原来的地方所在了，对不对？是你看到的时候，它才进到你的眼睛来。是啊，你看到了。可是要了解到那个景象啊，他从来没有意思说我要给你看，我要给你看，有没有？会不会？要不要？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所有万象啊，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然后我们不看它去啊，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了解啊，就是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本来啊这个形象都没有，现在有了，可是啊现在有了呢，过不久它又没有了。那么推其实性啊，无缘无主。我们要推究啊，它实在的那个佛性所在。没有缘，佛性里面它没有缘，也没有主，没有主人。如眼啊无性，好像眼睛的本身啊，它没有性。所以啊，眼睛是借我们佛性用的。我们佛性在眼睛不能够看的。眼睛本身啊，眼睛没有性。那么一切之法呢，亦复如是。所有的万法也是这样。都没有本性了，都依附以后啊才呈现。那么何等名为啊第一空？有业有报啊，不见作者。有业已经呢有这个业障，然后有果报，可是啊不见作者。如是空华名第一空。这个各位贤有业障有果报啊。那个不见作者啊，是谁在做啊？谁在做？谁在做？是我们自己在做了。自己作业啊，自己接受果报，对不对？可是啊，我们假如说不做，不作业也没有果报，是不是也我们是？对不对？
所以佛讲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呀造了业呢，我们还不知不觉啦，不知道接受果报，我们还心不平。那我为什么是我？这个受苦的都是我，享受都是别人。我们都有那一种观点。要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造业？不研究道理啦，才造了业。造了业啊，就要受苦。为什么要受苦？因为造业。那不造可以吗？可以。那你为什么要造？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合不合逻辑呀？所以啊，我们要研究这个真理，对我们的思索很有帮助。这个不是妄想，而是思维。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才符合我们能够回归到佛性本体？怎么样呢，才是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做的？所以啊，我们呢就要深入研究。那么引河菩萨呢，观于空空，是空空中呢，乃是声闻、辟支佛等所迷没处啊。所以啊，这个空空之中啊，就是声闻、辟支佛，就是那个四谛苦集灭道，修就是阿罗汉声闻。那辟支佛就修12因缘，12因缘成就就是辟支佛。他呢所迷没的地方所在啊，就是空空。所以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已经记录啊，空没有啦，什么都没有的完空了。各位浅显，这样危不危险？什么都没有，危不危险？所以我们要知道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什么都没有，那个是完空。那完空的话，很容易消极。什么拢无啊，什么拢无啊，你就好啊，拢免去研究，这个就消极了。那消极我们要了解说不符合真理，它跟真理不符合，所以佛都会骂阿罗汉跟这个辟支佛，说骄牙败种，说他们都只顾自己好啦，不管别人的死活，就是那样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空空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三男子是有是无，是名空空，是非是名空空。所以我们了解是有是无两边，是名是空两边，是非是两边，两边都空空，危不危险？他中道没有点出来，空空空空就好啊，这样不好嘞。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追求到那个究竟的。三男子十住菩萨呢，上于世中呢，通达少分，犹为尘呢，况复于人。那个十住菩萨，那个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一般呢，讲这个菩萨都是讲十地呀，那讲那个十住这个我们就比较少用少听啦。那个是对所有人讲，他这个讲第一个就是前慧地，有听过吗？第一个前慧地，那第二个呢叫现地，第三个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第三个叫八人地，就是苦法智人，苦法智，已经呢有8个，叫八人地，然后第四个叫薄地。所以我们了解说咱都唔捌听到这嘞，因为这个它是比较
通俗整个完成用了，不是说菩萨实地呢是专门讲菩萨所以再来见地，然后这个离欲地，离开欲望然后以半地然后必知佛地菩萨地、佛地，有没有听过？对了，有的已经有听过、有研究过，那我一般比较少用了少用到是一种这个讲法，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他就有讲说第一个前慧地，那个前慧地就是修道以后，你已经心很笃定了已经到前慧了然后经过我们讲的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然后实地到等觉到妙觉，有没有？55位所以从前慧地开始，你到等觉，等觉以后就是后前慧地了。所以我们就比较少研究说第一个前慧地，第二个那个后的前慧地我们竟然没有去努力去探讨所以他到后一个前慧地以后，都才转过来再一次再从实性、实住、实行，一直到等觉进入妙觉所以我们一般都讲你到等觉然后就跟佛交接了。那在楞严经里面，佛就这样讲佛说呢，还要再经过一轮，再经过一次啦因为我们也都讲过了，现在只是回忆一下啦回忆一下说有这个学问在，只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不需要去研究那一个阶段。说在台北讲的时候很多前贤就讲说那无闻之说太高，不用讲啦，咱也无到那个程度听无可是在我们这边全部讲那个无闻之说也讲，可是真的啦，我们说已经上过了跟没有上过一样。再拿出来问不知，绝对是这样的。为什么？太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定要自我勉励啦。我求做佛，你就要努力把心收回来，回光返照照见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绝对可以成佛啦！想不想想就要去做光想不会到要做才会到做又不很困难，困不困难？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当下呢就圆满，你有困难无？就简单嘛对不？不简单是咱的心啦，我们的心好简单像马来西亚这个前贤很努力3、2天就打一通电话给我，马来西亚打过来打到台湾来，然后那个问题问了就很微细我说你修在这嘛呢？真的就很努力修得很深入他说我跟人家讲你照这样修你就可以成佛，人家都跟他说哪有那么简单？他说要安那？我说信心就好你已经说了方法跟那个理都跟他说了，他做不做要不要他自己取舍他也说对我们没讲，我心里面都难过我知道我研究了好几年了功底马来西亚的研究好几年，连我在讲那个山鸡用羽毛去浸水来救火他也讲给我听呢，说我就住在这边长大扑灭不扑灭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不做的话我心里面难过
哦，这个观念很好嘞，哦，我尽心尽力呀。啊，我讲咱台湾哦，无一个道士讲一两天拍电话给我。伊安尼伫马来西亚哦，拍过来，我看电话都头到尾遮大堆哦，讲啊，又是马来西亚，哦，啊，真的就是马来西亚打过来，他很努力，哦，有腔调，他也哦很努力的讲，啊，我很努力的听，因为他已经修到很细腻的地方，所以不能引导错误了，哦，尤其。哦，我们出街的时候还可以用方便法门，啊，你修到蛮高的程度啊，就一定一点错都不可以，你错了整个慧命都断了，所以就要很小心啦，所以我们了解说，在研究过程啊，一定要切实，透彻，你敢改，你都要负责，所以一定要。都这个做了会怎么样？你要负责。我们有这一种实际的经验，实际的去做，然后跟他讲，那他做不做是他的事，就不在你的范围以内了。你不讲的话，你知道不讲，你天令圣法，四重罪里面的一个，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啊，空是啊，两边呢都住了。善男子十字菩萨呢，在这个里面啊，还通达少闻一点而已哦，好像围城，匡护于人，别人呢更没有办法到达。善男子如是空啊，亦不同于啊声闻所得空三昧。这个声闻呢，他得到空三昧。空的正定，三昧就是正定，是名菩萨呢观于空，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有一些呢，虽然他呢不是很高的法门，可是他很努力修啊，一样呢会成就。那么引何菩萨观于大空，言大空者啊，为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就是大空，是大空。菩萨得如是空门，则得住于啊虚空等地，住是地矣啊，于一切法中无有自爱、系缚、积执，心无迷闷，犹如虚空呢，于可爱色啊，不生贪着。不爱色中呢，不生嗔恚，所以这个佛就讲说这个大空，大空呢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妙智慧，是我们佛性本体啊所具备的，般若呢波罗蜜，到达清净，用妙智慧啊到达清净的彼岸，这个呢叫般若波罗蜜。那么是名啊大空，这个呢就是大空。那菩萨能够得到如是的空门，得到这个大空啊，这么多的空，则得住于啊虚空等地，已经住在虚空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虚空啊，各位浅显，虚空可不可以住？虚空也是在大嘞。你看我们都没有研究，都不知道，虚空就是没有形象的啦。那我们佛性没有形象的啦，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可不可以住？所以啊，我们跟整个虚空融合一体啦，已经住在虚空。可是啊，不能住相。一住相就害啊，本来是甲宇宙虚空融汇啊，遮宽那大就害啊，变一角，在一个角落而已啦。所以都不住啊，你就很宽广，跟虚空都融汇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了解住在那个地住在虚空等地啊，于一切法中呢，无有自爱，所有的法都不会有自爱，
戏服机直啊，都不会戏服，没叫白条的，无拘束，无执着，心呢没有迷闷，都很笃定，没有迷闷，犹如虚空，好像虚空一样，以可爱色看到很漂亮、很好的景象，不生贪着。不爱色中很丑陋、很不好看的那一种景象中不生嗔恚所以我们了解说，那已经呢就很殊胜的那一个境界广大无对悉能容受一切之法广大它没有呢相对都能够容受呢一切之法。自是地中呢，一切法意见意之，若行若言若性若相，这是众生信心成就，求以大圣，是人胜流，是人逆流，是人正住，这是众生已到彼岸。所以我们了解说，在这个大空呢，广大无对所有都能够容受。跟虚空容受万象一样，一切之法，自在呢这个虚空等地这个地中，以一切法意见意知，所有的法都看见，所有的法都知道，若行若言，这个好像呢有在行持，好像呢有看到呢眼即则生，眼善则美，若性若相，都呢。能够呢呈现，知是众生知道这一个众生信心成就他有信心的，可以修正的，可以成佛的。那么求以大圣都呢求这个大圣佛法。那么这个人是顺流这个人是逆流是人呢正住是人呢有那个逆住所以逆流我们要了解说。逆流的修持方法比较困难顺流比较容易。然后我们在现象之中，假如说顺境我们来修的话是很好修，可是容易迷失。那逆境就是修的困难，可是容易成就那么知是众生呢已到彼岸就是这个众生他已经呢回到本位到清净的彼岸了。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可以了解到人家修的程度了。只要他讲话你就知道他修到什么程度。要训练训练自己看他一定可以看的。像我们修道时间久，有一个众生到我们眼前来，你一看到他的脸相这业就重的，有没有？马上可以看出来，对不对？那有一个众生到你眼前来，这个有够好修，伊的面，佫拢安尼，满脸的春风，好不好修？好不好修？我们都会看的，我们可以坐在那个看相的桌上来给人看命。所以或者在谢谢你都讲，我们经历了六大轮回太久，你这类讲现在讲得出，伊拢有经过，所以不要相信那一些不实在的话实在的就是真理，不是不昧佛性本体才是实在。顺流者为凡夫啦，顺流就是凡夫，逆流者从须陀洹乃至呢到必之佛，正住者为菩萨，到彼岸者所谓如来，是名为知，就知道。所以我们越修道呢，那个大用佛性的大用就越多，知道的越多了。那我们呢也不要炫耀，知道就好。那么引何为见？菩萨住于大圣大涅盘点，修幻行心，以净天眼见之众生造身口意三业不善，堕于地狱，次生恶鬼，
见众生修善业者啊，命中当生呢天上人中，见之众生呢从暗入明，从明入暗，是名为见。所以这个见啊，就是讲菩萨呢是在大圣大涅盘点修呢这个幻行，幻行呢就是清净之行，清净之行幻行，以净天眼，清净的这个天眼见到所有众生呢，那造身口意三业不散。所以啊，我们能够呢，造业啊，不管善业恶业，都是身口意的，所以啊，你看那个比丘的偈语啊，身口意业不造恶，有没有？身口意业啊不造恶，摆在第一个。我们呢造业啊，都是身口意业啦，不恼这个众生啊，这个我们不要懊恼所有众生啊，这一些啊。这个知有情的不去懊恼，然后我们这个用呢我们的正念啊来观之，意境空，我们欲念欲望意境都是空的，那无益之苦啊当远离，没有利益的苦啊我们不要做，所以啊身口意啊三业不散，不散呢就要堕落这个三恶道了，地狱畜生恶鬼，那见诸众生呢修之善业他都在行善，命中呢当生呢天上人中，在七天神仙，或是呢在我们人道之中，看到众生呢从暗入明，这个啊能够呢从暗入明，进入了解真理的世界。那有的呢从明入暗，哇那个他就知道不好要过去做。像我们现在啊，很多这个在学校念书啊，所以啊，我们在学校念书那个真的是变化很大的时候，现在很多呢就是利用学生做什么吸毒，用那个糖果里面啊就是那一种有那个毒的那一种成分，然后就是请你的，你不贪小便宜，你去啥吃了都害啊啦，为什么？会上瘾，你即马上瘾不是要请你吃，你爱买，你爱买，即马学生没有钱。没有钱要那，所以啊就很多问题延伸啦。然后那个上游拿那个毒免费给学生吃的人，就教他去拉别的人来吃这个，吃了以后啊他一样要买，所以啊你拉的越多人。他的收入就越多了，你看怎么样？往后啊自己陷入了，也拉别人，是不是很恶劣的环境？所以啊，真的学生去念书那唔知好啊歹，互伊念，互伊去安尼这读册啊无读无册，愈读愈册。大家记得，所以一个好的很清白的懒得五颜六色。那女孩子更糟糕，你没有钱的话用身体去赚钱，你看就肉那个人肉市场这样的话你的一生又完蛋了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不能够一步踏错了一脚步都唔当去踏掉哇全盘皆输，再回头啊与400年生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在凡人啊时间就这么短，这个辞掉那个孩童时期，辞掉老人时期，中间可以打拼
几年，无几年啦，目一个年就过啊，都已经过了。好些都在想，这旧年还佫直直讲70亿，今72啊。所以啊，好些都讲啊，活一天这个是要努力一天，努力宣扬，要大家呢都研究啊心理心法。那么亦有众生或因贪欲啊，嗔恚愚痴，事业啊必应啊地狱受报。世人只以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现世亲受，不堕地狱。有众生呢，因为贪欲，贪嗔痴，这一种业啊很重，一定呢要在地狱受报。那么这个人，他这个知道了以后啊，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全部啊修。那先世啊，现在这一世啊，亲受，不用呢堕入地狱。那么与何事业？能得现报，就是忏悔发怒。我们呢，这个要进入地狱的那一种重罪啊，我们呢忏悔发怒呢，就是把它呢把做错的事情呢都整个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叫做发怒了。那我们大概都缺少这个勇气啦，做唔对咯嘛唔敢讲，对吧？那个就没有发怒了。所以你在忏悔的时候啊，就是要发怒，把你的就讲出来，让人知影。这样有没有很大的勇气？有没有？要很大的勇气啦。已经那个效果啊，你忏悔的效果都已经呈现，所以你看好不好用？你若惊，哎呦，唔通啦，唔通王知影啦，我这见笑，愈见笑做愈人。所以啊，就是要发怒。那么所有的知恶啊，记回之后啊，更不敢做。惭愧啊，成就故啊，供养三宝故，常自苛责故，世人以是啊，善业因缘不堕地狱，现世啊受报，所谓头痛、腹痛、腹痛、背痛，横跺死腰，苛责骂怒啊，鞭杖必续，饥饿困苦，受如是等啊，现世亲报。所以若咧身体若咧唔好，唔免惊，好代志。本来做正重这若爱受过就好啊，就无啊，已经拢接受果报啊。反之造少罪业啊，那么此业因缘应受现报。世人少恶啊，不自苛责，不生惭愧，不能忏悔，无有不惧啊。事业增长，地狱受报。本来作为追少少啊，结果啊，愈来愈严重，愈多。那么众生呢，皆有佛性，为之烦恼之所护庇，不能得见。众生呢，全部啊都有佛性，因为有烦恼，有很多烦恼。把我们覆盖的蒙蔽了，不能得见，不能看到佛性。那十字菩萨呢，知之众生呢，皆有佛性，见不明了，犹如暗夜所见。那个十字菩萨，知道呢，所有众生都有佛性，可是看不清楚啦，见不明了，好像呢暗夜所见。那么知佛如来意见意知，知佛如来呢，也看到也知道，假设问言，如是知得何等利？知道这样有什么利益？那么佛就回答：能如是知得是无碍，华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乐收无碍。那么华无碍者知一切法即华的名字，
亦无碍者啊，知一切法所有的知义能随知法所立名字而为作义。此无碍者随智啊论证议论忏陀论这个的六论之一这个是啊辩论。乐说无碍者啊，所谓菩萨所还手眼收啊，无有障碍不可动转无所畏惧啊，难可摧伏。是名菩萨呢，能是见之啊即如是啊，是无碍智就是可以得到呢这个是无碍智。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都很努力啊就可以得到，本来都是很难得的。复次三执法无碍者啊，菩萨遍知声闻眼觉菩萨知佛之法，这个法无碍啊菩萨就可以遍知声闻啊就是阿罗汉，眼觉就是知佛然后菩萨实地以及知佛如来这个法。那亦无碍者啊圣虽有三上圣中圣下圣，知其归依啊归于一佛圣终不畏啊有差别之相那个呢就是义啊无碍。此无碍者呢，菩萨于一法中作呢种种名经无量劫啊说不可尽声闻缘觉能作是说呢无有是处所以这个声闻缘觉啊毕竟呢程度还不够啦所以啊一法之中呢做种种名经无量劫说不可尽呢声闻缘觉就没有办法。那乐说无碍者啊，菩萨于无量劫为之众生啊演说之法，漏名漏义种种义说不可穷尽那个乐说无碍这个呢为众生来演说之法名称啊义理呀种种不一样的说法讲不尽的。复次菩萨于事外法皆不起着，何以故？若取着者不名菩萨那起相住相呢都不是做菩萨啦或做凡夫。假设白佛言若不起着则不知法，若知法则是起着所以或许用小刮胡把这一段呢深思此段之问答佛法之精髓所在就是很重要的或者把它呢用小刮胡刮出来。若知不着则无所知，因何如来说言知法而不取着？那佛就回答：普取着者啊，不名无碍无所取着乃名无碍所以你这个有着了就有挂碍啦所以不名无碍，已经有挂碍。那无所取着才叫呢无碍。善男子，是故一切知菩萨等有取着者，则无无碍若无碍呢不名菩萨，当知是呢名为凡夫。这个或许讲你只要一有所住就是凡夫啦所以不能住相才能够进入菩萨。那何故取着名为凡夫？一切凡夫取着于色取着于受取着于想取着于行，乃至取着于事受色受想行识，以着色故则生贪心，生贪心故为色系缚，乃至为事之所系缚这个乃至中间就省略它为受为想为行一样的都会被它系缚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事就前面一个色后面一个事，包括中间的三个受想行
有起早了，都被他戏服。以戏如故啊，则不得免啊生老病死。你看，我们只要有取着住相，拢会生老病死啦，忧悲大苦啊，一切烦恼，所有都来了。是故取着名为凡夫，以是一故啊，一切凡夫无事无碍。我们凡夫呢，没有事无碍啦。要呢，这菩萨跟佛呢才有没有这个凡夫没有。三男子，菩萨身修知见法相，以知见故呢，则知其意呀。以见法相，乃知意故啊，而以色中不生续着，乃至世中呢亦复如是。所以啊，菩萨身修这个知见这个我们呢了解说佛知佛见啊很重要啦。所以知见这个法相以知见故呢，就知道其意以见法相啊，乃知意而以色中呢不生细着，乃至于世中呢亦复如是。以不着故啊，菩萨一色不生贪心，乃至世中呢，亦不生贪。以无贪故呢，则不为色之所系服，乃至不为世之所系服。以不服故呢，则得脱于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以是义故一切菩萨得事无碍。所以我们要理到说，这个不住相啊，我们才可以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事相本就不见了，所以一定先学着住相。不住相呢，我们又做万年放下了，这样很快把佛性的轮廓都呈现。那佛性的轮廓呈现了，我们又深修就呢可以让佛性呢跟整个这个宇宙虚空融成一体。这样的话我们又一直又努力的进修，就可以到达我们呢这个真空妙有然后慢慢的发挥佛性的大用。那佛性大用发挥以佛的讲法可以转移四天下了。各位浅显以后呢功夫修有够唔免去转四天下，转钓台就好。所以三男子，以是因缘，我为弟子12部中，这个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身，常行从诵，估其未曾有，无问自说论理，12部经，说续着者名为模糊，若不着者则脱模糊你若续着若拢住相。都去剖析那个是服了。譬如世间有罪之人为王所服，这个世间那有罪，就去政府抓去监牢关。无罪之人王不能服。你若无罪政府袂使甲咱关。菩萨呢亦复如是，有续着者变魔所服。无着者魔不能服，是义故菩萨而无所着。菩萨都没有着相啦，这个最基本的，要当菩萨袂使着相。迦叶白佛言：若诸声闻眼觉之人，一切无有事无碍者，因何数真？说舍利佛智慧第一，大目犍连神通第一。摩诃迦西罗事无碍第一，如其无者如来何故说如是说？世尊赞迦叶言：善哉善哉，三子！譬如恒河有无量水，
心头大河随意无量，波刹大河随意无量，溪头大河随意无量，达池随意无量，大海之中随意无量，如是水，虽同无，然其多少啊，其实不等。虽然大河印度的大河啊，跟海都一样是无量的水，可是他们呢，那个水的多少啊，不一样多了。声闻缘觉及之菩萨呢，是无碍智啊，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偶凡夫说摩诃居士楼是无碍智为第一，如所问的其意如是。是那个讲在凡夫那个程度啊，以凡夫来说，摩诃居士楼是无碍智啊最为第一。那以菩萨来说的话，他还没到来，所以你看那个方便法门就是很好。迦叶白佛言，如佛说啊，幻行品中，菩萨之见呢得四碍。则无所得，亦有心。若是菩萨呢，心有所得，而非菩萨，名为凡夫。允何如来说言，菩萨而有所得？这个迦叶啊，就问得很详细。那佛就回答：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将欲说而复问。我刚好想说了，刚好你问。菩萨呢，实无所得，无所得者啊，是无碍。所以你看这个程度啊，就不同很高了。善男子，以何故啊？这个无所得者啊，名为无碍；若有得者啊，名为碍；有障碍者啊，名是颠倒。那个常乐我净啊，之相还，谓之颠倒。菩萨呢，是倒故啊，为这个无碍，故得呢这个无碍，是故菩萨呢，名所得，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无所得啊，才真的得啦。你有所得就有所失，得失呢是对的。故此无所得，无所得者，则名为慧，有智慧；若有所得啊，为无明。你有所得就是无明，没有所得就是智慧，有智慧。菩萨永断无明暗，故啊无所得。那个无明暗啊，它永远都断了。无所得者啊，名大涅盘，无所得就大涅盘。菩萨安置如是呢，大涅盘中不见一切呢，知华性相。是故菩萨呢，名无所得。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大涅盘不生不灭啊，那个对的，不生不灭之中，不见一切的法，性，跟相。这个菩萨呢，名无所得。若有所得啊，名二十无有。这个二十无有啊，以前呢都讲过很多次，就是三界的详细说了，还记得吗？欲界有40，无色界7个，色界有7个，无色界个有没有？第个会记的，这我们时常都会用到了，所以或者说讲很多次，就常讲，就20无有，六欲天啊，四大部洲就10个，然后四恶趣呀，就是三恶道加呢阿修罗，就14啦。然后这个色界，就是初禅、梵天、二禅、三禅、四禅，无想天、五净居天7个，然后呢无色界，有4空天，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总共有不异相毛，这个呢20无有，我们经典看经典的话，时常会出现的。有时候讲三有，有因有果啦，所以叫有，知有。那菩萨永断了20无有，得大涅盘。是个菩萨呢，名而，这个菩萨呢，他名称呢叫得。
故次啊，无所得者，名为大圣。菩萨不自诸法，故得大圣。在所有的法呢，这个菩萨都不住，都已经超越了，所以啊，都所得。有所得者，名为声闻辟支佛。菩萨永断了二圣道，得以佛道。无所得者，名方等经，就是大圣经典的称啊，叫做方等，平等的意思，大方平等，菩萨读诵啊，是坚固啊，得大涅盘。我们讲说，涅盘呢有生死相对了，大呢大就已经超越了，超越生死。是萨呢名无所得。复次啊，善男子，无所有者啊，名为虚空。世间无物啊，名为虚空。菩萨得虚空三昧，无见故啊，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者啊，名生死轮。一切凡夫啊，轮回生死，故有所见。无所得啊，名地狱空。菩萨呢，观地狱空呢，悉无所见。所以啊，后面呢就讲，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的见如来。熟不熟啊？听得熟不熟？很熟知道意思吗？没有能见啊，没有所见，就是把整个凡尘啊，已经融成一体了。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这样呢，若无所见，就真实你见到如来了。各位见到如来了没？这个要用领会的啦，就是你真的所有你都了了分明，都不自不住在相都了了分明都知道全部整个心什么也都没有，这个就叫见到如来了。见到人如如不动啊，真心佛性本体啊。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安尼袂像我直直讲嘛讲样。若有所见啊，即是邪见。为什么？有能见的我相，然后有所见的相，邪见。为什么叫邪见？不正。为什么正？生灭无常变化，安尼知无？所以无常变化的，在佛来讲，它不正确啦。因为那个外头的，你现在这个相都不见了，你这个脑筋里面还住在这个相，这个线都没有变化了所以告诉我们，实相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没有形象是那个觉很灵敏的觉，那个觉实相我们呢时时刻刻可以体会啦咱咧真实在实实在在本体拢知影，叫欲相的欲，就是佛性迄个啦，欲迄个啦，很亲切不是离我们很远我们都有时候看他不是我不敢去肯定。无所得名地狱空菩萨观的地狱空悉见都没有所见。善男子，我之所问亦无所得，我之所说亦无所得这个所问也是无所得，我所说也无所得。若说有得是魔应许，为我弟子迦叶白佛言：世尊，为我说是菩萨无所得时无量众生断了有相心，以是义故我感知无所得意令如是量众生离魔见属，为佛弟子。迦叶白佛言：如来现娑罗双世间，为尘陀收记
本有金无，本无金有，自有华，无有是处，是因何？所以啊，这个很重要了。本无金有，本有金无，本无金有是有华，无有是处，那佛就答：善男子，化度啊，知众生故，而作说。因为声闻必知佛故啊，而作是说；因为闻思法王子故啊，而作是说。不但呢正为尘陀，说是偈也。时闻思师利啊，当意问我，我知其心啊，而未说之。我既说矣啊，闻思师利啊，即得解了。迦叶言：世尊，如闻思人啊，具有几人啊，能了是义？唯愿如来更为大众呢，广为说。所以迦叶呢，就跟说像闻思这样那个智慧那么能有几个人啊？能了解这个义理所以他呢，希望如来呢再说一次啦，更为大众啊，广分别说。这个广分别说啊，留待下个礼拜，因为上次啊问还很多没问啊，又有新的问题啦。我说好，我留半个小时啊，就回答问题，因为回答我们要了解修道啊，会有疑不必问啊，很重要。你有疑不问啊，那个疑啊就是怕改，没有把那个结打开，你永远都不会进步了。请说。那是第一个题，在儒家大学论道书里面有一句：人不可任情真，直解本源佛所定。注下5、8、6、7我一转，这个地方不写的可以讲。哎呀，这个有人不肯令情真啊，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悟道人不要任情来征。我们假如说被情征兆，落入那一种情绪啊人情世啊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修了。所以有人不肯令情征，就是不被人征兆了。这是正确的选择，不要情征兆。我们修道不修人情道了，所以被情征。所以下呢那个佛所印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本源，佛性本源是佛所印的，所以我们得说，你要修成道成佛，一定从佛性本体，从佛性本体呢才能够成就成佛所以呢佛所印的你一定要这样做。那5、8、6、7口音转，我们就讲了很多次没关系再说。5就是以舍身5个。8就是阿赖耶识啦，6就是我们意识，7末世，第7末那识，5、8、6、7果因转，果5、85、8是果，6、7就是因，你转一定要从因才转这个果转不动，所以或许都会用比喻。说我们想买车票，我们在家里想买车票，家里是一个因地的地方你车票要到果地你要到车站你去买才得到车票，因地买不到了所以要因地你出发然后去车头去买，这样意思吗？所以要从因转。那因呢就是6、7因为5、8是果，6、7是因，然后6第一个就是意识，把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见非功，到非有为功用，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用呢妙观察智可以观察到我们的佛性本体。
啊，这样的话哦，就已经不用日常的理事，我们已经用活性本体啦，所以最理想意也不要用活本体，然后啊已经好了，再钻第7的莫那式，把莫那式啊就成平等性质，平等性质啊心无病。假如说你能够平等啊，心就没有病了。我们分别心都太强，所以啊心都有病。那假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与物啊之间平等，物与物啊平等，所有都平等。假如说以等这一种心的话，那我们那个已经把那个第7呀那个义就变成了平等性质。我们用妙观察智跟平等性质来指挥前面眼耳鼻舌身，就指挥前面5。那这个5个听话，听6、7的话，就呢成手做事，成手完成我的命令已经做，成手做事啊，同眼界跟呢我们那个眼界智这个第5啊。眼耳鼻舌身5，然后最后一个8呢，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那我们了解啊，我们阿赖耶识就是死后来先做主我们死的时候他最离开了啦，我们来投胎呢，他最早到所以我们了解啊，那个我们的那个佛性我们了解说阿赖耶识啊可以修成佛，然后也可以让我们下入呢三恶道，很重要了。我们呢已经修了以后，修正了以后啊，让我们第8阿赖耶识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本来。变成本来的话，它就已经呢恢复了。这个是我们要修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是了解到。很实在要的就是在第6了，第6的妙观察智，那个是最需要的。你只要你做了，然后一个接一个，然后这个8识啊转成4智，4智整个啊都回到佛性本体回来了，一体的啦，不是有那么多个，只是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啊，要讲明内容。我们才有下手的地方，才知道你怎么做。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修正啊。你知道理，不知道怎么做，没用啊。好了，一条了。第2个问题。好，请说。老讲人法体，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性非因缘非自，它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人地法天法道3个法教法，然后那个道法自然的法是方法，不是说呢那个道还在效法自然啦。到了假如说要效法自然，那表示自然比道高一个阶层。假如说自然又高一个阶层各位先生有没有听过？道叫成佛，成佛叫成道，对不对？说成自然，有没有？有听过啊？以成自然，各位先生，自然的细体啊，体也六道轮回啦，成自然啦。所以啊，成道不是到了上面还有一个阶层，不是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此的意思。那个道呢，它就是自然，自然的方法就是道，安尼啦，不是说道还要效法自然，我们解说都错误诶。道在效法自然的话，自然就到一个阶层，比道悬，道就上啦，你搁比道较悬，要讲我做啥？已经不是你啊，已经不对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是说道方法就是自然，自然就是道了。人死去后就自然，迄个咧，就是啊，迄自然。那释迦牟尼佛讲的
我们就是要聊到为什么我们的佛性超出因缘，超出自然。假如说我们的佛性是因缘，糟糕了，缘俱生啊，缘生就灭，对不？咱时时刻刻的佛性嘛在生灭，合不合？就不合真理的佛性没有生灭啦。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的佛性超越凡尘所有的现象，超越凡尘所有的文字，全部超越了。所以因缘不是自然，不是和合，不是不和合，全部超越。只要是落入自然，那自然有自然道，对不对？那你看我们佛性够不够妙？自然有一些我们不能，有一些佛性的功能作用还不能用自然的那个来论来讲。按照自然已经都超出凡尘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尘用的自然有它的角度啦，或者说那个不宽广，自然的角度不宽广，道的角度无量宽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无量宽广你然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是这样。你刚才你说完了吗？好，再说。之前说的因，我们去想，这一想变成起心动念，就形成业力现前。那我们来忏悔过去的罪过，请问讲师，忏悔的这一念算不算起心动念？所以或者都说一定要问我们不问的话真的卡在哪里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也不知道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我们已经研究到说你起心动念有念就是业，那个是很微细啦他现在把那个真粗的跟很微细念做伙念做伙的时阵就说我们要忏悔忏悔也要念念也是变这心动念也必这业它就是这个意思啦，对吧？问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这个人没来这人不在的话有一点想象空间所以或许都鼓励我们能够计划问你直接问都没有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忏悔就是内心已经承认自己错，我错了我错了你要了解到是要诚实的对你自己啦所以你就看是哪一个你在哪一个地方佛堂就在向前面，没有呢你就在青天白日下，那你就诚心诚意的跟上天讲我确实错了我要忏悔，我要改过，以后都绝不再犯，这样你才叫忏悔啦。那个不是起心动念，而是要清除你里面的所有污垢都清除掉你只要一忏悔了，不能再想你说再经过一个场合加过来忏悔，再过来忏悔，那个叫伤害，那个不叫忏悔所以要认清爱怎样你都爱办一个逐摆都拢拄到场合后来个忏悔，后来个忏悔，本来都拢无个不对的那一些事项你现在要个忏悔要哪个较早又来对不？是不是二度伤害？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像我们立志也一样立场不要常立志啦讲来咱来重复新念你自己的新念不能给，所以一发了以后是千千万万年呢，不能说你现在发了过就无效啦，过来重发新念，过一段过来重发新念，你那个什么
没用。所以啊，我们发愿场一发愿了以后，千千万万事你都是执行，按照你的愿去做，没有变化的，不隔了一段时间又来，隔了一段时间又来，那不算了。所以我们在一定要自己笃定，对的，我为什么要忏悔？对你没有帮助了，我诚心认为往后结伴。你看那个是真正的让你所有的过错去掉，罪业都没有了，心里面都已经干干净净。我们求的就是这样生活我们就延续。还有吗？修道能力开始抓到能修行很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分不清楚身体上的觉与佛性的觉，请讲师讲解。好，这个倒是很实际呀。身体上的觉跟佛性的觉我们就要能够了解。身体的觉是佛性的功作用，佛性的觉是佛性体，这样了解吗？那你要分说什么样是佛性的觉？就是佛讲脱根脱尘离身离界，那个就是佛性的觉。那你身体的觉，你身体什么状态你最了解了那个都很快显现了，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身体功能作用很快就改变了，可是佛性本体它不会变。我们就是能够去体会那个就是觉观不能及，就是你的觉跟你的观到达不了，那个才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佛学因为在这四周都静悄悄的，很不容易来讲耳根圆通了。北部那个嘈杂声很多，很容易收了。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闻性听闻闻性，我们把闻性然后拉到外面，这边听静悄悄好了。可是静悄悄就是静悄悄不容易变化。那了解说你在你的家里在不同环境，你把你的那个闻性拉到外面的声音，然后你听到声音的，不管什么声音，你听到了，你的佛性也就在地方，已经在那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的声音它变化了以后，哇，声才无去啦可是你已经刚才已经把佛性拉到你刚才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声音无去，咱耳根那个听的时候已经不用了。为什么？无声你唔免听，但是佛性拄则就甲你听，对吧？无去迄句根多根唔免用根。然后那个声音就是六尘之一有声音就是尘声音佫无去我土尘你看伫个声音的所在，唔是伫我身躯对不对？所以离身离开身，又离开声音的景象，脱根脱尘离身离境，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啦。安会样没？会不会？若无像我去用脚底按摩迄要死会着找着袂疼的，迄个袂疼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毋过足侪人讲后面疼到要死，无疼拢找无。那个是你心无法度专啦，拢去互疼扭去你若很专注的时阵有法度把迄个不生不灭佛性掠掉的时阵疼的时阵迄个疼敢若毋是你啦，因为你伫个佛性里内底所以要体会说我们有时候都会生病身体不舒服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赶快找那个不痛的，那个不痛的就是佛性本体啦会痛那个佛性功能作用啦，安会样没？会不会？毋过这我讲较学啦，用迄我拄则讲迄紧啦，较快
因为声音哦，不哪个地方声音你都可以用，哦，都可以用。啊，你用的时候啊，佛性已经到那个声音地方，我无去。有声音的时阵，你得用耳根；无声音的耳根不用了。有声音的时阵，伫咧生成凡尘的迄个景象。无迄声音景象嘛免。脱根脱尘，离身离境，那个就佛性本体啊！你看那个时候你就很笃定，佛性本体是安呢？你要去倒找形象啊？可是实实在在，我就是切实抓到它，安尼没？会不会啊？会不会？佮讲一个当你在家里面或是在有声音的地方，然后你就利用一段时间来修你坐着放松，然后你用稳性听闻稳性，第三个那个稳性啊就是佛性啦，那个听是耳功能，闻是听到加入我们意识，那变成佛性功能作用，那个稳性就是佛性本体。虽然说已经是本体，可是我们很难去分辨，所以你要去抓它的时候啊，就用你用耳根圆通。我直接讲过来，跟耳根圆通，听无？好啦，佮讲，你听到声音，你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稳性往那个声音的地方，就追到那个地方。佛性已经在那个声音发生的地方，已经在那个地方之后啊，那个声音变化了，变化的时候啊，你已经把它的佛性已经拉去了，拉去它变化，你耳都不用了，那个声音消失啊，那个色尘也不用了，所以脱根脱尘了，脱根脱尘离身离境都已经出来了，安会晓未？有简单无？有无？你都爱做要用想象想象会必妄念。你讲是做的时阵都确确实啊，把佛性因稳性已经拉到声音的地方，确确实实，对不？这个所在你就了解个方向。声音就听就照样你的迄个灵知你嘛知影朝往，对不？佛性就听去听声音无去，唔免用根；声音无去，唔免尘，根尘不用了，然后这个身跟境也都不用了。你看佛性都呈现，安尼样没？会不会？这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做要用这个方法。当你很熟悉的时候，整个都全部都是啦，规个拢是呀。后你都爱吃嘅。这个全部都是佛性，那个时候就你要了解，你先做这样，等到你熟悉的时候佛性你刚开始不要贪不要说我要听就远的，你也听，你听较近的，笃定慢慢各方听愈远，后来尾愈的时阵，不管倒位有声，你拢有应用了，都已经出来离开身体了。这样会吗？讲无一个我赢。还有吗？还有啊，好，快讲，还剩下5分钟而已。花心在修道者的身上，可学到许多真理。然而，经过几年之后，热度就会减少许多。如何能克服疲倦的心？是修道越来越道。本来真认真，尾愈无力，是这样吗？这个我们就是了解人之常情啦。咱是人咱的习惯性拢安尼啦，所以这个都是要怎么样自己克服自己了解，所以我不能堕入惯性习惯性所以要了解到像今天报主就讲说有一对夫妻坐那个美国航空要到美国去，结果在中途他那个飞机有一点故障，然后就要所有乘客各个自己去找
找看你要转哪一步。然后他不熟就一直找那一些他们航空公司帮忙，然后到最后都跟他回答一句话：我无能为力。已经听好几个回答都我无能为力了。一共拜托了，我这个很重要的会议一定要去赶到了，不能不让我到那个地方。一样都无能为力。到尾上尾一个甲讲，伊讲在我们美国这一种现象是司空见惯，都是这样。你在台湾人在福中不知福，太受宠了，所以你才不习惯这样的现象。你看嘛，航空公司甲你载到半路放掉的，无负责任，佫甲讲安尼看你会讲袂使，你安尼会使，一定攻击的对无？伊讲若阮遮是做司空见惯，拢安尼啦，拢这款情形，就要各自想办法。你人在台湾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你太受宠了，所以你才会不习惯。所以就是我们当初的心不见，当初要修，当初要成。那个出发心不见，你出发心不见越来你就越没有理想，就越被身体拖着了。所以我们要用意志来拖着身体，不要身体来拖着意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意志先坚强，我一定要过，你绝对可以过了。哎呦，这哪有法度这当然这。保证你成不了，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一种，比如说愈来就愈安尼无力，愈来愈贫惰，这人之常情啦。身体把咱拖的啦，拢要拖咱落去地狱，袂使，我要起来天堂，你要我拖在地狱袂使，所以要这个激发自己啦。若个无出力尖也一支，甲你骹大腿甲插落去，好努力，安尼样。下课。各位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聚会讲。我们呢，今天又有一本新的那个书了，叫怀禅师上圣顿悟法门。这个也是顿悟，所以或许都比较推崇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时期来说，渐修的都来不及那个时间要很久。经过很多生很多世才会到达。那顿悟就在一生之中呢，可以到。只要我们努力就都可以到达。然后我们就开始呢讲这个《涅盘经》，我们讲到第几页？第105757页，57页的哪边？大众广分别说，这边吗？好，这个善男子，谛听谛听，今当为汝从虎眼之。就之前已经有讲过，可是因为太深了，听了以后不了解，所以佛呢又重讲，言本有者，本来有，我习本有无量的烦恼，
以烦恼故啊，现在无有大波那台。这个本有，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这个修道，我们没有研究心理心法，那个本有啊，无量的烦恼，就是非常多的烦恼。那么以烦恼的原因，现在就没有大波那盘，没有回到啊我们原来的地方。那么言本无者啊，本无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就是妙智慧。我们佛性啊，本来具备的妙智慧。波罗蜜呢，就是到达清净的彼岸。有妙智慧啊，就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以无般若波罗蜜，现在具有知烦恼结，因为没有般若，没有自己呀佛性具备的妙智慧啊，来到达清净的境地，所以现在具有呢，知烦恼结。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假如说我们心里面都还没有了解对理的部分啊，就是卡住了，那个就是结啦，怕改。我们一定要改套苦，一定要把结解开，这样呢才会通过这个真理的那个整个领域。所以或许说鼓励啊，一定呢有疑啊必问，修道进步才会快。都唔敢问会去戒掉的啦，一定爱问。那么言本有者，我本有父母，和之身？是故现在无有金刚的妙法身，本有，就是我们有这父母亲啊，把我们生下来的这个身体，因为呢，在这个形象方面啊，我们住相，所以啊，现在没有那个金刚呢，妙法身。我们呢，那个金刚妙法身啊，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呢研究了以后啊，知道说，我们都有，我们有这个金刚啊，这个妙法身。那么言本无者，我身不本无32相啊，80种好，这个都修持以后才会呈现。故啊，现在既有404变，这个一大不调这个随耳风图啊一打不调和的话呢，就有101个变，4大不调啊，就有404个变，所以我们生病是正常的啦，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病，有时候啊。人都会夸说，我拢嘛无病，唔通互伊破病啦。那一个破病就是啊，若不是咧病小病不断大病不换，直日病拢袂死啦。若迄个唔捌病病者就死啊。所以因为复合啊，那个真理里面啊，我们一大不调有101个变。那我们4大随风图4大不调就有404个变，所以我们了解说，假如说我修正的有32相80种好，那么这个404个变啊，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努力啊，修啊，那个好的形象，32相啊8种好。佛呢，就是用这样来引诱众生啦。讲你看我若修修较好啦，形象就好看，可以引诱众生修道啦。那我们修了假如说修得很好看，越修越好看，去度人的话还好度。那假如说我们越修越这个愁眉苦脸的，越修越不精彩，去度人的话，人家说买嘞。我若跟你行我跟你同款，
只要说我修的很精彩，活得很快乐，你讲好，我带你来，所以我们用呢，这个身教，用身来度化众生很快。那么言本有者啊，我习本有，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就是啊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啊，是佛的治国，是已经啊成佛了以后才有，所以啊本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还没有修正的时候啊，都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故现在呢无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假如说我们没有常乐我净啊，那无上的正等正觉啊，就不呈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研究心理心法，我们都记录啊常乐我净。所以啊，或许都跟各位讲，你听或者讲课，按照或者所说的去做，没有成佛，或者再来陪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对常乐我净啊，很笃定的相信，常永远不变的，乐没有苦的对待，我是如来，我就是佛，净就是清净，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啊常乐我净，就不会怕说来凡尘现象。很多道亲都跟后学讲，说你的身体安尼坎坎坷坷不是咧破病啦，你搁要来，讲那较戆啊。我讲迄不是咧破病，迄种短暂，迄种假，迄不是真的。真的病啊是心病，我心有病啊，我很乐观啊，都鼓励大家能够成佛成道啊，充满信心啊，所以没关系，病就好去病，看伊要偌病。没关系，我要来度化众生的心啊，没有变化，所以都希望各位能够成道成佛，不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够活在当下，当下就是佛，很容易不困难。言本无者，本不见佛性，故无常乐我净。就是我们众生本来没有，不看到佛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佛性很不容易能够领悟佛性非常不容易，所以领悟了以后我们整个人生都不一样，整个人生都变化了，已经进入那一种佛性的本体之中，所以凡尘的现象我们都可以看淡，一直在变化了，不用去住相，相不住了以后我们就已经逍遥自在，逍遥自在就是佛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来都是佛，之所以没有成是我们不愿意凡尘很好玩各位同学，你现在有智慧型手机可以滑手机可以赖，整天都跟人赖来赖去的，很有意思不想成佛啦，所以不见佛性，不想成。言本有者，本有凡夫修苦恨心，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事故现在不能破坏四魔，这个四魔有三个是我们内心，烦恼魔、五阴魔跟死魔，这是我们自己那个天魔是外来的，所以外来的很少啦，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这个凡夫修那个苦恨，我们说苦行你可以了解意思就好。就是很苦的时候他一直在行持，所以得到无上的正觉，
已是事故啊，现在不能破坏四魔。所以佛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呢去修呢那个苦行，不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一种凡夫的心啊太浓厚，所以啊没有办法破坏啊四魔。那我们只要说进入啊佛性，那佛性里面啊没有烦恼，烦恼魔就消失了。佛性里面啊没有五阴，五阴魔也消失了。佛性里面啊没有死，死魔也消失了。你看就简单有无？有无？有无？不回应的话，表示没有听进去啊。你回应了，表示有，我有在听。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大部分呢烦恼无一时啊，都是自己内心啊。我们佛心里面都没有，没有这一些，所以啊，不用呢那个凡夫修苦行的心，那个啊，就已经呢，不在我们佛性之中。那么言本无者，我本无有，六波罗蜜，就是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啊波罗蜜，本来没有，以无六波罗蜜啊，故修苦行心，为啊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呢无有是处。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都不对啦。所以跟我们凡尘所讲的不一样，有没有感觉？咱讲都爱都爱较认真修的，较认真做的，有无？结果佛拢否定啦，你认真修、认真做唔对，拢无伫个心咧做功夫啦。所以修道要成道一定。伫个心内底啊，做功夫，在心里面，不是在形象啦，自古以来啊，没有从形象修成的，一定都是从心，只要你的心笃定，你的心认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这样的话，就已经啊成佛没有疑问，绝对可以成。言本有者，我习本有啊杂食之身，以实身故啊，现在无有无边之身，这个本有我往昔本有杂食，就是我们呢吃了很多东西啦，吃饭啊吃面吃面疙瘩逐项拢吃这个杂食之身啊。有杂食之身无？逐项拢食对无？所以啊，以实身，拢用咱重视食的这个身躯啊，所以现在无有无边之身，那个无边之身啊，就是我们法身，我们法身呢无量无边。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上个礼拜有讲。我们把我们的佛性啊，拉到外面，没有用耳根连通，因为我们这边周遭都没有声音啦，所以或许都一直没办法引用。讲安尼要安那，无要紧，你若等你你的居家周围一定有声音，你就用第三个文献。第一个我听，第二个闻，第三个文献，用文献。听到声音以后，那个声音发生的地方，就有你的佛性在。你把它呢，延伸到那个声音发生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稍微停顿，它声音会变化，消失了。那消失的时候啊。我们耳根不用了，然后那个声尘也不用了，脱根脱尘，离身离境，佛性本体就是那样，然后我们努力的
修。那假如说拢无声好性伫迄个无声的所在，住一站啊，住甲会惊拢无依赖，佮听到别位有声，稍微转移啦，甲转移去有声的所在，佮大，佮大感官佮一段时间，然后你会熟悉，熟悉以后啊，有声音佛性在，没有声音的时候，佛性也在。所以啊，声无啊，即无昧；声有亦非声，声昧二远离，是则常真实。我们的佛性啊，常真实，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我们要追的常真实，这个是我们可以拥有的。那我们这个现象啊，无常变化。你搁较安那顾伊都会无去，搁较老顾顾甲200几岁，会死袂？嘛是较慢死尔嘛死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你把注重养生的那个精神啊，转移到我们修佛性的这一条道路，用顿教法门。从凡夫地啊，直接到佛地，利用这一生啊，修成，可以成，一定要给自己呀，信心，已经呢摸到佛性本体，绝对可以成佛。不成啊，是没有摸到了，没有摸到，要赶快努力找，哎呦，佛性我哪会拢唔知，我若要死啊，要安那？要这样台北前贤就这样问我若死啊，佛性拢摸无到要安那？我讲唔通无信心，讲上简单身躯是最会风土四大假合，众缘际会给我们用了，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然后水有风土啊，它没有知觉性，水有风土伊无地感咱即摆身躯你看四天圆动啊，拢真灵活，对无？什么人？佛性啦。所以你看佛性都伫咧你的生活内底拢呈现啊，哪会讲行到死去佫无？有啊无？确实有，是看袂到安尼尔，有确实有。所以要甲这个确实有的。改修正它整个虚空融通，那个叫无边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边之身，只是讲咱拢伫咧迄死的囡仔啦，去迄死的囡仔害个，有啊无？5个唔是4个一个跑到哪里去？怎么看到都只有4个？或者第一次听到说，拢为着迄4个囡仔伫咧拍拼，我就想说，唔是为着赚钱哪会为4个囡仔？尾啊，一个人讲，1000块迄度都4个囡仔，就是为了那个钱啊。安尼这讲真有艺术，唔是为钱啦，为钱足俗气的为了4个囡仔，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杂食之身呐，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注重身体呀，要了解到，不管活得多么多久，不管长短啦，像永嘉大师39岁而已。你看伊安尼即马咧流传后代啊，咱拢咧看伊的正道歌，有没有？歌有没有看？很棒呢。你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修道。用教人修。真的啊，那一本啊很好。现在又有一本新的，叫做淮海禅师上圣啊，顿悟法门。也是一样。这是顿悟的法门。那因为啊，或许在北部讲，
我们这边也有发嘛，对不对？有没有讲义呀？有啊无？哦，都有了。啊，那无爱紧甲迄个套，甲咱遮的迄个超时讲师的，讲我那无，他就会想办法给你，都有的。啊，那个楞严经精华已经呢下个礼拜啊，就可以寄过来了，大概有5片还是6片啊，MP3 1片，要听 CD 可以，要听呢 MP3 也可以，就是讲解它里面的精华，讲得蛮久了，你看4次1个月啦，6次就1个半月啦，讲个半月啊，大家拢想讲啊，都讲来拢无寄来，还没讲完啦，还没做，大概下个礼拜就可以，就可以收到了。然后还有一篇啦，就是又把那个又浓缩一个概念，手楞严，可以有吗？有这个一悟的时候，刚有我也无摕到啊，拿到的人说有，拿到以后没有详细看，刚有。摕已经摕手的摕厝的去啊还佫伫咧感有所以或许很努力写啦，可是啊各位都没有很努力看，我写了手就用，讲卖啊咧，也无人要看卖写，各位只要说努力看了，我就努力写，这样也帮助我们熟悉真理，熟悉佛的领域。熟悉我们要怎么样进入，都会交代了。所以早上这个接或学到车站的一个情形，我做这问题，你伫个31片啦，涅槃经31片嘞，拢回答我的问题，我讲唔知咧，我在讲的时候没有说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啊。可是他说我所有问题你在里面都回答了，有影安尼上好，所以我们了解修道一定有问题修道都没有问题，那个道就很奇怪了，你越努力修问题越多，遇到了以后哎呦对我们丢没有肯定，那假如说你全部都肯定了，那个已经那个根基超好的，就是很好，了解到你的领域是什么状态，一下子呢都能够马上进入状况，所以用各种方式绝对都可以，所以佛学就讲说我们这个改毛病起脾气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我们实际要修很困难，20-30年拢嘛都伫咧，也无变化。然后听了心理心法，竟然很短的时间脾气毛病都不见了，然后贪嗔痴慢疑也淡薄了。最神奇的就是可以指挥梦境各位前贤。咱伫咧做眠梦，有法度甲指挥无？有法度无？拢嘛随在去对无？要安怎拢随在你去，独头意识啦。他竟然修到梦境里面可以指挥。我讲安尼都甲清醒同款都等于没睡说是是在睡可是那个梦境都可以指挥。我说我这个讲的人都没有办法到达，你那个听的人已经做到了，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真正的他努力的程度我们真的比不上。伊讲安尼短短时间听歹3台MP3 的机器已经听歹3台各位听歹几台？笑笑就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那个真的你要听坏3部那个机器啊MP3 那个收音机啊还真不容易耶。你要故意把它弄坏，都还不会坏，你踏来踏去也给你弹。所以啊，那个杂食之身啊，就没有无边身。言本无者，本无37啊，自道华。以无37自道华故啊，现在既有杂食之身。所以那个37自道华，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有印象无？哇，伊个拢害我啦！你教遐济，阮哪记会调？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37支道品啊，是释迦牟尼佛在凡尘所讲最重要的重点，就是37品支道法。你看那个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到现在整个我们社会啊，都在传播这四念处。我说这样是初步啦。我们开始修的时候要用，可是你修到一段期间呐，已经呢对真理很熟悉了，四念处的内容不一样。各位记得吗？念念看。哇，不错哦，竟然都会嘞。对。我们呢，那个上圣的四念处啊，就是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我们的身，观我们的性，都跟虚空一样，之后就可以成道成佛啦。那不是咧观身不净迄无法度成佛，迄干那不住相安尼呢，那个一个初步啦，初步。所以一定要进入上圣的四念处。观我们的身有性有相，有身体的形象，都跟虚空一样，都呢没有，都没有形象啊，虚空没有形象。我们身体啊也一样会归于空，那我们佛性啊本来它就真空，所以啊跟虚空呢都相同。然后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安尼知道？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这个观受没有了，没有受，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没有受。那我们在凡尘为什么会六道轮回？就是把这个受当成实实在在。拢是在唔知讲以假无常变化，我们都把它当实在啦。所以这样的话害我们自己。那我们按照真理，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没有受。然后观心，但有名字，名字见理。观心只有名字，跟他名尔啦。也没有名会行的所以我们了解说，空的性也是空的，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没有善法，也没有恶法，就是没有，全部都空。所以上圣的四念处啊，全部都是空。都跟我们讲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想说凡人的所有一切，你看看哪一样我们可以拥有？都是空了，都没有。可是我们实实在在去应对，有可以不住在心里面，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完全心里面都没有相，没有形象在啦。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心里面
都没有形象。那我们呢，整个跟空啊，已经啊可以事先融通，还不用说把佛性拉到整个虚空，就已经跟空通了，连起了。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都要自己努力呀，这个别人帮不上忙，也不会天上掉下来，一定要自己呀，努力去做，才能到达。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37次道品，各位有印象吗？那个是正勤啊，就是很努力，正确用功的方法，就是我们正确用功。假如说我们这个有恶，马上就断，没有让它不生，那已经行善了，要它增长，那没有善了，要让它生善出来。4个是正勤，然后是神足，欲勤心观，欲就是欲望，这个是神足就是我们六通的基本，要有强烈的欲望，我要有神通，那个很强烈的欲望，勤就是精进。然后心呢就是一心，观呢就是关照，所以欲勤心观就是事神主，然后五根，信静念定慧，五根，然后五根呢产生五力，一样呢是信静念定慧，这个就已经呢有10个，然后再来呢7觉支。这个我们了解就7菩提分啦，这个它3个是始于定，3个呢是始于那个慧，它1个是平衡，各位都还记得吗？则静息，安定舍，中间一个念，则就是选择，静呢，就是精进，喜就是很高兴，则静喜它始于慧，安定舍它始于定，你定久了人会昏沉，然后你智慧太强了，人会轻狂，2个都不很理想，所以要用念，念呢。那个菩提分来平衡2个，让定跟我们慧定慧平等，这样7菩提分，然后8正道，第1个就是正见，正确的知见佛知佛见，正见，然后正思维，正思维要了解我们的思维是始于8正道里面的正。那我们在完成都是用思虑，不是用思维啦，用那个完成的细腻式，所以那个不可以，我们要用正思维，然后这个正念，正念就是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所有念头放下就是念，然后正语。正确的语言讲出来都跟真理相符合，然后正业，就是我们的身口意都没有偏，都是跟真理相合，正业，然后正精进，然后正定，8正道，或许突然间要讲37次道品，我无先好心呢，怎么办？我紧直接讲，伊就走出来，他就跑出来了，
37知道品就跑出来了，哦，所以啊，没37知道品法，哦，现在就具有啊杂食之身，就是我们没有进入修道的轨范，那个轨道啊，那一些常态，我们没有进去。言本有者，我习本有一切法中啊起着之心，以是事故啊，现在无有，毕竟啊空定。这个本有，我习本有啊，一切法中取着之心，这个一切法我们都取着啊，都是住相啊，所有啊，不管有形无形啊，我们都住相。这样呢，住相的话，那我们在形象啊，一直啊浮沉，都啊没有办法稳定啊，所以啊没有，毕竟啊空定，那我们的空定啊，我们佛性呢真空妙有，我们佛性呢，出来的定啊，那个才真的不会被破坏，那我们在凡尘学的定啊，很快就被破坏了。那么言本无者啊，我本无有，中道实义，以无中道啊，真实义故啊，一切法则有着心啊，一切法呢，都有着，有着心，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最怕这个着，一着了着相啊，着事情啊，都着了，迄拢变经袂过来，都害我们自己，害咱家己啦。言本有者啊，我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有知顿观呢，声闻弟子，以有此故啊，不得演说一圣之时，说这个本有，说我已经呢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个时候有知顿观呢声闻的弟子，以有此啊不得演说一圣之时，所以啊这个角度啊是释迦牟尼佛。他说呢，初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呢，那个根器呀，不分立的那个弟子，都有这一种这个比较呢，顿观都是讲无灵通啊，不精灵，对佛性呢都一点了解也没有，所以就不得演说一圣。最上圣啊，那个实相之法。那言本无者啊，本无根，人中向往，这个人中向往啊，就是他在人之中呢，就超出人的那个智慧，超出人的那个行为，超出人的所有一切，就好像向往一样。很突出，如迦叶等啊，故随以方便开示三圣，所以那个有这个人中呢，那个向往，所以我们了解说本无没有立根，可是没有立根呢，里面会有那个特殊人物。言本有者，而我本说也，切或3月以娑罗方式当般涅盘，是故现在不得演说大圣大般涅盘，所以佛就讲，说来年3月，以娑罗双式要呢进入涅盘，是故现在不得演说大圣大般涅盘，已经要进入涅盘，就讲涅盘经。言本无者，本习无有，闻思是利，
故说如来无常。所以啊，这个或许又用小刮胡把它说知音呢，难寻。文殊师利啊，智慧很高，所以啊，就可以跟佛互相呢，这个阐发，把那个真理呀，都能够演说。因为没有讲的人呢，就没办法把那个最殊胜高的法门啊，讲出来。所以讲啊，这个如来无常，这个如来无常跟真理啊不合。善男子，如来普为知众生故啊，虽知之法，说言不知。这个如来普遍啊为呢，所有众生的原因。虽然知道所有的法，知道知就是很多了知法。那说言不知，唔知样。虽见之法，说言不见。已经见到之法，说呢没有不看没有看见。有相之法说言无相，无相之法呢说言有相。实有无常说言有常。何以故？如来明见众生根故。所以如来见到众生的根，知道了要怎么说。有时候呢，就是要随顺众生的根器啦。较深的就讲深，较浅一定爱讲浅啦。那较浅的，你讲深伊听无。那较深的你讲浅伊无爱听。所以要拄好，拄到伊适合听，适合修。所以啊，我们了解，我们真的讲了今年第6年，应该对佛性呢都非常透彻了解，而且实际的把它应用。所以啊，应该我们整个虚空呢，全部都聚满佛性。所以叫规个拢是啦，规个拢是佛性啦。安尼讲，各位先生听有无？安袂歹，唔免讲听起来才是。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还没有熟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整个周遭虚空都是佛性，这样的话，他就不知道怎么下手去修。你要告诉他要怎么样做。假如说都还没有熟悉先做念放下，一念不生，先让我们佛性的轮廓呈现。然后之后你有机会做耳根圆通。把佛性呢拉离开你的身体，跟虚空融合。这个过程一定要，不能一下子规个拢是啦。那样的话会害他，伊全袂晓做啦。规个拢是我都免修啊，要不要修？所以有时候那法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我们刚好这个时机刚好用了这个法门，让我们可以成就。那假如说不同那个程度，那你跟他讲非常高的方法，那等于害他了，伊要做他袂晓做。那已经都很深入了，你甲伊讲这过程初步的你个害甲诱导转来。所以你看，要恰好，恰好啦。这个那个法龙禅师有讲那个句语各位都还记得吗？讲讲看。哇，真棒嘞！我们班真的不能轻看。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
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哦，就是啊，就是这样。哦，那个法龙禅师啊，就是这个句呀，很风行呐，因为都四句里面都有恰恰。恰恰用心，没用心，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各位就可以体会啊，这个呢，恰恰用心之后啊，我们要用心找不到心，恰恰无心用，无心用，无心恰恰用，无心刚好用，当用恰无，已经进入了很高的程度了。所以我们了解它里面都有含义啊，不是在绕口令的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得要符合啊众生的根。三男子如来虽作是说，终无虚妄。虽然这样讲没有错，何以故啊？虚妄之语呀，即是罪过。如来悉断一切罪过，因何当有虚妄语也？所以啊，不讲那个假的话。三子如来虽无虚妄之言，若知众生呢，因虚妄说得法力者，随宜方便则为说之。所以对众生有利佛还是会讲。三男子一切四谛若以如来即是第一谛，何以故？知佛是真呢？为第一故啊，所以是谛。各位无声啦，真的找不到一个来替佛姐讲，有没有这个前贤啊？说来我替你讲，有啊无？依令众生呢，得第一谛。若使众生呢，不得如是地狱一者，知佛终不先说是谛。所以都呢佛都是想尽办法，让众生呢都能够修道成佛。三男子如来有时演说四谛。众生为佛说第一谛，有时演说呢第一谛，众生为佛说以四谛。智者知佛甚深的境界非是声闻眼界所知。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佛的那一种领域有时候呢这个表现出来不是那个阿罗汉呢跟辟支佛他所能够知道的。三男子是故汝先不应难言，菩萨呢无所得也。菩萨呢常得第一谛因何难言？无所得也。这个假设呢，因为就讲说菩萨呢无所得。那假设复言世尊第一谛亦名为道，亦名菩提，亦名涅槃。若有菩萨若有菩萨言有得道者，菩提涅槃即是无常。何以故？华若常者则不可得，犹如虚空虽有得者。所以这个观念还蛮殊胜的。这个观念说呢这个有得的话呢菩提涅槃就变成无常。华若常呢则不可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有时候在语言呐，语言说那个是假，假就是借啦，借着语言，然后要我们领悟。所以啊，佛就讲无言之法，本来最殊胜最高的那个叫无言之法，不能用语言说的啦，无言之法。可是呢，以言显说，用语言明显来说，因言而入。因为讲的语言，我们可以进入非即是言，而不是这些语言啦。就是要我们呢不住在语言下，那个文字语言都是假的，不真真的无言。所以当你领悟了以后，要讲给人家听，你会觉得说好像不是我领悟，好像不是我讲这样呢，那个就已经呢领悟无言之法。无言之法，你就看已经是无言不能用说的。可是不说的话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以言显说，用语言明显把它说出来，我们就可以因言而入。可以你讲的这一些，然后进入非即是言，不是在语言里面的。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都不是文字游戏啦，不是讲真理。真理呢，我们了解它都没有语言，没有文字，没有。我们佛老师也讲，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言有不达，道无以明。有没有？记不记得？都没记这是在《大圣经经论》佛讲序言那个时候说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都呢真理的领域都是没有语言，没有文字，那个才是究竟有言文字都有变化，你没有语言文字已经没有了，就不变化了。就像虚空一样整个虚空不会变化，那我们落入形象都会变，不管它呢长还是短都会变，所以都不真。那假设呢又说真如世间物本无今有，名为无常。道义如是，道若可得，则名无常；法若常者无得无生，犹如佛性呢无得无生。有一些说出来不是说不对啦，只是它缺少活泼，没有玲珑啦，要活泼玲珑才能够通达。虽然有一些讲法没有错，可是按照他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来教导众生修道。所以借的语言文字是真辅道者非色非不色，不长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灭，非赤非白，非青非黄，非有非无，因何如来说言可得？菩提涅盘呢？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讲出来都没有错了，正确的。可是按照他这个样子糟糕了，我们众生就是众生成不了佛了，缺少那个大慈大悲的心，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是真理相合啦，可是跟凡俗就不合。那佛就回答：如是如是，你安尼讲对啦，拢正确，甲真理拢有符合。此段问答呢很利呀，凡人修道呢，不易了解
意在这些观念呢分不清，所以或者呢用小画符呢，把这个内容说这一段的问答很易呀，就来我们凡人修道呢，不容易了解呢，意在这一些观念呢，分不清，没有办法分清，所以呢细思之啦，要仔细的来想，思维。三男子道有两种，一则常，二则无常。菩提之相呢，亦有两种，一则常呢，二则无常。涅盘欲耳，就是涅盘也有一则常，二则无常。那么外道的道者啊，名为无常；内道的道者啊，名之为常。声闻缘觉啊，所有菩提啊，名为无常。菩萨知佛所有菩提呀，名之为常。外解脱者啊，名为无常；内解脱者啊，名之为常。所以佛呢又把它分得又比较详细一点。三男子道与菩提呀，以及涅盘，悉名为常。一切众生呢，常为无量烦恼所缚，我们呢被烦恼覆盖，无慧眼故不能得见，就不能看见道，不能看见菩提，不能看见涅盘，所以没有慧眼。而知众生呢，唯欲见故修戒定慧，我们众生要见到道，要见到菩提，要见到涅盘，所以就修这个戒定慧，以修行故见到菩提以及涅盘，这个修行就看到道，看到菩提，看到涅盘，是名菩萨得道，菩提即涅盘也。所以这个佛就详细的说，那个德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呢了解说大乘佛法，它最后呢一定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最后这8个字一定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已经圆满菩提了，可是呢都无所得。为什么？我们本来有了，我们本来有，不能得，对不对？因为有得就有失啦，有得失完成的生灭法。那我们佛性本来有本来只是恢复本来而已，有没有得？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努力是要恢复到本来，我们佛性的本来，本来都是佛，我们本来都是佛，要恢复到佛啦，所以恢复到佛叫做得道，其实只是恢复本来而已。有了解不？要知道，确实无所得。各位浅显要了解，有所得就有所失，得失就是两边，得失就是生灭。那有生灭就是不是我们佛性的东西，佛性里面没有生灭，所以一定要确认，佛性没有生灭，佛性没有我们讲的这一些。全部都没有，那为什么要讲？因为我们已经失掉太久了，被烦恼覆盖太厉害了，所以要借着这一些语言文字来说，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恢复，只是要恢复而已，只要我们恢复了，就叫成道，就叫成佛，是不是只有恢复到本来？对不对？
所以成佛是我们本来，咱本来就有，安尼知无？嘿，即马伫凡世间伫苦海，安尼浮咧沉咧浮咧沉咧吼，都是因为咱拢贪恋凡世间啦。拢贪恋凡世间的一切。你看即马若有钱机票买就要来观光，有贪恋无？转来忝啊要死，佮用足济钱你用遐钱来帮助一寡艰苦人山下人，服务足好诶，对无？伊互人都毋甘愿咧，家己用都用到真欢喜人之常情啦，咱人拢安尼嘛，对无？要替互人用，我辛辛苦苦去赚的咧，无若家己用，用了无真恰当，无要紧，都是家己用去的所以有当时上帝会甲揭发，好，安尼互你破病，都爱用足济钱的，用的你嘛甘愿，有无？有甘愿无？迄无甘愿嘛无法度啦。嘛甘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人得得失失有万千，你去论得论失那个都论不完的啦。所以我们要保持一颗心清清净净，就是本来，本来就是佛就是清清净净，恢复到本来可以到达，是我们努力做就可以到达。凡尘一切变化无常，不要去住相啦，卖管拢假啦，唔免计较。我们现在讲都会啦。哎呦，咱来世间无半项转去双手嘛空空，住伫世间面茫死了江山换别人，会晓背袂？真好听对无？这个是他经过挫折了以后才讲出来。他很如意的时候过得很顺遂伊才袂安尼讲。已经安尼食老安尼已经死佫伊要娶某，我无好娶，无孙，佫无囝，哇，他一声老孤单，就讲安尼，讲的或许就把它记下来，因为蛮好记啦。就是我们人生常态都是这样。真的就是你即马有足济，有足济财产唔免了办，你钱都带袂转，所以就要赶紧好好甲伊用把它利用，好好利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都把它用，这样呢，人家会感激啦。人家没有感激，我们心里很高兴。我们帮助人了比那个受帮助的还要高兴。所以我们生活追求也就是这样。就是生的人踏实，过得很有意义，就有意思的。你活的拢袂白活的啦。无咱人生这个身体要说什么价值老千人讲一身臭肉，讲一身躯拢臭肉啦。有影还袂身躯了皮皮的，无芳，真的臭肉，所以终究要丢掉的啦。我们还没有丢掉之前利用它好好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这样呢，这个眼睛一闭的时候没有亏欠，努力做了佫来无法度就莫讲有法度较怕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的一切都是这个变化无常，所以说得说不得，迄拢是凡尘在讲的。道之性相实不生灭，以是义故不可周持。这个道的性，道的相，实在呢它不生灭啦，不生灭，就是这样的义理，我们不可捉，不可持，所以袂使甲了调啦，
还放互真灵光。善男子，道则虽无色相可见称量可知，而实有用。这个道虽然没有色相可以看见，不能用称量来知道，但是实在有用。这个道就有用的。你看我们佛系有没有用？非常有用，对不对？咱的佛性伫咱的身躯咱若行出去外口，但是足好用的，会当安尼帮助人。帮助人无一定拢用金钱啦，你用语言，你用你的笑面都已经帮助人啦，所以很容易的，我们呢就是帮助众生，解脱呢苦难。善男子，如众生心，如众的生心，虽非是色，非长非短，非粗非细，非糊非结，非是见华，而亦是有。以是义故呢，我为悉达，就是那个己孤独长者，己孤独长者叫做悉达，说言长者，心为成主，若不护心呢，则不护身口；若护心则则护身口。以不善护身口故呢，则到三恶趣，就是那个三恶道，三恶趣就是三恶道，恶鬼畜生那个地狱三恶道。护身口则得人天涅盘，得名真实；其不得则名不真实。所以佛呢就详细的讲，说呢我们这个众生的心不是呢有形有相，也不是长也不是短，也不是粗也不是细，也没有糊也没有结，非是见法，不是已经见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而亦是有，但是有。以是义故这个释迦牟尼佛为悉达其孤独长者呢说，长者心呢为成主，若不护心呢，则不护身口，若护心则则护身口。没有保护心我们的身我们的口也就没有保护，就会遭遇一些呢这个不好的。以善护身口故呢，则这个道呢三去不护善护身口呢，就会到三恶趣；然后护身口者呢，就会得到人天涅盘，人道、天道以及呢到达涅盘，不生不灭，得名真实。那其不得者名不真实。善男子，道云菩提以及涅盘亦复如是，亦有亦常，其如无者云何能断一切烦恼？以其由故一切菩萨了了见之。说这个道跟菩提以及涅盘也是这样子，亦有亦常，有道有菩提有涅盘有，也是常，永远都在。那假如说没有，怎么可以断烦恼呢？因为有道有菩提有涅盘，所以可以断烦恼。以其由故，因为有，所以一切菩萨呢了了见之，就是透彻的知道。善男子，见呢有两种。一呢相貌见，二呢了了见。那么云何相貌见？如言见烟，远远的有看到烟，名为见佛。实不见佛，虽不见佛，亦非虚妄。这个远远有看到烟讲看到火，实在无看到火啦。不过伊讲看到火不是假啦。
真是有火才有烟啦，无火就无烟，所以讲的话唔是假，非虚妄。见呢，空中鹤，便言见水，虽不见水啊，亦非虚妄。看到空中有鹤，有迄白鹤，讲看到水，虽然无看到水诶，也唔是假啦，有鹤呢，就有水，如见花叶，看到花叶啊，便言见根，看到根里头下拢无看啦。虽不见根呢，亦非虚妄。虽然讲无看到根，也唔是假。伊若无根袂开花啦，嘛无叶啊，所以啊，一定有根。如人遥见啊，这个离间牛角，便言见牛，看到人咧，这个离条来看到牛角，讲我看到牛，虽呢不见牛，无看到牛，亦非虚妄，嘛唔是假啦，有牛，牛角啊，就有牛，如见啊，女人怀孕，便言倦意。看得女人已经这个怀六甲了，怀胎了，便言见欲，就是说呢，那个男女之间做爱，虽不见欲啊，亦非希望，那无做爱呢，不会讲会怀孕。如见树啊，生叶，看了树啊，生树叶啊，便言见水。虽不见水啊，亦非希望。迄树啊，若无水伊就袂生叶啊。所以啊，就是有水。所以讲对。又如见云呐，便言见雨。看到天顶的云，讲我看到雨。虽不见雨啊，虽然无看到，亦非虚妄，嘛毋是假。因为啊。要落雨进前拢有云，先有云呢，才雨才来。如见深夜，即以口业，便言见心。咱有心，会业，口会业，便讲我看到心，虽然不见心亦非虚妄。因为咱的身业、口业啊，拢为心出来。咱有心安尼想啊，身躯才去做，业才生成。要讲呢，讲话嘛是为心出来，所以辛苦呢，就要如意啦。所以要了解说，我们时常都会讲讲，有你得留一点口德就是不要乱讲。这个见身业口。